女子意外穿到了一本年代文里，成了男主的炮灰妻子。原主被人算计，清白被毁后生下智障残疾儿子，老公和她离婚，最后选择跳湖而亡。穿越后睁眼就是尸身现场。青宁，我难受得紧，你就给我吧。廖主任，你别这样，我已经结婚了。你那男人出去当兵一走就是4年，对你不闻不问，说不定早找了别人。你这么一朵娇滴滴的花，每天都独守空房，我看着心疼呀。说着男人再也忍不住，猛地扑了上去，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果断选择跳河自救，下一秒却被人救了上来。还好自己穿来的及时，没有让那个车间主任得手，不然按照书里的剧情失了身，自己就被动了。闺女你没事吧？瞧这俏生生的模样，要是真有个3长2短，你爹妈可不得哭死啊。就是亏得你运气好，遇到一个会水的，不然今天一准交代在这里。看这全湿了，快回家换身衣服吧，仔细回头生病。夏青宁身上就穿了一条薄裙子，还湿透了，现在就形同虚设，她哪里好意思站起来。很快大家也发现了她的窘态，却没有人肯给件衣服。在这个年代，吃饭要饭票，买不要布票，谁有那么大方，随随便便就送陌生人一件衣服。就在夏青宁尴尬又无助时，一件宽大的衣服披在了她身上，她一抬头，正是刚刚救自己的那个男人。没等她开口道谢，男人已经起身离开了。这当兵的真不错，又是救人，又是给衣服。就是这么好的衣服，一看就不便宜，说给就给了，还没留名没留姓，也没和人姑娘套近乎，真是难得呀。今天谢谢大家了。没事没事，快回去吧，以后走路要小心些呀，可别再掉河里了。夏青宁跟随着原身的记忆往家里走去，脑海中开始梳理书中故事的背景。书里男主的父亲因言论不当被下放到农村改造，他当时的老婆王明芳怕被牵连，在听到风声后立刻和他离了婚，连1岁的儿子陆立东都没有带走，带着孩子回乡改造的陆百川遇到了美丽的苏慧，两人情投意合，便结了婚，很快生下了男主陆金哲。而原身的爸爸正是陆百川下放的村子的村长，当时没少帮助落难的陆家，后来更是为救落水的陆立东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几年之后，陆百川恢复了工作，临走时为了报答夏家，便给陆立东和原身定下了婚约。回到城里，苏慧又生了一个女儿，但因为积劳成疾，身体亏损得太厉害，没几年就去世了。陆百川在原身快满16岁时把她接来了城里，想让她和陆立东先培养着感情，到了年龄便结婚。刚从乡下来的原身又丑又笨，陆立东自然看不上她，不想娶她，又不想主动退婚，于是他妈王明芳便想出了一个主意，设计原身和陆金哲睡在了一起。事情发展成这样，陆金哲虽然很愤怒，但也只能答应娶原身。事后陆金哲很快就回了部队，在原主满18岁时便领了结婚证。现在还没有恢复高考，又不能考大学，留在工厂上班，领导又图谋不轨去做生意，现在又严打投机倒把。如果和陆金哲离了婚，就只有回原主乡下娘家。原主娘家那么惨，去世的爸，柔弱的妈，瘸腿的哥，年幼的弟，这具柔弱不堪的身体，到了乡下，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靠工分生活的话，估计很快就会饿死。看来思来想去，好像就只有抱男主陆金哲大腿这一条出路了。毕竟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团长了，如果能跟他去随军，到时候就在部队里找份文职工作，等明年再考个大学，改革开放了再赚点钞票，以后日子肯定不会难过。有了打算后，夏青宁心安下来，继续往前走。刚走进大院，就响起一个女人嗔怪的声音：哟，陆家儿媳妇，你这穿的什么呀？挺新潮的嘛。她声音很大，很快就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哟，是男人的衣服呀，款式不错嘛，我在百货店都没看到过呢，你在哪里买的呀？这赵翠兰是个势利眼，最瞧不上土里土气的乡下人，而这个大院里就只有原身一个人是从乡下来的，所以平时没少奚落他。夏青宁看了一眼不怀好意的赵翠兰，并没有理会，现在他只想快点回房间换下来，再舒舒服服洗个澡。别走呀，你这头发怎么还湿了？哈哈，你这该不会和人鸳鸯戏水去了吧？他这几声吆喝把屋里的人都吸引了出来。他赵婶可不兴乱说，陆家可都是正经人，哪会去干那见不得人的事？陆家其他人都正经没错，不过他嘛……我怎么了？这丫头以前都唯唯诺诺的，从来不敢这样看我，今天怎么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怎么了？呵呵，谁家正经媳妇会穿着男人的衣服在大街上瞎溜达呀？好了，赵翠兰，你少说2句吧，没看见她身上都是了吗？借件男同志的衣服穿怎么了？又不违法乱纪，你管那么多做什么？李主任说的是，他赵婶快别说了，先让青宁回去换身衣服吧，一会该着凉了。他都敢青天白日的穿着男人衣服在大街上走了，还不让别人说了？什么男同志，我看就是他外面的野男人。野男人，你是亲眼看见了还是抓住了？凡事都得讲个证据吧，你这样无凭无据随意造谣毁人清白，就不怕我去告你吗？
赵翠兰以前在原身这里，嘴上可从未吃过亏，哪里受得了这气？哼，你这不要脸的死丫头，来城里吃了2天干饭，就找不到北了是不是？要证据是吧？你身上这衣服就是证据，你身上这衣服不是野男人的，还能是你男人的不成？谁不知道你那男人都4年多没回来了，哪来的衣服让你穿？夏清宁刚想开口反驳，忽然瞥见一抹身影立在人群后，既然决定抱他这条大腿，就得先激起他的保护欲。赵翠兰见他没回话，更来劲了。哟，怎么不说话了？刚刚的底气去哪了？这么好的衣服，你可别说是你路上捡的。听完赵翠兰的话，大家都看向夏清宁，只见他低着头，一脸的委屈，却没有解释半句。衣服是谁的？你倒是说呀，别被人平白无故造谣冤枉了不开枪。就是陆家儿媳妇，这衣服到底哪儿来的呀？对呀，你说呀，别让人以为我在冤枉你。这衣服是谁的？姓甚名谁？总得有个准儿吧？是我的。大家循声望去，正是陆家那个4年没回来的二儿子陆惊蛰。没想到他竟然是那个4年没见的媳妇儿夏清宁。对这个主动爬上自己的床，逼自己娶她，让她在哥哥面前抬不起头的女人，他确实心里有怨气。但刚刚看见她被一群人围在中间质问，低头委屈的样子，他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衣服是我的，这里掉了一颗扣子。在大家的目光注视下，他从夏清宁衣服口袋里拿出了一颗扣子。你知不知道造谣诋毁军人家属清白是什么罪名？你要是不清楚，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派出所里问问。赵翠兰听了这话，吓得脸都白了。我不是那个意思，误会，都是误会。清宁，你这孩子也真是的，衣服是自家男人的，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看这误会闹的。呵，果然柿子都是捡软的捏，都到这时候了，他还不忘反过来责备2句。哎呀，是惊蛰回来了呀。这不正是陆百川那个心机深沉、见风使舵的前妻王明芳吗？当初王明芳和陆百川离婚以后，便嫁给了一个革委会主任，又生了一个女儿。但是没过多久，她男人忽然出意外死了，她又打起了和陆百川复婚的主意。她知道陆百川肯定不会轻易和自己复婚，于是以照顾孙女的名义住进了陆家。在外人看来，她是难得的好前妻。只有夏清宁知道王明芳的心善大度都是装给外人看的，原主的悲惨命运几乎是她一手造成的。他明芳婶儿，你可来了。刚刚我只是想和清宁开个玩笑，没想到他们这些小辈认真了，还说要去什么派出所。你是最通情达理的，快帮我劝劝呀。开玩笑？你拿别人的名节来开玩笑？赵翠兰，你听听自己说的什么屁话？你也是女人，名节是能拿来开玩笑的吗？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一时不知道怎么解释，只得用求助的眼神看向王明芳。只要没触及自己的利益，王明芳惯会做好人。惊蛰呀，大家都是邻里乡亲的，我想你翠兰婶也没什么恶意，都是有口无心的。我们家清宁是最懂事的，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和你翠兰婶计较，是不是？我懂事就该受委屈吗？要是今天他说的不是我，而是你的亲闺女何珊珊，你还会觉得是小事，还会大度的不计较吗？夏清宁意外穿越到年代文惊现失身现场，她选择了跳湖逃脱，却被军官老公救起，回到大院又被老嫂子们蛐蛐。你这孩子说什么呢？我对你怎么样？院子里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你可不能说这没良心的话。他翠兰婶呀，你这人是个好人，坏都坏在这张嘴上了。你看今天这事儿闹的，还不快给清明道个歉？王明芳果然厉害，三言两语又把矛盾转移回到了赵翠兰身上。让我给这个没出息的乡下丫头赔礼道歉。赵翠兰心里100个不愿意，但又怕陆家老二真拉自己去派出所，只得心不甘情不愿的道歉。今天是婶儿不对，不该那么说你。婶儿在这里给你赔个不是，你别跟婶儿计较。就是嘛，以后可不行胡乱瞎说了。知道的觉得你是好心提醒，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故意欺负小辈呢。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却在无形中提点着赵翠兰。果然下一秒赵翠兰就上当了。对，惊蛰呀，婶儿就是一片好心，只是想提醒一下清宁这丫头不要做什么对不起你们老陆家的事。想当初她是怎么赖上你，让你娶她的，大伙儿可都是知道的。这话一出，陆惊蛰脸色瞬间黑了下来，他眉头紧锁，不自觉攥紧了拳头，看得出来是在极力压制怒火。哎呀，怎么又说这个？这都过多少年了，我家立冬现在孩子都这么大了，这些事早都忘了，以后大家都不许再提了，免得影响了他们兄弟俩的感情。这人果然狡诈，话说的滴水不漏，既提醒了陆惊蛰当初睡嫂子对不起大哥，又表明不跟他计较，是他们大度。婶子，当初不是你给你儿子陆立东出的主意，让他把我弄到醉酒的惊蛰床上去的吗？陆惊蛰眼底闪过一丝惊讶之色，用浊视的目光看向夏清明，不自觉微微蹙起了眉。我们当时做的滴水不漏，这死丫头怎么会知道真相？他知道夏清明现在肯定拿不出证据，于是很快就稳住了心神。哎呀，清明，我知道你看惊蛰现在回来了，想挽回自己在他心里的形象，
但你怎么能把这么臭的屎盆子往我身上扣呢？当初你刚来时，我和我家立冬对你多好呀，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是乡下来的，只等着你到了年纪就和你拿结婚证。哪知你对惊蛰生出了那种心思，做出那样的事来，让他们两兄弟，甚至整个陆家都被人嘲笑。事后惊蛰也娶了你，我们立冬也没怪你，这些年婶子也从来没有苛责过你，现在却说是我叫立冬害的你。清宁呀，做人不能这么没良心呀！王明芳越说越难过，到了最后竟然抹起眼泪来。周围的人也开始对夏清宁指指点点，都在说他忘恩负义。早就料到了会是这样的结果，毕竟事情发生时，袁申并没有解释，这都过了4年了，自己再说出来，更是没人会相信，只有说出来才会在他们心里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见舆论都偏向自己，王明芳更是有恃无恐。清宁呀，如果你非要说是我们害的你，那你就把证据拿出来，只要你能证明是我们害的你，你不但可以找警察来抓我们，我和立冬还给你磕头道歉。事情你做没做，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放心，证据很快就会有的，到时候婶子可要记住今天说的话。那等你拿出证据再说吧。见夏清宁说的笃定，人群里又有了不一样的声音。做了坏事的人总是心虚的。好了好了，大家都快回去做饭吧。大家见已经没什么热闹可看了，于是也纷纷散了。王明芳像是觉察到了什么，心虚的转头看向陆惊蛰，很快又变得一脸殷切。惊蛰路上很辛苦吧？走，我们回家。说着抬手就要来帮陆惊蛰提包。不用。陆惊蛰并没有给他面子，走向一旁还没走的李秋莲问候道：李姨，您和叔还好吧？好，都挺好的。李秋莲看着几年没见的陆惊蛰，这张和苏慧有几分相像的脸，让他想到了自己死去的手帕胶，忽然悲从中来，声音都有些哽咽了。我家亚军在部队表现怎么样啊？他没有犯浑，不听领导指挥吧？没有，他表现挺好。那我有空了再过来看您。好呢，快回去休息吧。你这孩子，回家怎么也不先发个电报？你看家里像样的菜都没准备呢，你爸也出差去了。你怎么在这里？你大哥和嫂子都要上班，忙不过来，我来帮忙带带孩子。你爸也忙，也顾不上小雪。什么时候走？这男人不但没被王明芳伪善的外表蒙蔽，还十分拎得清。王明芳没想到陆惊蛰会直接赶人，脸上的笑都有些绷不住了。等孩子再大点我就走。惊蛰呀，婶儿也知道自己住这里不合适，知道不合适就早点走。陆惊蛰没给他继续说下去的机会，说完提着包走进屋里。小雪，你二哥回来了。哎呀，你别吵，我都听不清了。这孩子，你自己情歌不比你听故事重要呀。王明芳浅浅责备着，一副慈母样。再次被声音打扰的陆小雪很不高兴，带着脾气转头看过来，正好看见陆惊蛰带回来的包。二哥，你带什么好东西回来了？有吃的没有？说着就快步跑了过来。他跑得急，根本没注意到夏清宁，一头就撞了过去。夏清宁现在这具身体又太娇弱，巨大的冲击力直中腰腹，身体往后倾斜，一只胳膊就伸了过来，只是轻轻一捞就把他捞进了怀里，两人贴得很近。陆惊蛰胸口处传来难以抵挡的柔软的触感，意识到那是什么后，立刻放开了他。谢谢。他是没吃饱过饭吗？那要好似一点肉都没有。哇，大白兔，麦狗子，你看我有奶糖了，这么大一包，想吃吗？哈哈，一颗也不给你。这孩子啥都好，就是调皮了一点，也怪我平时太惯着他了。这话明面上是在自我责备，其实是在提醒陆惊蛰自己对他妹可好了。没妈的孩子可怜哟，我不疼他谁疼他呀？这大妈不去演戏，真是屈才了。不过现在我没空看他在这里立贤妻良母人设，身上的湿衣服得赶紧换下来，不然真会感冒。就在他准备回房间时，一个18、19岁的姑娘忽然提着2个暖壶走了过来。我妈让我提给你的，叫你洗个热水澡，用完了别忘了把壶还来。说完又对着陆惊蛰叫了一声哥，不过语气比对他好多了。陆惊蛰点头应了一声。夏清宁道了谢，麦苗没在陆家多停留，很快回去了。袁申这身材也太好了吧，难怪那个车间里的廖主任才敢光天化日就对袁申动手。想到那个廖主任，夏清宁才反应过来，都是因为王明芳的教唆。如果爬床这事不解释清楚，估计陆惊蛰心里这道坎很难过去了。王明芳，我会一点点揭开你阴险的嘴脸，让你得到该有的惩罚。你不是想和陆百川复婚吗？那我就彻底断了你的念想。就在这时，陆惊蛰提着包出现在门口。陆惊蛰瞬间愣住了，湿润的头发，修长的双腿，让人无限遐想。陆惊蛰的脸瞬间热了起来，反应过来的陆惊蛰一把将门关上了。在外面冷静了好一会的陆惊蛰敲了敲门，进来吧。刚才不好意思。没事。你怎么住在我房间里？陆惊蛰走后没1年，王明芳就以照顾孙女为由搬进了陆家，没多久又厚着脸皮把女儿也接了过来。家里房间不够，夏清宁只好住进了陆惊蛰的这间房。那个家里房间都住满了。
夏清宁说完，又把情况给他解释了一遍。陆金哲听完后，脸色更差了，真怕他下一刻就让我滚出去。如果我被赶出房间，那无疑是告诉所有人，陆金哲根本没想承认我的身份。以后王明芳母子几人，乃至于整个院里看不起我的人，对我怕是更不会客气了。不行，不能坐以待毙，得想办法留下来。就在他脑袋飞速运转时，我爸出差多久了？什么时候回来？好几天了，说是要去1周，估计明后天就回来了。你收拾一个柜子出来，我放东西。他这是默认和我住一起了吗？好，我现在就帮你收拾。看着他忙碌的小小身影，陆金哲心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好像和4年前很不一样了，以前他总是低着头，一副很丧气的样子，现在虽然看起来也很柔弱，但是却没有一点胆怯，说话做事自然多了。你放这里吧。陆金哲收拾完行李，目光却瞥向正在擦头发的夏清宁。他小小的一只，背对着他，歪着头，露出来的那一点面庞清秀柔美，美得让人移不开眼。这真是4年前那个丑姑娘吗？片刻后，他便走出了房间。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房间竟然让人心跳加速，呼吸不畅起来。男子被弟弟设计娶了弟弟的妻子，4年后重逢时，发现妻子已非昔日模样，却被王明芳女儿误认为相亲对象。昨天妈才说有人又给我介绍了个对象，说过2天会来家里相看，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还长得这么英俊。只见何珊珊不好意思地走到陆金哲身旁，她羞赧地低着头，片刻后又忍不住抬起头来看对方，看到那张清冷俊朗的脸后，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你来了。从这张和王明芳有6、7分相似的脸，陆金哲已经猜到了他的身份，看着他扭捏做作的样子，已经有些反感，不自觉就皱起了眉。我是何珊珊。所以呢？真可笑，难道他还在等我说欢迎他住进自己家，害得我现在没房间吗？何珊珊愣了一下，没想到他态度会这么冷淡，要是换做以前的相亲对象这么对他，他肯定转身就走了，甚至还会骂对方几句。但是面对着陆金哲这张脸，他竟一点气都生不起来。我觉得你挺好的。这时王明芳正好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刚刚给陆金哲表明了心意的何珊珊脸正臊得慌。妈，我去帮你做饭。说完就害羞地低头去了厨房。一向很懒的女儿居然主动进厨房做饭，王明芳有些不明所以，但也没有细想。金哲呀，到了吧，我现在就去饭店叫你个，再顺便打包点荤菜，回来我们就吃饭。陆金哲并没说什么，面对陆金哲的冷淡，王明芳倒是一点也没生气，乐呵呵的就出了门。我说他明芳婶，金哲不是回来了吗？你不做饭，怎么还往外跑呀？做了。哎呀，这孩子回来也没说一声，家里都没个像样的菜，这不就想着去国营饭店打包几个好菜回来给他吃吗？就你心眼好，把一家子老老小小都照顾得妥妥帖帖，真是难得呀。看你说的，不就得把手的事吗？这大妈可真会做好人，而且做了好人还能让所有人都知道，都称赞，这心机也难怪原身会对她毫无防备，言听计从。夏清宁坐回桌前，一边梳理头发，一边看着一个小本，里面记录着原身每个月交给王明芳的工资和王明芳偶尔给原身的一些急用，2相抵销。王明芳那里还有原身的478块。翻到本子后面，上面还记录着何珊珊2年来在原身那里借走的布票，2年来一共是28尺。这2母女一个拿钱，一个要票，真不是好东西。等着吧，我很快就会让你们主动把钱送到我手上。收拾打扮好的夏清宁从房间里走出来，刚刚换下来的衣服还没洗，于是她走进厨房。厨房里何珊珊正烦躁地弄着自己的头发，只见她拆了又扎，扎了又拆，总是不满意，感觉到有人进来。妈，那男人家里条件怎么是你？夏清宁没有理他，可何珊珊注意到夏清宁扎了个和平时不一样的发型，看起来还特别好看，心情更不爽了。我相亲，她打扮这么好看做什么？难道想挖我墙角？你这头发梳得不错吗？让我看看怎么弄的。说话间已经扯掉了皮筋，拽出了头发。夏清宁可没惯着他，抬手就打翻了面前的盆子。何珊珊想要躲开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裤子鞋子都打湿了。你干什么？没干什么呀，就是不小心打翻了盆子，和你刚刚不小心弄乱我的头发一样。我就是故意的，怎么了？谁叫你打扮成这样去勾引人的？我勾引谁了？你该不会是在嫉妒吧？哈哈，嫉妒？我嫉妒谁？你嘛，我嫉妒你什么？嫉妒你男人几年不回家？嫉妒你没人要吗？依我说，当初你就不应该来这里，在乡下随便找个人嫁了多好，就不用像现在这样天天等，日日盼的，多可怜呀。不过你也别灰心，慢慢等吧，哈哈，说不定再过30-40年，人家就回来了呢。说完这些话，他就像一只得胜的母鸡，昂首挺胸就往外走。刚迈出厨房，就看见自己的相亲对象站在门口，冷漠地看着自己。我刚刚说那些刻薄的话，万一听到了，会不会留下不好的印象？应该没听到吧？我进房间换一件衣服去。
夏清宁回房间重新梳好了头发，提着2个重新灌好水的暖壶，送到了李秋莲家。水你没用，用了，想着你们家可能也要用热水，就灌满了送回来的。谢谢李婶儿，那我回去了。夏清宁真心感谢李秋莲在这院里算是为数不多对原生还行的，见她就要走。李秋莲的闺女麦苗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到最后还是没忍住问道：你的头发是自己编的吗？是呀。那个麦苗犹豫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你能教下我吗？没问题，除了这种，我还能编很多其他样式的，到时候都可以教你。真的？麦苗眼睛一亮，没想到夏清宁会不计前嫌，这么爽快就答应了，心里对他的好感又多了几分。这样吧，明天下了班我来你家教你。好好好，我等你。等夏清宁走后，麦苗忽然对李秋莲说：妈，你觉不觉得他和以前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其实麦苗不说，李秋莲也发现了。虽然他一直觉得夏清宁配不上陆金哲，也对他以前做的事不耻，但是2人结婚证都拿了，也就是一家子了，还是希望他们能在一起把日子过好。送完暖壶后，夏清宁回到家，发现陆金哲正闭着眼睛靠坐在椅子上。坐了那么久的火车，估计是真的累了，我还占了他的房间，让他没地方休息。夏清宁有些过意不去，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他。我换了床单，你进房间去休息一会吧。被叫醒的陆金哲睁开眼，就看见夏清宁那张精致漂亮的小脸，一时间有些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去床上休息一会吧。这时在房间里终于挑好了衣服换上的何珊珊正走出来，看到这一幕，顿时火气就上来了，大步跨到男人面前，挡住他的去路。你去他房间干什么？好你个夏清宁，自己男人不要你，你就打别人的男人的主意。我说你今天怎么特意打扮得这么妖艳呢？原来是来想引我男人呀，好不要脸。不会说话就闭嘴，闭不上嘴就滚回你自己家。原来何珊珊不认识陆金哲，把他当成了他相亲对象。被呵斥的何珊珊一下愣在原地，从来没被人这样羞辱过，还是自己心仪的对象，瞬间就受不了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起转来。你们……这时候王明芳走了过来，何珊珊看见他妈，仿佛看到靠山，瞬间有了底气。妈，你可回来了，他们2个合起伙来欺负我，刚刚夏清宁还当着我的面勾引他，要是我不拦着，他们2个就要一起去房间了。你这孩子，人家是2口子，怎么不能进一个房间了？2口子，他不是来和我相亲的吗？说什么胡话呢？这是你金哲哥，和你相什么亲？金哲哥，他是陆金哲，他怎么回来了？怎么我回来之前还得先给你打个报告？看着这个脑袋不灵光的女儿，王明芳气不打一处来，一边给何珊珊使眼色让她闭嘴，一边讨好的说道：人家怎么不能回来了？这里本来就是金哲的家。何珊珊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想到自己刚刚做的一系列行为，脸突然臊红了起来，只觉得无比丢人。让你失望了呀，我好像不用再等30-40年了。何珊珊瞪了他一眼，只觉得一口气憋在心里，咽不下吐不出，又羞又恼，难受的紧。你小子终于舍得回家了，英英，这是你小叔，快叫人。小叔，3岁的小女孩奶声奶气的叫了一声，十分可爱。陆金哲应了一声，抱起小女孩，脸上难得露出了一丝笑容。妈，准备开饭吧。听到这一声妈，陆金哲原本还带着一丝笑的脸，肉眼可见的冷了下来。母子几人注意到了陆金哲脸色的变化，神色都不自然起来。王明芳反应过来后，马上说道：好好，这就开饭。清宁呀，快去把小雪叫回来。哎呀，这孩子一玩起来，不叫就不知道回来了。英英，来妈妈这里，小叔要吃饭了。姚红梅说着从陆金哲手里接过孩子，陆金哲掏出一张大团结，见面红包。这个年代一般给小孩压岁钱都是7、8角，一出手就拿10块的，实在少见。屋里几人都很惊讶，特别是何珊珊，眼睛都看直了。这可是我大半个月的工资，真是越想越气。这么好看又有钱的男人，怎么就便宜夏清宁了？英英，快谢谢小叔的红包。一个小娃给个7、8角，意思一下就行了，哪能给这么多？哇，烤鸡！说着就跑到桌前，抬手就要拿。夏清宁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先洗手。要你管。去洗。陆金哲说话给人的压力太强，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陆小雪也被唬住了。洗就洗。他象征性的洗了一下，就从厨房里跑了出来，毫不客气的把2只鸡腿扯了下来，一手拿1只。陆小雪，分一个给英英。凭什么？都是我的。让他吃，这里不是还有鸡肉吗？英英吃鸡肉就行。陆小雪拿着鸡腿，迅速跑里屋去了。老二，你吃你的，别管他。一个纵容，一个不管，不养废才怪。陆金哲若有所思，却没再说什么。饭吃的差不多了，陆立东拉着陆金哲还在喝酒。陆立东看似已经喝醉了。老二，我知道看到他住这里，你心里不痛快，但是哥现在实在没办法呀。英英还小，离不开人，
我和你嫂子要上班，根本没有时间带她，毕竟生了我，这些年在这个家里任劳任怨，把小雪也当亲闺女一样照顾。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总不能一直不认她吧？你说要是咱妈没有去的那么早该多好啊！有时候我做梦还梦到她呢，她还是那么善良，那么关心我，问我吃的好不好，穿的暖不暖。她这个妈自然指的是死去的苏慧。夏清宁在屋里听着这些煽情的话，感叹道：真是男人三分醉眼到人流泪，陆立东不愧是王明芳的儿子，他妈那些招数，他估计打娘胎就会了。要是真对陆惊蛰有那么深的兄弟情，就不会算计他，把自己不要的原身放到他的床上了。面对陆立东的苦肉计，陆惊蛰没表态，只是抬手拍了拍他的背。进到屋里的陆惊蛰便看见了坐在椅子上的夏清宁，正认真地缝自己的衣服。一直住在部队的集体宿舍，宿舍里都是大男人，生活粗糙得很。像现在这样进到房间里，就看到一个娇小的女人静静坐着给自己缝衣服，他一时还有些不适应，只因未婚夫不喜欢他，未婚夫设计他和小叔子睡在一起，事后小叔子只好娶了他。4年未见，竟发现妻子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扣子掉了，我帮你缝了一下。谢谢。他们是不是经常欺负你？知道关心人，看来这关系还能就一旧，也没有经常。听了他的话，陆惊蛰心稍安下来，一天也就几次吧。好半天，陆惊蛰才开口问：今天你是不小心掉到河里的吗？这要怎么回答？难道要说有男人要非礼我，情急之下跳的河？但是原身确实是和那个廖主任去吃了饭，看了电影，这事情要闹起来，追究出前因后果，也不好收场。是不小心掉下去的。看他迟疑的样子，陆惊蛰将信将疑。对夏清宁，他心里虽然有气，但是从来没想过让他出意外。以后再有人欺负你，你就骂回去，不要唯唯诺诺的。如果有人对你动手，你就跑吧。还以为他要传授我什么了不得的方法，居然只是让我跑。我知道了。这一瞬间，陆惊蛰发现夏清宁笑起来竟然特别好看，眉眼灵动，满是朝气，像是每天早上训练完看到的刚升起来的小太阳一样。还有多的被子吗？有的。说完转身到木箱子里取出了一床被子。今晚我去我爸屋里睡。他还是不打算睡在这里，那明天他不肯和我同房的事就会传遍整个院子，何珊珊、赵翠兰他们还不得笑话死我。不行，不能让他走。他手里抓着被子不肯放，努力想要挤出眼泪来，但把所有伤心的事都想了一遍，还是没有泪意。看来演戏我还得练一练。你能不能就在这里睡？我的意思是只睡觉，各盖各的被子，什么也不做。陆惊蛰见他不松手，没强行扯被子，但是也没有要留下来的打算，两人就这样僵持着好一会儿。你也看见了他们今天是怎么对我的，要是知道我们俩今晚没睡一间房，不知道又会说出什么闲话来。听完这话，陆惊蛰的神色明显有些松动，但是考虑到他的前科，还是没有松口答应。今天你住爸的房间，明天爸回来了，你又住哪里呢？你放心，我睡觉很老实的。老实？半夜睡到别人床上的老实吗？这话实在伤人，夏清宁这次是真觉得委屈了。我一个大学生，什么也没干，莫名其妙就穿了书。我只想在这个世界过好一点，还要屡次三番的被人拿爬床的是羞辱。偏偏王明芳他们又做的滴水不漏，把真相都说出来了，也没有人相信我。现在陆惊蛰对我毫无信任可言，就算再对他说一遍，只会让他觉得我在撒谎，博取同情，会让他更讨厌我。刚才怎么也哭不出来，这下倒好，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这一哭，手上也没了力气，不自觉就松了。感觉到夏清宁松开了手，陆惊蛰抱着被子往外走，一转头却看见他在抹眼泪，他没哭出声音，眼泪就那么大颗大颗的往下滴，看起来着实可怜。我的行为和那些欺负他的人有什么区别？犹豫了一下，他转身把被子放回到了床上。好了，你别哭了，我就在这里睡。果然在好男人面前，眼泪就是女人有力的武器。其实站在他的角度，也能理解他的行为，毕竟被人算计，背了污名，还要出于责任娶自己讨厌的人，是个人都有抵触情绪。你放心，我绝不会对你做什么。怎么说了句著名的渣男语录？看他认真的给自己做保证，陆惊蛰倒是有些郁闷了。搞得我跟黄花大姑娘一样。一直关注着两人的何珊珊再也坐不住了，轻手轻脚的走到两人房门外，耳朵贴着门仔细听。出来上厕所的王明芳看见偷听的何珊珊，一把拎过来拉回房间。你趴人家门外做什么呢？他们俩睡一个屋里，人家结婚证都拿了，不住一个屋，难道还住2个屋？陆惊蛰不是不喜欢他吗？怎么回来就和他睡一起了？4年前是不喜欢，但现在他长这样，有几个男人不喜欢？他长什么样？不就是比我白点吗？那么瘦，儿子都生不出来。好，你漂亮，你最漂亮，你可别把心思放在陆惊蛰身上。我和你陆叔叔早晚是要复婚的，以后你们可就是兄妹了。知道了，真是便宜了夏清宁。陆惊蛰一回来，看把他能耐的，早知这样，当初就该把他丢到瘸子、赖子、
麻子的床上去。闭嘴！我说过多少次了，这件事一个字都不许提了。陆惊蛰要是知道了，我们一家还有好日子过吗？陆惊蛰那些舅舅都是在部队当大官的，他自己职位也不低。你嫂子虽然现在只生了一个女儿，但以后肯定是要生儿子的，你侄子免不了要靠他。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客气，对陆小雪那臭丫头那么好？我知道了，以后再也不说了。你也别难过，那个喜媒婆这次给你介绍这个对象条件也不差，是独生子，家里很有钱，在国营厂上班，人长得也不错。真的吗？什么时候来呀？看把你急的，就这几天了。那你给我买件新衣裳，昨天我在百货商店看到一条裙子，可漂亮了。这个月你不是才买了一件吗？你看你柜子里都多少衣服了？哎呀，这不是要相亲吗？那件真的很好看，大红色的，相亲穿多喜庆呀。买，给你买，正好夏清宁马上也发工资了，到时候就给你买。不知道这个月的工资已被隔壁母女俩预支了的夏清宁，正和陆惊蛰躺在床上，各自盖了一床被子。两人虽然拿了结婚证，但并不熟，所以都默契的没有开口说话。你不用睡那么外面。没关系，还是远点吧，我怕睡着了翻身挤着你。你不是说自己睡觉很老实吗？我睡觉是很老实，但是现在这身体又不是我的，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老不老实。别一会睡着了，一个翻身就把腿搭陆惊蛰身上去了，到时候他再误会了，把我赶出去，那可就太丢人了。应该是老实的吧，不过你放心，我对你绝对没有那种想法，绝对不会对你做什么的。说完，夏清宁才意识到这话听起来有种此地无银300两的愚蠢。你这次探亲假有多长时间呀？1个月。哦，1个月时间不长不短，正好够我把这边的事都处理妥当，到时候不出意外就能跟着陆惊蛰去随军，到了部队里可以去文艺部、宣传部，或者当老师也行。等明年高考了再考个大学，即使不能改变书里的剧情，也有底气不再依靠别人，把以后的日子过好。半夜迷迷糊糊中，陆惊蛰感觉有人正往自己怀里钻，他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的被窝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他贴得很近。你干什么？我好难受。这个女人真是不知廉耻，又想故技重施，果然我就不该相信她。出去。见他不动，陆惊蛰不惯着他，抬手就来拉他，手碰到他的皮肤，这才发现他在发高烧。他身子弱，这样烧下去不是办法，得去医院才行。陆惊蛰迅速抱起夏清宁往医院走去。夏清宁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了，他缓缓睁眼，就见头顶吊着一个玻璃输液瓶。还好选择了抱陆惊蛰大腿，要是和他离了婚，就这具身体回乡下种地，不累死也得饿死。一转头就看见了睡着的陆惊蛰，这男人长得可真好看。或是出于军人的敏锐，被夏清宁看着的陆惊蛰很快就醒了，一睁眼就对上了他直勾勾的目光。醒了？饿吗？饿了。我去给你弄点吃的来。他刚转身，就迎面来了一个女医生。陆惊蛰，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还在原来的军区守卫部队吗？还在。你受伤了吗？怎么在医院？没有，是家里人病了。哦，谁生病了？严重吗？陆惊蛰转头看向夏清宁。没事，只是昨天受了凉，有些发烧。蒲月顺着陆惊蛰的视线看过去，便看见了已经坐起来的夏清宁。只见床上的人儿虽然有些病容，但依旧十分漂亮。哦，是她。蒲月明显是认识原主的，却并没有称呼嫂子，而是用她来代替，显然并不怎么想承认我的身份。我现在在这里做医生，有什么要帮忙的，你尽管开口。好，谢谢。跟我还客气什么？都这么熟了，你可别忘了以前在部队，我们可是一起上过战场的。这革命友谊可是一辈子不会变的。你先忙。好的，我们回头再聊。昨天晚上来的，哪里不舒服？喉咙有些难受，其他还好。体温现在如何？没量体温，不知道现在多少。那一会量量。从蒲月的态度看来，夏清宁知道他并不喜欢自己，甚至带着一种轻慢和敌意，不难猜出他对陆惊蛰有点意思。你和陆惊蛰？他似想问什么，话说了一半却停住了。没什么。然后转身走出了病房。等蒲月拿着温度计过来时，就看到了让他难过又难以置信的一幕。只见那个冷静自持、不苟言笑的男人，此时正喂着一个女人吃饭。蒲月心里又酸又涩，但还是带着笑意走到了两人身边。在喂嫂子吃饭呢。他手不方便。原本叫夏清宁嫂子只是想试探一下，却没想到陆惊蛰并没有否认他的身份，这让蒲月心里的难过又多了几分。我来给嫂子量一下体温。好。放在腋窝下，5分钟后再拿出来。好的。蒲月没再询问他什么，而是看向陆惊蛰问：你吃饭了吗？没有，一会去下面吃。我们职工有专门的窗口，打饭人少不挤，一会我带你下去吃吧。不用了，不合规定。
原本还想和他一起吃饭，听到他这么说，又清楚他的为人，蒲月便没再邀请。我去探望郭校长时，他还时常念叨你呢。这次回来，你要不要过去看望一下他？要去。我也有一段时间没去看望他们了，你什么时候去？我们约着一起吧。当着我的面，又是约吃饭，又是约去看望人，这蒲医生还真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啊。好呀，不过这几天他要陪我回趟娘家，可能没时间。要是蒲医生着急的话，可以先去。原本以为自己帮陆惊蛰拒绝的已经够明显了，但蒲月仿佛没听懂一下。我不急，等惊蛰忙完了去也行。这人怎么这么不识趣？我们还有些别的事要做，探望校长的时间怕是不好定。哦，那行吧。真是猴子学走路，假惺惺。蒲月约陆惊蛰去探望郭校长，被夏清宁拒绝。不好意思呀，蒲医生。没事，这哪里是麦亚军口里没文化的农村丫头，我看她倒是厉害得很，可以把温度计拿出来了。夏清宁从衣服里拿出了温度计，递给蒲月。蒲月看了看说，烧退了，多喝水，这2天吃清淡的食物，你有点营养不良，还有些低血糖，平时多吃点饭，别为了保持苗条，把身体饿坏了。好的，蒲医生，我记住了，那我以后多吃点饭，不省钱了。原来是因为平时没钱，吃不饱饭饿成这样的。意识到这一点，陆惊蛰忽然有些自责，这些年他因为心里有气，从来没管过他，也没给他寄过钱。以后你都不用再省钱。蒲月原本是想让他难堪，才那么说，没想到倒吃了一波狗粮。如果下午没再发烧了，就可以回去了，如果不放心，也可以再输2天营养液。我们说。看着陆惊蛰这么关心夏清宁，蒲月心里很不是滋味，也不想继续留在这里。那行，我去给你们开单子。看着蒲月悻悻的离开，夏清宁心里舒畅多了。刚刚不好意思呀。什么？自作主张帮你拒绝了蒲医生的邀请，我看你好像不想和他一起去，又怕你不好意思当面拒绝他，所以才那么说的。没事，你没生气就好。陆惊蛰现在可是我的保护符，我可不想惹他不高兴。接下来夏清宁又输了2天营养液，中间王明芳来过2次，炖了鸡送来。面子工程这一块他一向周到，出院时陆惊蛰却带他来了百货商店，在里面买了2罐麦乳精。虽然他没明说，但夏清宁知道他是专门买给自己补身体的，因为陆惊蛰还有事要办，把东西拿回家放在客厅的桌上就出去了。夏清宁先回了房间，准备收拾收拾。就在这时候，下了班的何珊珊进屋就看到了桌子上的麦乳精，2只眼睛瞬间亮了，迫不及待地跑进厨房，拿了他的专属小白瓷碗，准备打开了麦乳精的盖子。你在做什么？你管我做什么？眼睛瞎了，不会看呀。看到他如此嚣张，夏清宁也没惯着他，走上前去，一把夺过罐子。这不是给你买的，要吃你自己去买。什么你的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臭丫头快给我拿过来。夏清宁那小身板怎么可能是一身蛮力的何珊珊的对手，罐子一下就被他抢走了。只见他抱着罐子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吃点你东西怎么了？说完还不解气的抬手猛地推了夏清宁一把，他力大如牛，夏清宁差点就要摔倒。这时走进屋的陆惊蛰身手敏捷地扶住了他的肩。我不是故意的。如果下次再敢对他动手，我不介意让你的胳膊再也抬不起来。听完这话，何珊珊脸刷的一下白了，显然被震慑住了。陆惊蛰没再说什么，直接回了房间。夏清宁走到桌前，将2个罐子都抱走了。不用，你自己喝就行，我身体好着呢，根本用不着补。只有像他这样营养不良，一个小感冒就要去输液的身体才应该补一补。都泡好了，你也喝点吧。夏清宁说着端起自己那碗，慢慢的喝了起来。别省着，喝完了再买。好。小小的一张脸，看起来精致又可爱。陆惊蛰自己都没发现，他在看夏清宁的时候，唇角微弯了下去。傍晚的时候，出差的陆百川回来了，看到许久没见的儿子，心里十分开心。你还愣着做什么？快去洗呀！别忘了，我的碗筷要分开洗。只听哐当一声，何珊珊的小白瓷碗却碎成了好几块。我的碗。夏清宁，你手断了吗？连个碗都拿不稳。夏清宁正要说话，就见陆惊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忽然抬手扶住额头，身体摇晃了2下，仿佛下一秒就要摔倒。陆惊蛰立刻上前一步扶住了他。怎么回事？没事，就头有点晕，没拿住，把碗摔了。这时候听到声音的王明芳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哎呀，这是怎么了？头晕就回房间休息。可是碗还没洗呢。屋里是没有其他人了吗？这碗非要你洗不可。可是以前做饭、洗碗、洗衣服，所有的家务都是我做的。哎呀，清宁呀，大家都住在一个屋檐下，这家务活哪里分得那么清楚？不都是谁得空谁做吗？哦，原来这几年婶子和珊珊都没空，只有我一个人有空。那我去洗吧。放着，要是没人洗，我一会来洗。这是哪里话？怎么能让你洗？
珊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眼力见啊？还不快去洗碗！以前他无论是病了还是伤了，只要能喘气，这些事都是他做。怎么陆惊蛰回来他就做不了了？那就麻烦珊珊了。刚刚我还不小心打碎了你碗，不好意思呀。他这明摆着就是要给何珊珊继续添堵。何珊珊脸都青了，正想发作，却被一旁的王明芳拉住了。哎呀，不就一个碗，再买就是了。那我就先回房休息了。在何珊珊怨毒的目光中，夏清宁优雅地转过身，回房间去了。他装的，他就是装的。精明的王明芳怎么可能没看出夏清宁是在装晕？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夏清宁这么能装，这么会说话，他不是一直都是蠢笨好骗的吗？难不成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脑袋突然变灵光了？还有，陆惊蛰今天给他买了2罐麦乳精，我想喝一点，他都不给，全让他拿屋里去了。我的碗也是他故意摔的。自从陆惊蛰回来以后，他尾巴都快翘上天了，不但敢不听我的，还专门和我作对。妈知道你受委屈了，你放心，陆惊蛰在家里待不了多久，这段时间你先忍一忍，等他回了部队，我们再好好收拾他。等陆惊蛰走了，看他还怎么嘚瑟。母女俩的谈话一字不落全被门外夏清宁听到了。哼，还想要收拾我，那就看到底谁收拾谁吧。啊，我给你带了瓶酒回来。4年没回来，拿瓶酒就想把我打发了。哟，华国茅台，这酒好，这酒好。陆百川性格爽朗豁达，虽然被冤屈，吃了很多苦，却从未自怜自哀、自暴自弃。后来恢复了工作，他也兢兢业业，没有半点怨言。就知道你喜欢。这几年身体还好吧？还好，还好，吃得下，睡得着。你2个舅舅呢？以前在战场上负的伤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吧？大体上还好，只有2舅的腿阴雨天偶尔会疼，钢板打在骨头里也难免。这次回来待多久？1个月。那不错。对清宁，你是怎么打算的？我会试着和他好好相处，然后尊重他的决定。我知道这件事你有委屈，但我们是男人，既然娶了，就要担起责任。我明白。既然回来了，抽个时间去清宁娘家看看吧。当初你在乡下，你玉梅婶子没少疼你，你根叔不在了，你现在也算他们家半个儿子，回去尽尽孝也是应该的。好。爸，你有复婚的打算吗？当然没有，他是你大哥的妈，我不能阻止你大哥认他，这不符合伦常。但是就我个人和他，这一辈子再没有可能。这些话在他住进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给他说得清清楚楚。听了父亲的话，陆惊蛰心定下来。他厌恶王明芳，不只是因为他是陆百川前妻，更因为当初他为认回自己的儿子，在人前磕头下跪逼迫苏慧，最后更是在苏慧生病时诋毁污蔑他，让他走得都不安心。这些他无法忘记，也无法原谅，更不可能再和他成为一家人。从父亲房间出来，洗漱完回到房间时，夏清宁已经铺平了被子，两人一人一条。好在他还算明理，除了让我留在这里睡觉，没再提什么过分要求。陆惊蛰坐到椅子上，看到桌子上装着水的搪瓷杯。你倒的。你晚上渴了可以喝。谢谢。这2天也谢谢你照顾我。这里有100块，你先拿着用。夏清宁没想到陆惊蛰会忽然拿钱给自己，犹豫了一下，抬手接了过来。谢谢。以后每个月我会给你邮30块，你不要再节约不吃饭。你给我的钱我都记下来，以后等我赚了钱就还给你，还有买麦乳精那80和11块的医药费。不用你还。晚上夏清宁照就睡得很外面，把更多的位子留给陆惊蛰。还是离他远一点的好，不然一会睡着又靠他身上，他没准又要把我撵出去。现在我可没生病，借口都没有一个。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他真的是很小一只。陆惊蛰看着离自己很远微微隆起的被子，若有所思。他好像真的在刻意和我保持距离，我明明应该很高兴，为啥并没有预想中的开心？夏清宁这一觉睡得很沉，一觉醒来，夏清宁不自觉地翻了个身，却忘记了自己离床沿很近，这一翻直接翻地上去了。好痛，这么大人了，睡觉还能摔下床，实在是丢脸。不好意思呀，吵到你了。你没事吧？没事，你再睡一会儿吧，我去上班了。上班？7点半就要上工。夏清宁换上工作服刚走出来，正好撞见脸拉得老长的何珊珊。大清早的就在房里噼噼啪啪哼哼唧唧，动静弄那么大，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真是不害臊。怎么好工作好男人都被他占了，他一个乡下来的臭丫头，凭什么运气这么好？他不会是听到了我掉床下发出的声音，误以为我和陆惊蛰在做那啥啊？你听见了？那下次我们小声点。你不要脸。说完端着盆子怒气冲冲地走了。看着何珊珊被气歪的脸，夏清宁满意的勾起一抹笑。
我们百货商店的衣服就是好看，你看穿在何珊珊身上多合身，丝儿多亮。哎呀，珊珊又买新衣服了，你妈养闺女真是舍得呀。哪里是新衣服，都穿2、3回了，我就喜欢鲜亮的，那些灰扑扑的看着一点活气都没有。皮肤那么黑，还喜欢鲜亮的，穿起来像个煤球一样。哼，煤球怎么了？煤球不也比你好看吗？你看看你那眼睛，以后快别笑了，一笑就跟没长似的。你才没长眼呢，你黑成这样，站那里不动，别人都能当一块煤炭给你烧了。你说谁黑？你说谁是煤炭？两人越吵越凶，眼看就要动手了。哇，陆二媳妇，你这头发编得可真好看。这一嗓子成功的让大家的目光都转移到了夏清宁的身上。夏清宁走过来，正好站在何珊珊旁边，两人站在一块儿，同样都梳着双麻花辫。何珊珊虽然扎了红色的丝带，但辫子看起来又塌又扁。这都是怎么编的呀？手怎么这么巧？以前都没见你编过呢。就前几天在厂里跟人学的。好看有什么用？松垮垮的，跑2下就散了。我看编得挺结实的呀，应该不会散吧？别理他，我看他就是嫉妒。上次你不是说要教我编吗？是不是忘了呀？没忘，等我下班，你过来找我，我教你。那我晚上就来。行。麦苗，你学会了，别忘教我们呀。没问题，有些人刚才那么瞧不上，我看就别学了吧。我本来就没打算学，谁稀罕？说完就端着盆子，依旧一副高傲的样子，扭身走了。就不教他，气死他！你别怕他，以后他再敢欺负你，我帮你骂他。这姑娘性格还挺可爱的。洗漱完，夏清宁拿着盆子回到家，陆金哲已经起床了。你什么时候放假？星期天。哦，那就星期天回趟你家吧。他这是要陪我回娘家的意思吗？娘家村子的所有人都以为我嫁的是陆立东，现在他这个小叔子陪我回去，肯定会被人各种猜忌。难道他这是妥协了，准备接受给我名分了？好。夏清宁刚从房间里走出来，就和从何珊珊房里跑出来的陆小雪撞了个满怀。正要说话，就见陆小雪一脸惊恐，眼神闪躲。虽然她动作很快，但夏清宁还是看见了，她手里抓着一把钱。看什么看？走开啦！今天就让王明芳和何珊珊把在原身这里拿走的钱和票全都吐出来。夏清宁正往胡同口走，一辆自行车突然从他身后疾驶而来，擦着他的衣摆骑了过去。受了惊吓的夏清宁险些摔下去。用我的钱买的自行车，还骑来我面前显摆，真是好大的脸！还是要学会骑自行车，毕竟这个年代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学会了以后出行就会方便很多。青年姐，你上来，我载你一程吧。是吴家婶子的小儿子吴晓东，只有15岁，为了接班，把年龄改大了1岁，现在和袁深在同一个工厂上班。因为刚进厂时，袁深教过他一些纺织技巧，所以一直对袁深很好很尊重。这个年代坐男同志的车不太合适，但眼前就是个小孩子，即使思想再保守，也不会往其他方面想吧？步行差不多要走半个小时呢，有车为什么不坐？那就麻烦你了。看到夏清宁竟然答应了，吴晓东有些惊讶，要是以前的他一定会推辞，甚至拒绝。坐好了。在水池边洗漱的陆金哲看见夏清宁坐上了吴晓东的车，车往右边拐了个弯时，夏清宁2只手下意识地抓住吴晓东的衣摆，这一刻估计陆金哲自己都没察觉到，他的脸色已经暗了下来。当然他不只看到夏清宁坐了吴晓东的车，还看见了何珊珊故意用车别他的一幕。沉思了片刻，他端起盆往家里走去。青年姐，你抓紧了。还没反应过来，就见吴晓东卖力地蹬起车来，车速立刻快了起来，没一会儿就追上了前面的何珊珊，并擦着他的车开了过去。哼哼，被他擦着车超车，又被他这一声响，何珊珊的车龙头没稳住，直接摔了下去。吴晓东，你眼瞎，看不见呀？对，我瞎，看不见，跟你学的。夏清宁是你叫他这么做的是不是？还学会教唆小孩做坏事了，真是长本事了。看我晚上回去怎么收拾你。吴晓东已经把车骑出很远了，根本听不到他的咆哮了。叫他欺负人，叫他瞎嘚瑟。他现在估计要气死了。青年姐，你不怪我，你在帮我，我怪你做什么？你以前不是挺怕他吗？现在不怕了，以后再也不怕了。对，他要敢再欺负你，我还帮你教训他。快到工厂时，吴晓东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提醒夏清宁。青年姐，你别和那个姓廖的走得太近了，他不是什么好东西。青年姐，你别误会，我没说你，我是说那个姓廖的心术不正，我怕你吃亏。我知道，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先上去了，今天谢谢你了。别跟我客气，这不顺路吗？清宁呀，身体好了吗？没什么大碍了，谢谢组长。平时要多注意点，多吃点饭，身体才会好。廖主任前2天来找你，我说你请病假了，他说让你来厂了，就去他办公室一趟。这个廖强一定是为上次的事心虚，
才会这么迫不及待来找我。好，我现在就去。廖主任找我有什么事？青宁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听说你这2天生病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担心。那天是我一时换了糊涂，你别放在心上呀。以前的事我可以不放在心上，以后还请廖主任自行自重。哎呀，你别生气了，那天我不是不救你，只是吓懵了。你说你好端端的跳什么河？要是有个3长2短的，我得多伤心呀！你知道的，我是真心喜欢你的。喜欢这种话，廖主任还是不要说了，流氓罪可是要被击毙的。廖强笑起来，完全没把夏青宁的话当回事。为了你被击毙了，我也心甘情愿。2天不见，你比以前更漂亮，更迷人了。说话间手已经不安分地抬了起来，眼看就要搂住夏青宁的腰。只听啪的一声，没有任何防备的廖强整个人都懵了，睁着眼不可思议地看着夏青宁。臭丫头，你疯了是不是？我刚刚已经叫过你自重了，你自己不听，那我只能手动教你了。好你个臭丫头，居然敢打我！廖主任，你还不知道吧？我丈夫已经回来了，你以后最好离我远点，他现在可是团长，要是知道你那天做的事，你说他会把你怎么样？廖强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没想到夏青宁那个当兵的男人真的回来了，更没想到他职位这么高，他一个小小的车间主任去招惹团长的媳妇，那不是妥妥的找死吗？果然还是团长老公好使。下班后刚走到厂门口，又遇到了吴晓东。青宁姐，还是坐我车回去吧。青宁姐，你知道吗？那个姓廖的今天被人打了，脸都肿了，中午不好意思去食堂，饭都没吃成，刚刚走的时候还用包挡着脸，生怕被人看到，哈哈哈。哦，是吗？也不知道是哪位勇士打的，真是解气呀。要是他知道他口中的勇士现在就在他旁边，会不会惊掉下巴？打得好，小东弟弟，你要是方便的话，先载我去一趟供销社吧，我买点东西。当面方便，我现在就载你去。没多时，2人就到了供销社。在进去时，夏青宁掏出10元大团结，特意和吴晓东换零了。青宁姐里面不是可以找零吗？我有用。吴晓东虽然很疑惑，但也没再多问，跟着夏青宁走了进去。夏青宁刚走进去，柜台里的何珊珊一眼就看到了他。你来这里做什么？你说来做什么？当然是买东西了，难道还能是专门来看你啊？你买什么？你管买什么，反正不是买你的猪大肠。供销社一个售货员怀孕了，就招了何珊珊来做临时工，把她分配到了卖猪内脏的区域。夏青宁没理她，直接走到买日用品的区域。同志，帮我拿一个搪瓷盆。你买搪瓷盆做什么？家里有盆你不许买。我花我的钱买我的盆，和你有什么关系？同志，给我拿2个质量最好的。你何珊珊没想到一向胆小的夏青宁居然敢回怼自己，一时被气得说不出话来。雪花膏、洗头膏、牙刷、牙膏、肥皂都帮我拿一下，还有毛巾也要2条。不对，他哪里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你发工资了？发不发工资和你有关系吗？蓝色碎花和淡紫色碎花的确凉，帮我各来1匙。夏青宁买了这些，把钱都花了，我的红裙子怎么办？不许买，不许买，你什么都不许买。你们供销社的售货员是怎么回事呀？这是不打算卖东西给顾客吗？何珊珊，你怎么回事？临时工也应该有点职业素养吧？你要不想做，明天可以不来。不是的，不是的，这是我嫂子，她的工资不能拿来买这些。为什么不能拿来买这些？我的工资不买自己想买的，难道要买你想买的吗？你闭嘴！你才应该闭嘴，别在这里捣乱，卖你的猪内脏去。在大姐的威严下，何珊珊心不甘情不愿地闭了口。你要2匙是吧？蓝色碎花和淡紫色碎花各1匙。这个不比棉布要贵很多，做一件衣服至少要4匙，你买2匙不够用。青宁姐，你是不是没布票呀？我这里有。不用了，我不做衣服。好，1匙1块5，2匙就是3块。大姐拿着尺子量了一下，熟练地拿起剪刀，手起刀落，剪下2块布包好了。同志，还需要什么吗？再来2支冰棒吧。我们冰棒有3种口味，香蕉的3分，绿豆的4分，牛奶的5分，你要哪一种？那就来最贵的吧。搪瓷盆2个4块6毛，日用洗漱1块8毛，雪花膏洗头膏1块4毛，的确凉3块，冰棒1毛，一共10块9毛。票给你开好了，你去那边结账，然后到前面来取所有的东西。这可是我要买衣服的钱呀，他居然这么大手大脚，一下就花了10块多。一会回去，我一定要告诉我妈，把夏青宁的所有工资都没收，1分都不给他留。夏青宁结完账，将刚刚买的冰棒递了1支给吴晓东。小东弟弟，姐请你吃。谢谢青宁姐。牛奶味的冰棒我都舍不得买，夏青宁居然当着我的面请别人，真是气死了。
看着何珊珊愤怒又压抑的表情，夏清宁很是满意。见目的达到，便和吴晓东走出了供销社。车子往前行，微风吹在脸上，两人开心了一路。夏清宁还约好以后上下班都搭吴晓东车。刚到大院，就见麦苗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清宁，快回家看看，惊蛰哥给你买什么好东西了。夏清宁一进自家院子，就看见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停在那里。陆二媳妇，你命可真好，你家男人一回来就给你买这么好的车。那可不是，凤凰牌呢，一辆就要100多块，我不吃不喝都要大半年才买得起。你看这车鞍都是牛皮的，骑起来一定很舒服。羡慕就叫你男人也给你买一辆。这么贵的车，别说新的，旧的他都舍不得给我买。会爬床就是好呀，男人再贵的东西都舍得买。惊蛰哥对你可真好，要是你哪天不用，可不可以借给我骑一下？不是我不愿意给你骑，这车可能不是买给我的。你傻呀，这是26大杠，专门给女人用的。惊蛰哥除了买给你，还能买给哪个女的？确实比吴晓东他们骑的28大杠要小一些。如果陆惊蛰自己骑的话，就他那长胳膊长腿的，不可能买26大杠。难道真是买给我的？带着疑惑，夏清宁走进屋里，发现陆惊蛰并不在家。你不是要学编头发吗？那车有空可以借给我骑吗？可以，但前提是它得是我的才行。当然是你的。今天我们学编哪一款？我手笨，你可不许嫌弃我呀。编我上次那款斜着的吧，要简单一点。夏清宁开始教麦苗，慢慢的他发现麦苗说自己手笨，真不是谦虚。不过他并没表现出不耐烦，还是细心的教他。夏清宁的耐心反倒让麦苗不好意思了。我以为挺简单的，原来这么难。为什么头发在你手里那么听话呢？慢慢来，你会一种编法，就能编出很多不同的款式，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我听说你和惊蛰哥睡一间房了。夏清宁没想到他会问这么私密的话题，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果然男人都是一样的，嘴上说着不喜欢，身体倒是很诚实。今天他来我家看我爸吗？我听到我妈问他没打算要孩子，他说……麦苗正要往下说，突然见一双大长腿迈进了屋，立刻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夏清宁随着他的目光下意识地往门外看，就见到陆惊蛰走了进来。我回去了，晚上再努力呀。陆惊蛰说了什么？我又为什么要努力？那个外面的车子给你买的，以后上班骑。他怎么突然这么照顾我？估计他这人就是人帅心善，看到我身体太弱，觉得可怜，所以买个代步工具，让我不那么辛苦。不愧是可以当男主的人，心胸宽广，格局大。谢谢啊，这车多少钱？问这个做什么？不做什么呀，就好奇一下。158块在这个年代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而且买自行车还需要票，那个更难弄到。没想到陆惊蛰这么财大气粗，这大腿是抱对了。刚刚我去了趟供销社，买了些洗漱的，给你也带了一份，自己用自己的比较卫生。陆惊蛰看着他递过来的东西，没有犹豫接了过来，这些正好用得上。虽然比起他买的自行车，这点东西算不上什么，还是用他给的钱买的，但多少也是自己的一点心意嘛。我先去做点东西。他拿着下午买的布料走到何珊珊房间外的缝纫机前，一边做一边耐心地等着何珊珊回来对自己兴师问罪。妈，你不知道夏清宁那个臭丫头今天有多嚣张，简直气死我了。她到我们供销社来买了好多东西，毛巾、牙刷、肥皂啥的一大堆，还有的确良、搪瓷盆都买了2个，还有她还请吴晓东支5分1根的冰棒，一共花了10多块。她真花了10多块，你看清楚了？看得清清楚楚的，她掏钱时可大方了，一点都没犹豫，还说她用自己的工资买自己的东西，我管不着。不对呀，她还没到发工资的时候呀。那她哪里来那么多钱？妈，快走，我们回去找她问清楚。两人刚到屋里，就看见夏清宁拿着什么东西从何珊珊房间那方向出来。夏清宁，你去我房间做什么？哟，这么快就回来了，好戏就要开始了。谁去你房间了？你还不承认？我都看见了，你手里拿着什么？想到了什么，何珊珊快步跑进自己的房间，从床上拿起枕头，找了好一会儿，却一无所获。我的钱全没了。好呀，夏清宁，我说你今天怎么有钱买那么多东西？原来是偷我的，你个小偷！以前偷人，现在偷钱，臭不要脸！你凭什么这么说？谁偷你东西了？你把话说清楚。就是你个臭不要脸的，没偷你去我房间做什么？没偷我的钱怎么不见了？难道他还能自己长脚跑了不成？他嗓门很大，声音又有穿透力，很快就惊动了左邻右舍，大家都不约而同往陆家走来。钱不是我拿的，我也没进你房间，我们找大家评评理去。有你这样平白无故冤枉人、乱骂人的吗？听夏清宁这么说，又见外面有人围观，何珊珊更来劲儿了，拉着夏清宁就往院子里走。大家快来看看，夏清宁就是个小偷，偷我10多块钱，
刚刚被我抓住了。夏青宁本意就是把事闹大，假意挣扎了几下，其实特别配合的被何珊珊拉了出去。珊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陆二媳妇一向老实本分，怎么会偷钱呢？你可不能冤枉了人家。我冤枉他？你去问问你们家吴晓东，他今天是不是到我们店里买了好多东西，还请了你家吴晓东吃冰棒，他又没发工资，不是偷我的，哪里来的钱？青宁不是在纺织厂上班吗？工资又不低，这个月没发，以前的总还有吧？你怎么那么肯定钱是他偷的？他以前的工资……何珊珊正要开口解释，就被王明芳拉了一下。反正他身上不可能有这么多钱，刚刚我回家就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他正好鬼鬼祟祟的从我屋里出来，手里还拿着东西。你刚刚进我屋里又偷了什么东西？让我看看。没等夏青宁开口，直接上手就抢。夏青宁故意攥紧了拳头，一副怕抢走什么的样子。你放开我！他越是反抗，何珊珊越是笃定，蛮横的用力掰开他的手，手松的一瞬间，发圈、发带掉了一地。你看，青宁根本没拿你的钱，你就是乱冤枉人。就是他偷的，他今天已经用了。何珊珊气急败坏的抬起手，狠狠把夏青宁推了出去。你干什么？他偷我钱。见陆惊蛰出面维护，老好人王明芳马上走到夏青宁面前。青宁呀，拿了你就承认吧，都是自家人，这钱我们不要你还，做错了是不要紧，以后我们不拿了就好。我没拿，你说我拿了你的钱，有什么证据？你今天买的那些东西就是证据。如果你没偷，你倒是说你买东西的钱是哪来的？夏青宁没有发工资，不可能有那么多钱。现在看他还怎么狡辩。我给的。你给的？不可能，他今天买东西用了10块，我正好丢了10块，哪有那么巧？谁说我身上只有10块了？夏青宁当着众人的面掏出了一大把10元钞票。难道这些钱也是你的吗？青宁，你这孩子真是的，惊蛰给你拿了钱，你怎么早不说，闹出这么大个误会？明明是他们的错，现在真相大白了，又把责任都推到夏青宁身上，欺负他没人撑腰是不是？怎么，我给他拿钱还要给你报备吗？终于说到重点了，夏青宁知道现在应该自己出场了。只见他看向王明芳，声音里带着委屈和无奈。可能婶子觉得你给我的钱也应该像我每个月的工资一样交到他那里吧。难怪青宁姐在纺织城工作几年，平时却没几件像样的衣服穿，买东西也很节约，原来她的钱都被他们拿走了呀。就是收走了人家的工资，还要把别人当贼抓，这也太缺德了。何珊珊才去供销社几个月，工资也不高，天天还穿得花枝招展，原来是拿儿媳妇的钱来供养闺女啊。哪里是儿媳妇，人家惊蛰又不是他儿子，这就更不应该了。我看王明芳平时挺好呀，怎么会？惊蛰呀，你千万别误会，并不是只有青宁的工资，你大哥大嫂还有珊珊的工资都放在我这里保管着呢。珊珊，你个臭丫头，还不快给青宁道歉？他有钱也不代表他没偷我的钱呀，我的钱确实不见了呀，不是他拿的还有谁？你个臭丫头还在胡说八道什么？青宁呀，你别和珊珊计较，今天是我们不对，不应该冤枉你，婶儿在这里给你赔不是了。说着话就弯下腰来，要给夏青宁鞠躬。夏青宁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他。我可不会让他这样不痛不痒的鞠一躬就把事情圆过去了。婶儿，你别这样，今天的事也不能全怪珊珊，也怪我平时身上也没点钱，买个什么东西还要被当成贼抓。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再发生，以前我存在婶子这里的工资还是我自己保管吧，以后我的工资就不交给你了。刚刚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表示每个月工资交给了我，又说不怪珊珊冤枉他，原来就是为了有理有据的提出要拿回工资，现在还表示以后的工资也不交给我保管。这么多人看着，这件事已经被架到明面上，现在想要掩盖过去也不行了。这个死丫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这么会算计了？那怎么行？要是他不交工资了，以后我哪有钱去买漂亮衣服鞋子和好吃的？怎么不行？何珊珊被陆惊蛰这强大的气场震慑住了，不敢再开口，只能用求助的眼神望着自己的妈王明芳。婶子，我要回自己辛苦赚的工资有什么不对吗？你放心，我一分也不多要，以前我交给你的钱都记录在这个本子上呢，一共是478块，什么时候交的，交了多少，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你看看吧。青宁不是婶儿不愿意把钱给你，你看我们家的缝纫机、收音机还有自行车，哪一样不要几百块？这些东西你平时也在用吧？我们是一家人，没必要。我们不是一家人，你搞清楚，你和我爸早就离婚了，他从来没有和你复婚的打算，我们和你永远都不可能是一家人。惊蛰，你可不能说这么没良心的话呀！再怎么样，我也是你哥的亲吗？这些年我在陆家当牛做马，照顾这个家，照顾你妹妹，好吃的都紧着她，待她比我亲孙女都还好呀。
还有你媳妇刚来陆家时面黄肌瘦，没点人样，你看现在她是什么样子，白净又漂亮。要说我苛待她，老天爷也不会答应呀。当初你和她立冬杀人的心都有了，也是我劝她，都是自己兄弟，别太计较。我一心为着陆家，一心一意的付出，现在却落个里外不是人。都说后妈难当，我看这前妻也不好做呀，能做到她明芳婶子这样也不容易了。该说不说，他对陆家那丫头是真的好。夏清宁嫁给陆惊蛰时，他明芳婶确实也没说什么。今天算是领教到了什么叫巧舌如簧，这王明芳可真不是一般人，句句都在展示自己劳苦功高，一句也不提他对原身做的事，到最后还不忘拿小叔子睡嫂子的陈年旧事出来，真是够歹毒的。王明芳既然要立善良前妻的好人设，那我就撕开他的伪装，让大家看清楚他到底是个怎样的前妻。婶子，我觉得惊蛰说的没错，你和爸离婚这么多年，各自都再婚再娶了，确实也算不上一家人了。至于爸永远不会和你复婚这件事，我想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原因吧。当初爸被下放去农村前，你听到了风声，主动提出离婚的，对吗？你什么都不知道，别在这里胡说八道。我胡没胡说，婶子你心里清楚。当时你为了自己过好日子，离婚时连1岁的孩子也没要，不是吗？不仅如此，你还写了和他们断绝关系的保证书是吧？然后一转身就嫁给了查办爸的革委会主任，你的保证书还在爸那里收着。你嫁给革委会主任的事也是不争的事实，爸在乡下受苦，你却在城里享福。你这样的人，惊蛰不把你当一家人，哪里有错了？爸一直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是顾及着你的颜面，你的身份住在这里本来就尴尬，现在还要求惊蛰把你当一家人，是不是太强人所难了？当时那个情况，我那么做也是为了自保，我想着把自己的生活过好点，再把孩子进来身边，不让他吃苦受罪，我有错吗？再说这都是我和你爸以前的事了，我在这个家没有对不起你们这些小辈吧。当初你和陆惊蛰做了那事儿，让我儿子受了那么大耻辱，我连重话都没说你们半句，现在你们夫妻倒是起了心，一起来羞辱我，你们还有没有良心？我为什么会在陆惊蛰的床上？你不是比任何人都清楚原因吗？这话说出来，众人再次被震惊到了。陆惊蛰也不自觉地看向了夏清明，似在思考。我清楚什么？我不清楚，难道还能是我把你绑到他床上去的吗？你一直拿这件事来说事，不就是想让惊蛰内疚自责吗？可是他有什么错？当时他在部队里已经是营长了，条件那么好，喜欢他的家世好的女人多的是，难道还会对我这个乡下来的丑丫头有什么非分之想吗？他也是被逼无奈娶了我，所以他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他为了维护我的颜面，竟然这样贬低自己。至于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床上，我不说你也清楚。你别忘了，当初我爸可是为救你儿子搭上了自己的一条命，你们这样对我，就不怕他泉下不宁，午夜来找你们吗？你胡说八道，我们什么也没做，我王明芳行得正坐得端，才不怕什么神鬼。王明芳大声地为自己辩解着，但显然底气不足，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慌乱。就在这时，他忽然瞥见自己的儿子陆立东走进了院子，像是终于找到了依仗，哇的一声又哭了起来。妈，你怎么了？立东呀，你可回来了，妈只想过来帮你带带孩子，减轻你们夫妻的负担，没想到要被人这么欺负，这么冤枉，妈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了，妈现在就去收拾东西，马上就走。妈，这是你儿子家，你想住就住，没人能赶你走。我待在这里只会讨人嫌，无论我做得多好，把小雪照顾得多好，我始终是个外人，人家说赶就赶。立东呀，妈也不想你为难，妈现在就走。走之前先把工资还了。什么工资？哎呀，立东呀，你这弟弟真是一点不念我对这个家的好呀，心里只有钱。闹什么？陆百川看起来并不威严，但作为一家之主，说话倒也自带分量。怎么回事？夏清宁主动上前，把事情说了一遍。这2年清宁一共存了478块在你那里，既然现在他想要自己保管，你去把钱拿出来还给他。不是，老陆你不知道，孩子们的钱我都是放在一起做家里的开支的。你看家里的缝纫机、收音机，还有自行车，这些都是我用钱买的。婶子，你是不是记错了？家里的收音机是大嫂的嫁妆，缝纫机是去年我评上优秀女工，厂里奖励的。那还有辆自行车呢？自行车总是我出钱买的吧，好几百块呢。可是自行车我一次也没骑过啊，也要我出钱吗？车就放在那里，我也没说不让你骑呀。这样好了，以后就给你骑。珊珊，快把钥匙给清宁。这人也太没脸没皮了吧，把一辆又破又旧的二手车说成几百块，现在还想用这破车来堵我的嘴，想的倒是挺美的。婶子，我看就不用了吧。你看，不是婶子不给你骑，是你自己不骑。惊蛰给我买了一辆新的，我就不骑你的车了。陆惊蛰居然给他买自行车了，还是凤凰牌的。别说了，去把钱拿出来还给清宁。现在王明芳没有任何理由霸占着原身的钱不肯还了，只见他极不情愿地掏出一沓钞票递到夏清宁面前。清宁呀，婶子身上就只有这些，你先拿着，剩下的婶子后面再拿给你。拿100多块就想打发我，这个老刁妇果然不会那么爽快还钱。他嘴里说着以后，
估计是没有以后了。今天要是不让他全还回来，以后怕是没机会。婶子要是不是在你脖子上吗？怎么会没有钱呢？啊，该不会你的钱箱也被偷了吧？我去帮你拿出来，你打开看看呢。王明芳这人心思特别重，从来没有把钱存银行的习惯，只会放在自己身边，这样看得见摸得着，他心里踏实。哎呀，你看我这记性，怎么把这事忘了？婶子现在就去帮你拿。清宁呀，婶子从来没想过要你的钱，都是一片好心，怕你年轻不懂事乱花，才帮你存账。你看478块，一分不少，全在这里呢，你可要收好了，别一会像珊珊一样被人拿走了，我这里可就没有了。只要婶子不惦记，他就丢不了。你现在有这么多钱了，偷我那10块也应该还给我了吧？刚刚我已经证明了，我买东西的钱是惊蛰给的，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冤枉我，辱骂我，难道不应该给我道个歉吗？要我给你道歉也行，除非你拿出证据，要是你能证明钱不是你偷的，别说道歉，要我跪着道歉都行。我不要你下跪，只要你把这2年在我这里拿走的28尺布票还给我就行。要他下跪对我又没什么好处，到时候还落个刻薄的名声，倒不如来点实在的。给就给，但你要是拿不出证据的话，就说明是你偷的，你就得把10块钱还我。我给你1天时间，1天以后你没证据就还我钱。请问陆教授在家吗？大家循声望去，就见一个40多岁的女人牵着陆小雪走了进来。不用1天了，证据来了。林老师你好。你好，陆教授，我找你有点事情，你看方便去屋里说吗？陆小雪今天拿了好多钱来学校，还请好多同学吃零食。林老师是来问情况的。麦二狗，你给我闭嘴！听完几人的话，率先反应过来的是何珊珊，只见她一个箭步冲到陆小雪面前。我的10块钱是你偷走的。我又没偷，是你自己乱放，我是捡到的。你放屁，我放在枕头里的，哪里乱放了？还剩多少？快给我拿出来！还有6块9毛，都在这里，你数一下吧。他原本想私下里给陆百川说的，奈何跟过来的卖家小儿子不知道轻重，直接就喊了出来。你居然用了那么多，这么小就偷东西，长大了还不得去抢呀？我说了，我没偷，是我捡的。你耳朵聋了，听不懂吗？捡的，你再去捡10块给我看看，你个有娘生没娘教的。臭丫头，你胡说八道什么？小雪是你妹妹，用你点钱怎么了？小雪没事，以后没钱了给婶子说，婶子给你拿。还是婶子对我好。陆小雪，给我滚进去站着。陆百川平时都是儒雅温和的，忽然发这么大的火，还真把陆小雪镇住了，立刻跑进了房间。陆教授，这次我正好过来了，小雪这孩子的教育，我想和你谈谈。好的，你先里面请，我一会儿就进来。这是小雪用掉的钱。哎呀，老陆，你这是做什么呀？我刚刚已经说了，钱不用还了，给小雪买点零食吃又没什么。两家人账必须算清楚，以后你只负责带好老大的孩子，小雪就不用你管了。我花了4年，好不容易经营出来的局面，一天之间怎么全变了？爸，你不能这样，妈这些年可是把小雪当亲闺女啊。你闭嘴，何珊珊，现在你去把借清宁的布票还给她，以后要是再让我知道你们占清宁便宜，欺负她，你们就别待在这里了，回自己家去住。要是对我今天的处理不满意，可以现在就分家。听到分家2个字，王明芳母子3人都沉默了。这些年陆百川可没少接济陆立东一家，要是真分了家，对他们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票给了，钱还没到。他说了不要我道歉了。他不要，我要。刚刚被迫还了那么多布票，又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被陆百川训斥了一顿，一直被娇惯的何珊珊哪里受过这么多委屈，竟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珊珊已经把票还给清宁了，清宁也说不要他道歉了。惊蛰你就不能得饶人处且饶人吗？我们孤儿寡母的，没人撑腰，只有被人欺负的份要。这些年到底是谁欺负谁？我想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刚刚只说不让你下跪，并没有说不让你道歉。你冤枉我偷东西，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辱骂我，难道不应该给我道歉吗？夏清宁，你别太过分了。他哪里过分了？事情都真相大白了，钱不是清宁姐拿的，何珊珊做的这么过分，就应该道歉。就是做错了事情，道歉是天经地义的，怎么还能怪清宁过分呢？见大家都帮着夏清宁说话，也知道女儿不占理，反应过来的王明芳立刻对何珊珊使着眼色。清宁，今天是婶子何珊珊不对，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一场闹剧终于以王明芳母子3人完败收场了。回到房间的夏清宁将钱和布票都收了起来。今天不但拿回了属于原身的东西，还让王明芳他们丢了面子，真是出了一口恶气啊！下一步就是为原身洗清爬床的冤屈，不然王明芳就会像今天一样无休无止的拿这件事来羞辱我。既然说出真相没有说服力，那就让他们自己说出来。教育孩子是个难题，但
但还是希望您平时能多关心一下小雪，耐心一些。她天性不坏，只是比较敏感，所以希望您多花点时间陪伴她，了解她，然后再正确的引导她，给她树立是非对错观，让她和同学们相处得更加融洽友好。谢谢你林老师，孩子在学校里让你费心了。陆教授，你平时也要多保重身体呀，别太辛苦了。没事，都是小毛病。那我就先回去了。现在都到晚饭时间了，林老师留下来吃了饭再走吧。林老师，吃了饭再走吗？盛情实在难却，林秀英也不是矫情的人，犹豫了一下，便同意了。今天和珊珊抢她的东西，抬手推她，她一点招架能力都没有，就像是被老鹰抓住的小鸡，即使再怎么努力挣扎，都是徒劳。这样的事，这4年里是不是发生过无数次？过些天回了部队以后，他们会不会变本加厉的欺负她？到时候她不反抗，或者反抗后受伤更重，被欺负得更惨，怎么办？陆惊蛰看着睡在角落的夏清明，想到他今天早上摔到床下的样子，抬手想要把他往里面挪一点，哪知道刚碰到他便翻身拉住了他的手臂，顺势抱在了怀里，用头蹭了蹭，找到让自己舒服的位置才停下来。两人的脸离得很近，他能清晰地看到他密而卷翘的睫毛和白若瓷披的脸上的细小绒毛，看起来是那么可爱。你别误会，我不是故意要占你便宜的，我睡迷糊了，不知道怎么的就不行，我绝对不能被他赶出去。我去打地铺。就在这里睡？哦。他就这么不想和我睡一起吗？宁愿去打地铺都行，就他那个身板还打地铺，就不怕明天起不来？我不打地铺了，那个你能不能先把我松开？陆惊蛰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还抓着他的手腕，估计是刚刚被他气糊涂了，一时忘了，片刻后松开了他的手。这里有什么洪水猛兽吗？啊，没有。那你离那么远做什么？我怕自己睡着了不老实。更不老实的事以前都做过了，现在怕什么？你今天说以前那件事与王明芳有关，是真的吗？如果我说那件事我是被陷害的，你会相信吗？黑暗里，陆惊蛰没有说话，不过沉默已经是他给出的答案了。睡吧，别再过去，就睡中间。第二日，夏清明刚走到院子口，吴晓东已经扶着自行车站在那里等着他了。青年姐，你还坐我的车吗？坐啊。可是我听说惊蛰哥昨天给你买了辆凤凰呢，你不骑吗？买了，可是我不会骑呢。你不会骑车？以前没学过。没事，你先坐我的，等有空了再学。青年姐，我觉得你昨天可真厉害，我从来没见你那么哀呀，反正就是很厉害。昨天我不是说过吗？以后再也不怕他们了。青年姐，我发现自从惊蛰哥回来以后，你就变了。昨天我看他给你撑腰，训斥着珊珊和他妈，别提多解气了。可是惊蛰哥探亲假很快就会休完呀，到时候他走了，你这弟弟可真是为我想的长远呀。昨天那根冰棍没白给他买。没事呀，我会一直这么厉害。没事，还有我们呢，我们会一直站在青年姐这头。等到陆惊蛰起床洗漱时，发现自行车被骑走了，唇角边不自觉地勾起了一个浅浅的弧度。这个年代很少加班，到了5点半就下班了。两人在回家的路上，远远地看见前面有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女人，正骑在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上。青年姐，你看前面那个是不是何珊珊？她骑的自行车好像是惊蛰哥昨天买给你那辆呢，你把车给她骑了呀？没有。他居然偷骑你的新车，你还一次都没骑呢，太缺德了。珊珊，你这车看起来真不错呀，什么时候也借我骑一下呗？我还从来没骑过凤凰牌呢，一定很贵吧？也没多贵，就150-160块吧。150-160块不贵呀，你看你吃也吃得好，穿也穿得俏，现在还能骑这么好的车，真是羡慕。何珊珊听着女人的夸赞，满脸的春风得意。就在这时，一辆车忽然停在了她前面，直接挡住了她的去路。小孩，你眼睛瞎了？不会骑车就别出来，人家这可是凤凰牌的新车，撞坏了你们赔得起吗？你应该问他骑坏了赔不赔得起才对。何珊珊，你偷骑青年姐的新车，出来显摆，要不要脸啊？珊珊，车不是你的呀。何珊珊当场被人揭穿，面子上有些绷不住了。有你什么事？什么叫偷骑？他就放在家里院子里，又没人骑，我骑一下怎么了？商店里那么多东西摆在那里又没人买，你怎么不去全拿走呢？车给你，你会骑吗？不管我会不会骑，车都是我的，你没经过我允许骑走了就是偷。何珊珊自知理亏，也不好意思再争辩下去，抬腿就蹬了出去。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青年姐，快上来！吴晓东载着夏清宁就追了上去，在进院子时却被门口的大爷拦住了。清宁呀，别走别走，你老家人又给你烧东西了。大爷进了亭子，提了一个大竹篮出来，竹篮里装着黄灿灿的枇杷。
你哥哥提来的，这琵琶看着真好呀。他人呢？放下东西就走了，我让他等你回来，他说家里忙，要回去了。哪里是家里有事，这个哥哥只是不想让原生为难而已。哟，乡下的瘸腿哥哥又烧琵琶来了呀！这瘸腿的乡下人倒是怪自觉，每次来放的东西就走，不像我家那些乡下亲戚，提点咸菜来都要吃顿饭。哎耶，吃饭那劲儿哟，好像城里的屁都是香的。这话说的实在难听。夏清宁忽然疾步上前，几步跨到了赵翠兰面前，定定地看着她。你想干什么？赵婶怕什么？我就想看看你这个城里人是不是比我们这些乡下人多长了一只眼睛，一张嘴。我也看看呢，好像也没长呀。那为什么赵婶儿眼这么高，嘴这么臭呀？他赵婶儿，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往上走2代，谁又不是从乡下来的呢？你不也一样吗？不然怎么会有乡下亲戚？赵翠兰一时语塞，竟找不到话来回对。谁眼高了，谁嘴臭了。夏清宁没再理他，弯下腰捧了几捧琵琶给大爷。大爷，谢谢您帮我看着琵琶啊，这些请您吃。小东你也吃。这琵琶颜色看起来倒是不错，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吃。这时吴晓东已经剥开了一颗琵琶，故意当着赵翠兰的面慢慢的吃了起来。赵婶，我帮你尝了，好吃，汁水多，还特甜。是吗？赵翠兰看向夏清宁，眼睛里闪着期待的光。夏清宁像是理解了他的意思，对着他笑了笑，然后捧起一捧琵琶。我忘了，赵婶是城里人，应该吃不惯这乡下东西，我就不送你了。被戏耍的赵翠兰干瞪着眼看着两人离开，心里气不打一处来，却偏偏找不到话来反驳。你别说，这乡下的琵琶还真甜。这一刻赵翠兰的脸直接被气绿了。小东你有时间吗？可以教我骑车吗？好呀，我一定把你教会。那就麻烦你了，我给你教练费啊。青宁姐，你怎么又提这个呀？你觉得我能收你钱吗？没事，我现在有钱。那就换成1个星期2根冰棍，还去供销社买。何珊珊回到自家院子，看见没人，心里终于松了口气。你在做什么？我早上走的时候看见车放在那里没人骑，所以就……没人骑？是啊，没人骑，我看他放着也是放着。陆金哲听到这里，看向了院门口，只见两人正在说着什么，脸上都洋溢着笑容。陆金哲的脸肉眼可见的冷了下来。昨天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是2家人，你妈没教过你，别人家的东西不要碰吗？何珊珊自知理亏，又见陆金哲厉色冷眸，也不敢再开口辩解。就这一次，以后这车你都不许再碰。其实陆金哲根本没那么在意何珊珊偷骑车的事，他只是看到夏清宁坐了吴晓东的车，心里有火没地方发而已。凭什么他连车都不会骑，就能有这么好的车？我不过偷偷骑了一下，就被骂得狗血淋头。有人给你买车，给你撑腰，你很得意是不是？刚刚在陆金哲面前，他下的大气也不敢出，现在却跑到我面前耍威风，真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原身吗？我不应该得意吗？你嘚瑟什么？有车了不起呀？哼，骑都不会骑。是了不起，毕竟你也没有，只能偷着骑。你给我等着，我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夏清宁现在不就仗着陆金哲给他撑腰才这么嚣张吗？等到陆金哲走了，看我不打得他满地找牙。哥哥捎来的琵琶，你尝尝吧。陆金哲没有应声，他抬手拿起了一颗，撕开外面的薄皮，放进了嘴里。甜吧？甜，还是以前的味道。是哦，刚刚小东他们都说好吃。在听到小东这个亲昵的称呼后，陆金哲刚缓和下来的脸色再次冷了下来。你别生气了，其实那车他骑一下也没事，我不在意的。原本是想让他消气，但两人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夏清宁不知道，现在他每一句话都踩在了陆金哲的雷点上。骑一下也没事，不在意，别人都羡慕的车，他为什么就不稀罕呢？又想到他坐在吴晓东的车上，笑得那么自然惬意。他哪里是不稀罕车，是不稀罕我这个人吧？给你买的车，为什么不骑？我不会骑自行车。不会骑，所以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坐吴晓东的车了，是吧？不会骑，不知道学吗？正要去学，你先吃着，我这就去学。说完一刻也没再多留，径直走出了房间。见夏清宁如此听话，抬腿就要往外走，却在下一秒透过窗户看到了吴晓东教夏清宁学车的画面。只一瞬间，陆金哲嘴里儿时味道的琵琶都不甜了。你放松一点，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紧张呀？哈哈，要摔也是我摔，摔不到你。是哟，要摔也是你摔，我为什么这么紧张？不是，青宁姐，你眼睛要看前面，在看前面的同时，青宁姐你脚也要蹬，青宁姐你要稳住车龙头呀。在吴晓东一顿纠错中，夏清宁变得手忙脚乱起来，可越是着急，就越容易出错。青宁姐，车龙头，车龙头。原本心里就紧张，吴晓东这一嗓子喊出来，直接给夏清宁吓慌了神，车龙头一歪，眼看就要摔下去了。
就在这时，一只大手伸了过来，原本不受控制的自行车瞬间稳当的停了下来。哇，好险！还好惊蛰哥来得及时。青柠姐，你没事吧？刚刚真是太惊险了。没事。都怪我一不留神没扶住。你放心，下次再也不会了。我们再来。听到再来2个字，陆惊蛰掀起眼帘，悠悠的扫了他一眼。你很闲吗？还好，不忙。不忙就去打瓶酱油回来。惊蛰哥怎么会让我去打酱油？这也太突然，太没征兆了吧？还不快去！是，保证完成任务。不行去。吴晓东这下更是摸不着头脑了，但看到陆惊蛰不容商量的眼神，什么也不敢问，一溜烟就跑了。家里不是还有大半瓶酱油吗？他犹豫了一下，推着车往家走去。怎么不学了？我一个人有些害怕。你面前的不是人啊？怎么他能教我不能教？还是说你觉得我教不了你？他这是要教我骑车，还真是有些受宠若惊。愣着干什么？夏清明坐上车后，他发现那车在陆惊蛰手里，忽然就稳了，一点也没有晃动。果然当兵的手劲儿就是大。身体不用做这么僵硬，放松一些。你眼睛看着前方，掌好车把手就行，不用关注脚下。别害怕，有我在，不会摔。他的手大而有力，车子在他手里格外听话，正如他承诺的那样，无论夏清明怎么骑都没有摔倒。夏清明慢慢的越骑越顺利了。现在你自己掌握把手，我帮你扶住后面，放心骑，我会在后面保护你。你不用帮我扶着了，我自己试试吧。哈哈，你看我会骑了耶。等到吴晓东提着一瓶酱油走到院子里，就看见夏清明独自骑在车上。怎么我才出去一会功夫，青柠姐就会骑了？惊蛰哥看着骑车的青柠姐居然笑了，原来她也是会笑的呀。何珊珊也听到了夏清明的声音，好奇的走到窗户旁，就看见夏清明轻松自如的骑在自行车上。有什么了不起？不就买了辆自行车吗？后天我就要和那个有钱又长得好看的男人相亲了。要是这次成功了，我一定要买一辆比夏清明那辆还好的自行车。今天就学到这里吧，明天再练一下就会了。惊蛰哥，酱油打回来了。你不要吗？自己留着吃吧。吴晓东不解地挠了挠头，不明白他不要，为什么让自己去打？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用求助的目光看向夏清明。小东，今天谢谢你啊，明天请你吃冰棍。走在前面的陆惊蛰听到冰棍2个字，脚步忽然顿了一下，片刻之后又继续往前走去。夏清明推着车正准备跟上去，这时买菜回来的麦苗跑了过来。青柠姐，明天我要去百货商店买东西，明天下了班我们一起去逛百货商店。过2天就要和陆惊蛰去乡下看望原生的娘家人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正好可以和麦苗一起去趟百货商店。好。次日早上，夏清明收拾好准备去上班。我骑车送你去。不用了，你就在家里休息吧，不用送我。被毫不留情拒绝了的陆惊蛰脸色很不好看，他在原地站了一会，片刻后抬步走了出去。他不愿意我送他，原来是因为要去坐吴晓东的车。妈，你就再给我20块吗？上次不是说好了要给我买红裙子的吗？上次是说夏清明交了工资就给你买，但是你看他现在工资也不交了，还把这2年的钱都要了回去。珊珊，你有那么多衣服了，就先别买了吧。那些都是旧衣服了，那条红裙子真的很好看，我就想明天相亲时能给男方留个好印象吗？你也说了，他们家很有钱，要是这次我们成了，以后我就有钱加倍孝顺你了。珊珊，你看这些衣服都才穿几次，穿着也好看。妈，这可是我的终身大事，你看夏清宁现在都把我欺负成什么样子了，不就是因为有陆惊蛰撑腰吗？我要是嫁得再不如他，以后我和你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好了，珊珊别哭了，拿去买吧，买了这一件，以后2个月都不能再买了。妈，你放心，我明天一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保证帮你把有钱女婿拿下。下午下了班，夏清宁坐着吴晓东的车直接去了百货商店，麦苗已经等在门口了，3人一起往里走去。清宁，你快来看，这条裙子是不是很漂亮？我们好几个同事想买呢。还行。还行，这么好看的裙子，你说还行？果然是乡下的土丫头，就是不识货。2人循声看去，就见赵翠兰站在柜台里面，满脸不屑地看着夏清宁。赵婶该不会是昨天没吃到乡下人的琵琶，心里还气着吧？胸前4颗丑扣子，还配条那么土的腰带，我说句还行都是抬举她了。你懂什么？这可是我们这里最新的款式，你买得起吗？就在这里瞎评论，也不怕人笑话。我为什么要买？不好看就算了，还不好穿，一出汗就贴身上，一下雨就走光，又闷又热，一点也不透气。你不要瞎胡说。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们好几个同事还在存钱，说要买呢。真好笑，你也不看看他平时都穿些什么，就那几件丑不拉几的衣服反复穿几年，他能懂什么好，什么不好？
珊珊，你今天打扮的可真时髦，不像某些乡下土丫头，不懂还要装懂。不买就让开，挡着别人干什么？你急什么？是我们先看上的，你懂不懂先来后到？先来的又怎么样？你们买吗？你怎么知道我们不买？那你倒是掏钱呀，20块，你有吗？没钱还给我说什么先来后到？赵婶儿，这衣服我买了，帮我拿一件新的来。说完就从口袋里掏出了2张大团结。不错，这衣服确实很配你的气质，再配上你这妆，真是丑得别有韵味。你说谁丑？我看你就是嫉妒，说我妆化的不好，你会画吗？说我裙子不好，你舍得买吗？这么难看的妆我确实不会画，这么丑的裙子我也确实不会买。就是我们不买，都留给你，丑衣服最配你了，懒得理他。青柠，我们走。珊珊，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他们根本不识货。这裙子是我们商店里最好看的，你穿上更好看。我才不生气呢，他们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赵婶儿，我想穿着走。行呀，那边有换衣室，你快去换上，换好了往那一站就是活招牌。青柠，你真觉得那条裙子不好看吗？夏青柠目光停留在墙上的衣服上，只见那上面挂着好些棉布的长裙子，我觉得白色的更好看。这些是不错，就是单调了一点，没什么特色。你看那条白色的，如果把领口改低一点，剪下来的布料做成荷叶边缝在袖口，更碎的布料可以做几朵小花，缝在腰间的位置，就会好看很多。你会改吗？会的，改起来也很快，大半个小时就能弄好。那我买了，你帮我改一下成不？行呀，明天下班我帮你改，改好了你过来拿。两人正说着话，夏青柠忽然瞥见了柜台角落里堆放着的一大堆布料。那些布料卖吗？卖呀，不过这些都不成块了，你拿去裁缝店做衣服的话，师傅不一定给你做哟。没事，我自己会做。你自己会做，那自然是好。我跟你说呀，这些布虽然杂了些，但还是有很多好的贵的，买回去不会亏，而且还不需要布票。这些多少钱呢？你都要吗？要一半吧。一半你就给3块钱吧。虽然这些布是边角料，但质量是一样好的，只要你利用的好，做5、6套衣服都没问题。我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吗？可以，可以。这些布料在别人看来或许是上不了台面的边角料，但在我这种学服装设计的人眼里就是宝贝。作为一个服装人，最不嫌弃的就是布料。难怪你看不上我的裙子，原来在你眼里烂布头子才是好东西呀。何珊珊，你怎么那么阴魂不散？人家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要你管？我就是好奇，想看看瞧不上这漂亮裙子的人会买什么好东西。哈哈，原来就买这些呀。麦苗看着穿在她身上的红裙子，忽然就觉得那裙子一点都不好看了，正如夏青柠说的那样，透着一股子土味。人家穿什么都比你好看，你只有嫉妒的份儿。真好笑，我穿20块一条的裙子，她穿3块钱一堆的烂布头，我嫉妒她什么？嫉妒人家长得比你漂亮呗。这时售货员大姐已经捆好了布料，递给了夏青柠。你这发型编的可真好看，手这么巧，做出来的衣服一定漂亮。等我用完了，下次还找你买。呵呵，买烂布头子还买上瘾了，我看你就只配穿烂布头子。说完昂着头挺着胸，大步朝外面走了出去。以前这个点他不是早就回来了吗？正疑惑着，就见吴晓东载着夏青柠进了院子。金哲哥在家呀？怎么，你不希望我在家？我只是随口打声招呼。金哲哥怎么会这么理解？好像他看我的眼神怎么带着一丝敌意，一定是错觉。我又没得罪过金哲哥，金哲哥怎么会对我有敌意？而且我还天天在他媳妇上下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你好像很闲。这熟悉的态度加上这熟悉的问话，吴晓东立刻想到昨天他让自己打酱油的事。家里已经有2瓶酱油了，再打都要吃不完了。不咸，青柠姐，我还有事，先走了呀。等一下，你的冰棒还没拿。吴晓东接过冰棒，转身快速跑了。陆金哲看着两人，眸底闪过一丝不悦。他真给他买了冰棒？夏青柠注意到陆金哲不悦的神色，回想起这2天他对吴晓东的态度。那个，你是不是不喜欢小东呀？成天嬉皮笑脸的，一点没正形。不是的，小东人很好的，做事认真，也很细心，还经常帮助别人。你觉得他很好？他以前是不是和吴晓东有什么过节，才会这么不待见他？小东人真的很不错。听到这些，陆金哲心情更不好了，但面上却依旧保持着平静。发现桌上居然还有一根冰棍，原来他没忘记，也给我留了一根。可下一秒却见夏青柠拿起了冰棒，撕开包装纸放进了自己嘴里。只见他忽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黑着一张脸，大步流星地走了。夏青柠有些摸不着头脑，低头看到了自己手里的冰棍。难不成是因为我没给他买冰棍？片刻之后，夏青柠就拿着2根冰棍回来了。万一他就是因为我没给他买冰棒，所以生气了呢？
他现在可是我的财神爷，不能得罪他，要不吃就算了。你吃吗？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的，就2个口味都买了。都喜欢。他还真喜欢吃呀，还好自己又去买了。青宁，你在家吗？在呢。夏青宁答应着，看了看陆惊蛰，便走出了房间，自己把自己想生气，又自己把自己哄好了的陆惊蛰，看着手里的冰棍，吴晓东1根，我2根，赚了。惊蛰哥在屋里呀？在呢，你找他。我不是怕来的不是时候，打扰了你们那啥吗？那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刚刚衣服忘拿给你了，我帮你改好，明天下午你过来拿。我听我妈说，何珊珊明天要相亲了，那男的好像是个技术工，家里挺有钱，还是独生子。是吗？你不知道呀，他肯定是怕男方见了你，有了比较，就看不上他了，才故意瞒着你的。他有没有叫你明天别太早回来？那倒没有，我看他挺重视这次相亲的，还特地去买了那条红裙子。想到他今天那的随儿，我就来气，不就是买了一条贵一点的裙子，有什么了不起的？还嘲笑你买不起裙子，只能买烂布片。准备出来洗手的陆惊蛰正好听到麦苗的话，他难道是为了节约钱才买的那些？想到他被人嘲笑的画面，陆惊蛰不自觉地微微蹙起了眉。好了，别生气了，这条裙子我帮你改出来，一定比他穿的那条好看。我不是为自己生气，我是气他那么说你，这些不同，你真能做出好看的衣服来。当然，我那么多年的服装设计可不是白学的，天才设计师的称号也不是白来的。我最擅长的就是变废为宝。青宁，你长得可真好看，好可惜呀，没买那条什么纱的裙子。乔其纱。对，就是乔其纱，可惜它卖的太贵了，不然你买来穿上，不打吧也甩何珊珊好几条街。夏青宁笑了笑，对那条乔其纱的裙子并没有什么执念。那我先回去做饭了，明天再来找你拿裙子呀。从夏青宁家走出来的麦苗刚到院子，就见一群小媳妇围着何珊珊。珊珊又买新衣服了，这裙子是在百货商店里买的吧？看起来好新潮呀，摸起来也滑滑的，很舒服呢，一定很贵吧？珊珊，你明天是不是要相亲呀？难怪打扮这么漂亮，红裙子也买了，脸也擦白了，口红也画上了，这俏模样明天不得把那男的迷得找不到道呀！哎呀，你们在说些什么呀？你们知道吗？我今天在百货商店的时候遇到麦苗和夏青宁，他们还说我这裙子不好看呢，结果他们转头就去买了一堆的烂布头，一共花了3块钱。结账的时候，夏青宁笑的嘴都合不上了，哈哈哈！你知道什么？青宁说她能做出好看的衣服，就一定能做出来。一堆烂布头能做出什么好看衣服？乞丐装吗？哈哈！等他做出来了，你别忘了让他拿给我们看看呀！我还没看见过全是烂布做的新衣服呢。你穿的衣服再贵又怎么样？还是遮不住丑陋的内心。明天那个男人要是真的看上你了，才是瞎了眼。我丑，要是我都算丑，那你不就直接成癞蛤蟆了？哈哈哈！笑死个人了！看不上我，难道还能看上你不成？你说谁是癞蛤蟆？我们俩谁丑就是谁悲。难道就因为他长得比我好看些，就能肆无忌惮地指着鼻子骂我丑吗？麦苗越想越难过，眼泪在眼睛里打转，眼看就要掉下来了。别听他的，你一点都不丑，只是没打扮而已，要是化上妆一点不比他差。那你倒是给他画一个看看，不过就你那买垃圾当宝贝的眼光，别真给他画成铜铃眼、香肠嘴的癞蛤蟆，哈哈哈，那可真是多死个人了。你得意什么？就你那长相，和青宁站在一块，连癞蛤蟆还不如呢。你才是癞蛤蟆！何珊珊瞬间怒了，抬手就推了麦苗一下。我可以说别人丑，但别人绝不允许说我丑。麦苗也不甘示弱地回击了他一下，场面一度混乱不堪。珊珊，快别打了，一会儿给你脸抓花了，你明天可怎么去相亲呀？何珊珊听到这话，好似意识到了什么，立刻便收了手。一会真抓伤了脸，或者把我新买的裙子弄坏了，那我可就吃大亏了。你知道我明天要相亲，故意这样的是不是？你放屁，我心才没你那么脏，要是我真有那样的想法，刚刚就直接挠你脸了。我就是长得比你好看，你嫉妒也没用，丑八怪。说完理了理裙子和头发，扬起头大步往前走了。你没事吧？受伤了吗？没有，我回去了。看着他失落的背影，想到何珊珊刚刚说的那些伤人的话，夏青宁眸底闪过一丝冷意。原书里何珊珊确实嫁得不错，男方家境好，脾气好，脑袋也活络，后来时局开放了，赚了不少钱。何珊珊嫁过去，一连生了2个儿子，享了一辈子清福。何珊珊这样的人品秉性，不配过得那么好。心里打定主意后，夏青宁转身准备回家，却在抬眸的一瞬间看见了一个挺拔的背影。陆惊蛰居然也过来看热闹了，没给他买冰棒他生气，2个女人打架，他来看热闹，
平时却又一副生人勿近、冷若冰霜的样子，这男主的性格怎么越来越捉摸不透了？继续学车，休息2天行不行？你放心，我在后面护着你，不会摔。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夏青宁想偷懒也不行了，那就麻烦你了。于是两人又在院子学了差不多1个小时的车，正如陆金哲承诺的一样，他一直在身边护着夏青宁，一次都没有摔倒，骑得也越来越好，越来越顺。今天骑得不错，照着进度，明天可以上路实操了。你在部队里也是这样训你的兵吗？不是，在部队里练兵，我常说的是快点起来，再来一次，继续。可刚刚我说的是没事，慢一点，看前面，很好。这能一样吗？这2天怎么没见你喝麦乳精？我现在就去泡。以后每天早上和晚上都泡1碗，严格按时按量喝。好，都听你的。都听你的几个字，每个字似乎都带着一把小钩子，每个音节都在拨弄人心弦。彩，你烦不烦呀？你要嫌吵，可以回自己家去。你凭什么让我回去？你算老几？凭什么？就凭他是这个家的主人，你最好认清自己的身份。你只是个借宿的，住在别人家里，最好少些毛病。何珊珊站在那里，紧紧地咬着嘴唇，满脸的委屈，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珊珊，你这是怎么了？夏青宁踩缝纫机太吵，吵到我休息了，就好心提醒了一下，夏青宁就让我搬出去。青宁呀，现在都晚上了，你就别做了吧。你看大家都要休息了，你自己也累了1天了，也别动不动就说让他走的话，多伤感情呀。这里也是他亲哥的家不是？当初就差一点，你可就成了他的亲嫂子呢。你不看僧面也要看看佛面是吧？是我不好，没考虑周到，不该在这里踩缝纫机打扰大家。见他服软，王明芳一脸笑意，刚想夸他懂事，下一秒却见夏青宁忽然抱起了缝纫机，就要往前走。青宁，你这是做什么呀？你们不是嫌我在这里太吵吗？我搬我屋里去，应该就不会吵到你们了。那怎么行？搬你屋里去了，我们怎么用？你们再买1台不就行了吗？这样多好呀，大家都在自己房间里用，谁也不会打扰谁。不是，青宁其实也不吵，要不你还是在这里踩吧。那多不好，打扰你们，我心里也过不去呀。不行，你不可以搬。为什么不能搬？缝纫机本来就是我的，我搬自己的东西去自己的房间，跟你有什么关系？说完这些话，夏青宁没再给他一个眼神，搬起缝纫机就走。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老师的缝纫机会这么重，他刚走2步就有些吃不消了。这个时候掉链子，实在太丢面子了。就在他咬牙暗中发力，努力坚持时，一双宽大的手伸了过来，从他手里接过了缝纫机，轻轻松松地搬进了房间。妈，你想想办法呀，他真把缝纫机搬去自己屋了。谁叫你多嘴说吵的？你要不惹他，能有这一出吗？可是就这样让他搬走了，不然还能怎样？缝纫机是他的，现在他要搬去自己房间，我能去抢着不让他搬吗？妈，我们为什么要忍着他？像以前一样，直接给他弄晕了，扔那个什么主任的床上去不行吗？这样我工作也有了，又不用再看这个贱人的脸色。闭嘴，你个天杀的，脑子被驴踢了！我给你说多少遍了，不要提这件事，不要提这件事。你是耳朵聋了，还是脑子坏掉了？为什么以前可以做，现在就不行了？你懂什么？以前是没人在意他，我们想怎么弄他都行，但现在陆惊蛰对他什么态度？你没看见？他要出了事，陆惊蛰能轻易放过我们？王明芳的话，何珊珊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懂，心里的委屈和刚刚被打的疼痛让她眼泪刷刷的往下流。快别哭了，明天你还要和人相看，眼睛肿了就不好看了。今天你还和麦苗动手了是不是？是他先动的手。你想一下，要是明天南方来，本来看了你很满意，但是有人跑他面前说点什么，这婚事不就黄了吗？那个李秋莲虽然不待见我，但不是个喜欢嚼舌根的。珊珊呀，你以后做事可不能再像今天这么鲁莽了。至于夏清宁，等陆惊蛰走了，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他。明天你一定要好好打扮。我听喜媒婆说，这个男的家可有钱了，他好不容易才物色到的，你可一定得把握好机会。现在只有你家的好，我们娘俩以后才有好日子过。把缝纫机搬到房间以后，夏清宁也没再继续踩了，只是拿着自己画的图纸，仔细看着有没有要修改的。怎么不做了？你不休息吗？还早，缝纫机声音不大，影响不了我。既然他都这么说了，夏清宁也没再给他客气，继续做起了自己的衣服。房间里很安静，他认真地做着衣服，而他则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书。就这样和他生活下去，好像也不错。第二天早上，夏清宁起得比平时都要晚，他揉着晕晕沉沉的脑袋，拿着盆往外走时，刚好碰见已经洗漱好回来的何珊珊。狐狸精，不要脸！应该是以为我和陆惊蛰昨天晚上那啥了，折腾到半夜才完事，心里很不舒服吧？大清早的，我都还没开口，就把何珊珊气成这样。上午做完工，
夏清宁请了假，先去了麦苗家。你去洗个头，一会带上化妆的东西来找我，我有惊喜要给你。听到惊喜2个字，麦苗眼睛都亮了，忙问是什么。夏清宁卖了个关子，什么都没说。回来以后，夏清宁发现陆金哲不在家，家里只有何珊珊和王明芳，他并没有给2人打招呼。他怎么回来了？他该不会想破坏我相亲吧？他都结婚了，还能怎么破坏？再说你这身段样貌，哪点不出挑了？脸上多擦点粉，白一点就更好看了。别忘了脖子也擦点。清宁，今天下班这么早呀？婶子刚刚做了糖水蛋，专门给你端了一碗来。他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还专门来给我送糖水蛋？你先在屋里吃着，一会家里来客，我们就不叫你出来吃了。原来是怕我一会出去，坏了他闺女的亲事呀。婶子不用防着我，我保证不让男方看到我。还怕自己说得太委婉，这笨丫头听不懂呢。没想到立刻就会了我的意，还直白的说了出来。好好，这边的麦苗惦记着夏清宁说的惊喜，很快就洗完了头，拿着自己化妆的东西来了陆家。清宁什么惊喜啊？我准备送你一个美人，我帮你剪一下前面的刘海，就是额头前面的头发。放心，要是给你剪丑了，我就和你剪个一模一样的。出于对夏清宁的信任，麦苗点了点头。虽然化妆品有限，但这一通画下来，麦苗着实漂亮了不少。天呀，这还是我吗？我怎么可能这么好看？别怀疑了，如假包换。清宁，你也太厉害了。我说过，你打扮起来不会比何珊珊差。我想学化这个妆，你可以教我吗？当然可以。夏清宁一边给麦苗讲解步骤，一边往窗户外张望。等他差不多都教会的时候，一抬头就发现自己等待的那几个陌生身影终于出现在了大院门口。我忽然想到还有事没做，你现在回家一下，我一会来找你。怎么了？别问了，快回去吧，一会出了我家院子，腰背挺直，走慢些。那我先回家等你，你快点过来呀。好，快走吧。麦苗没再停留，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几人就和走出去的麦苗迎面相遇了。男人以为她就是何珊珊，马上就迎着她走了过去，哪知那姑娘却好似毫无察觉，直接从她身边走了过去。男人的目光不自觉地跟着那姑娘移动，直到看到她进了前面的房子，消失在门口，才肯收回来。哎呀，他大喜婶子，快进来快进来，走累了吧？进屋里先喝口水。这就是小五吧？可真是一表人才呀！小五嘛，快里面前。珊珊，客人都来了，快把糖水端出来吧。我们珊珊呀，不仅人长得漂亮，还勤快得很，家里做饭洗衣样样都在行。没一会，何珊珊就端着2碗糖水蛋走了出来。她将糖水放在桌子上，礼貌地对着2个女人说了一声：“婶子好。”你好。哎呦，你看这小伙子和大姑娘站一起，多般配呀。婶子，你们先吃，里面还有，我再去端。小五，快去帮珊珊。几人在客厅里喝完了糖水，几个长辈便聊起了家常。过了差不多1个小时，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就先回去了。今天打扰你们了。小五妈有空常来呀。小五这孩子我看着真是喜欢，我看着珊珊也喜欢。几人没再停留，告别后就走出了陆家。算他识趣，刚刚躲在屋里没有出来。那还不得亏了我2个鸡蛋。这个小五你觉得怎么样？我瞧着倒是不错。就那样儿吧。那我给喜媒婆说，你没看上，叫他们以后别来了。哎呀，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他还行。我看小五和他妈的态度，这事儿8成是成了，你可别再出幺蛾子了。你刚刚也听到了，人家父母可是双职工，一家3口光工资1个月加起来都好几百块呢。那结婚的时候我要3战1饷，再加800块奶金。母女俩美滋滋开始规划结婚要摆多少桌，请哪些人，要什么彩礼。清宁，你怎么现在才来呀？我都等你好久了。这时候吴家婶子从屋里走出来，一抬头就注意到了麦苗，一时没认出来。麦家什么时候来亲戚了？姑娘你打哪儿来呀？吴婶儿，你仔细看看我是谁。我的妈呀，麦苗，是麦苗呀，你怎么不像你了呀？他这一嗓子引得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大家纷纷围了上来。麦苗，你怎么变这么漂亮了？你这裙子在哪里买的呀？也太好看了吧！还有你这脸，谁画的呀？眼睛变大了，脸还小了1圈，真好看呀！这都是清宁帮我打扮的。陆二媳妇，你什么时候学会化妆了？还画得这么好看？清宁不但妆画得好，手还特别巧呢。我身上这裙子就是她用昨天买的那些碎布片做的。怎么可能？麦苗，你是不是给我们开玩笑呀？谁开玩笑了？你看裙子的布料都是拼接起来的。还真是碎布拼起来的。陆二媳妇，你可真了不得。清宁，这条裙子你能不能卖给我呀？就20块好不好？可是我现在没那么多钱，等我攒了慢慢还你行不行？不用钱，送给你了。这裙子就是按照麦苗的尺寸做的，本来就打算要送给她的。
可是你也没什么衣服呀，好不容易做一件，却给了我。我那里还有很多布料，再做4、5件都没问题。陆二媳妇，我也去商店里买一点碎布，你能不能也帮我做一件？也帮我做一件吧。还有我。那怎么行？每个人都做一件，那还不把青宁累死啊？何珊珊听到院子里闹哄哄的，她走了过去，准备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越走越近，直到完全看清楚麦苗以后，她整个人都愣住了。这还是以前那个圆脸大脑门的丑丫头吗？简直跟换了个人一样，不但变漂亮了，还化了美美的妆，身上的裙子更是好看。何珊珊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生怕麦苗用昨天自己说的那些话来回击自己，立刻就想开溜。何珊珊，你别走呀！你不是说等青宁把衣服做出来了，一定要给你看吗？我身上这件就是青宁用你口里的烂布头子做的，怎么样？不比你身上的裙子差吧？还真是，这么一看，麦苗身上的裙子确实比珊珊的好看呢。你们懂什么？他那破烂货能和我比？我这个可是的确良。的确良又怎么样？确实没人家的好看呀。他昨天不是还说麦苗长得丑吗？人家打扮一下，不比他还好看吗？就是还说青宁会把人画成癞蛤蟆，我看她化的妆倒像癞蛤蟆。人群里发出一阵哄笑，何珊珊的脸一阵红一阵白。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被人这么奚落过，一切都是因为夏青宁，要不是他给麦苗弄成这样，大家也不会一起来嘲笑我。你故意的是不是？给他打扮成这样，就是想让我难堪。现在知道难堪了。昨天你说人丑八怪，侮辱人的时候，不是很得意吗？他本来就是丑八怪，有本事叫他去把脸洗了再来和我比一比呢。怎么就你能化妆，别人就不能化了？人家洗了可比你白。你什么你？还好意思说我长得丑，也不看看自己化成了什么妖怪模样。谁是妖怪？你给我把话说清楚。这时候抱着孩子回来的陆立东媳妇姚红梅看到这边的小姑子何珊珊正在和人吵架，忙上前来想要劝几句，哪知道刚走过来，怀里的女儿忽然哇的一声放声大哭了起来。怎么了，英英？妈妈走，英英怕妖怪要吃人。大家顺着小女孩的视线看过去，目光锁定在何珊珊脸上，立刻明白了小女孩口里的妖怪是谁了。人群里立刻爆发出一阵巨大的笑声。英英，别怕，你小姑不敢吃你。在大家的笑声里，何珊珊只觉得脸都丢尽了，又羞又恼，转身就往家里跑了。珊珊，小孩子不懂事，别生气。两人走后，麦苗才注意到夏青宁手里拿的裙子，一脸的欣喜问道：青宁，这是我昨天买的那条裙子吗？你改好了？看看喜不喜欢。麦苗迫不及待地拿过裙子，往下一抖，整条裙子就展现在了大家眼前，所有人再次呆住了。真是太好看了！今天剪了新发型，化了美美的妆，还多了2条这么好看的裙子，简直开心的都找不到北了。青宁，一会也有人要给你惊喜哟。什么惊喜啊？提前告诉你了，就不是惊喜了，你就回去等着吧。夏青宁其实并没太期待什么惊喜，转身回家里去了。臭丫头，你还敢回来？我为什么不敢回来？难道这个家里有什么吃人的妖怪吗？再次听到妖怪2个字，何珊珊整个人都暴怒了。臭丫头，看我不打死你！说完后猛地几步冲到夏青宁面前，挥舞着拳头。从厨房里出来的王明芳正好看到这一幕。珊珊，你还想不想在这个家待了？你要敢对青宁动手，留下什么伤痕，一会惊蛰回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何珊珊被他妈这一吼，也恢复了一些理智，不甘心地放下了手。没钱买新衣服，用破烂布做几条裙子，喷，不知道在瞎嘚瑟什么。谁说青宁没新衣服了？这时门外忽然响起了一个响亮的女声，片刻之后麦苗就走了进来。青宁马上就有新衣服了，可比你身上这条贵多了，到时候你只有羡慕嫉妒的份儿。昨天夏青宁连10多块的的确良都不舍得买，怎么可能去买更贵的衣服？喷，牛谁不会吹呀？什么叫马上就有了？有本事现在就拿出来，让我羡慕羡慕呀！反正马上就有了。见他吞吞吐吐，何珊珊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测。哈哈，我还马上还是万元户了呢。就在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了自行车刹车的声音。青宁的新裙子到了。他说完这话，就见陆惊蛰抬步走了进来，手里还提着一袋东西。惊蛰哥，何珊珊又欺负你媳妇了，还嘲笑她没新衣服穿。谁说她没新衣服？说完便走到夏青宁身边，将手里的袋子递给了他。青宁，快打开看看。随着袋子打开，里面的衣服露了出来，有淡绿色底白色碎花的，也有白色底淡绿色碎花的，无一例外都十分清新淡雅。哇，惊蛰哥居然买了这么多条！你不是说青宁没新衣服吗？看呀，40多块一条的裙子，惊蛰哥一下子给青宁买了4条，羡慕吧？嫉妒吧？谁稀罕？不就是几条裙子吗？过几天也会有人给我买。我今天相亲这么顺利，这2天就能和那个小五确定下来，
到时候叫他送我几条裙子，那还不是简简单单的事。去试试合身不？不合适可以去换。我和你一起，我化妆的东西还在你房间呢。进来拿吧。精灵，我真羡慕你，金哲哥对你可真好，知道你昨天没舍得买那条裙子，还专门来问了我那裙子是什么样子的。我给他说是淡绿色乔其纱的，没想到他一下子就去给你买了4条。天啦，都快200块了呢，我简直都不敢想。他还专门来问了你？对呀，要不是和珊珊捣乱，我才不会提前说出来呢，害得惊喜都没了。清明，你给我说说，你用了什么方法让金哲哥这么喜欢你，对你这么好？看到何珊珊有自行车你没有，他马上就给你买一辆更贵更好的。何珊珊一说你没有新衣服穿，他立刻就去百货店给你买好几套。他对我好不假，但喜欢倒是说不上，而且我也没用什么方法呀，我也不知道，我好像什么也没做。你就别骗我了，你要什么也没做，为什么没见他对别人好，就只对你一个人好了？哈哈，你不知道做了什么，我可知道。我和陆金哲之间就是纯洁的革命友谊，清清白白，没越雷池半步。不过现在也不好给麦苗解释。什么时候我才能遇到也对我这么好的男人呀？快了，也许这2天就出现了呢。这2天你也要记得打扮得美美的才出门呀。为什么呀？为了让何珊珊每天都嫉妒你啊。麦苗走后，夏清宁开始试穿陆金哲买给自己的那些衣服。陆金哲买的裙子竟然每一条都很合身。合身吗？挺好的。那就好，以后别去买碎布了。既然我们结婚了，我就会保证你的衣食，你也不用想着还，无论我娶的是谁，都会做这些。原来如此，他并不是在刻意对我好，他只是把我当成了他的责任，所以才会给钱、买车、买衣服。谢谢。见他如此郑重地给自己道谢，陆金哲反而有些不习惯。不用，走吧，出去学车。你先出去等我一下好吗？我换一身衣服就出来。看到他走过来，陆金哲转头看着车后座，上来。不是我学吗？怎么他要载我？夏清宁有些疑惑不解，但还是坐了上去。门外的车太多，我先载你一段。这时他才意识到车后座不知什么时候包了软垫，坐起来软软的，比吴晓东那光秃秃的铁架后座不知道要舒服多少倍。这一刻夏清宁才深刻地感觉到这男人的细心。过了差不多快1个小时，夏清宁怕把他累着了，于是停了下来。陆金哲看了看时间，觉得差不多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听了他这话，夏清宁有一种操练结束的感觉，不自觉就轻笑了起来。夏清宁坐在陆金哲车后座上，这一次十分自然就抓了他的衣摆。车子骑出一段距离，他发现不是回家的路，却并没有开口询问什么，任由前面的人载着一路向前。要是有一台相机就好了。陆金哲，你看夕阳可真美。天快黑的时候，两人才坐上自行车往家里骑去。呀，小两口这是一起出去玩了呀，还采了这么些花回来呢，这感情好，感情好。可不是感情好吗？我家那个处对象是都没带我去采过花泥。你别说，这花长在地里看着不咋地，捧在手里咋就这么好看呢？哈哈，那是人家陆儿媳妇长得好看。回到屋里，夏清宁又开始做起了衣服。陆金哲买的乔其纱的裙子是好看，但穿回乡下实在太扎眼了，还是应该入乡随俗。陆金哲走进房间时，看到他依旧在用碎布做衣服。今天不是给你买了衣服吗？如果觉得不够穿，等从你娘家回来，我们再去一趟商店。不用了，够穿了。我是因为喜欢才买这些碎布的，不是为了省钱。你别小看了这些碎布片，今天麦苗身上穿那条裙子，就是我用它们做的。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赶路。你先睡吧，我很快就做完了。第二天天还没大亮，两人就去汽车站。经过4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镇上。不巧的是，并没有牛车可以坐，两人只好徒步走回去。老姐姐，你再去女方家说说，我们家青树除了腿、人品、相貌都是很好的。玉梅妹子，不是我不帮你家青树说话，坏就坏在他这腿上。女方那边已经明确表了态，说是不成了。我这里还有一家，就是姑娘脑子憨厚了一点。郭玉梅眼里的光瞬间没了，她哪里会不明白这个憨厚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那姑娘脑子不好使，是个傻子。人虽然憨厚点，生育方面绝对没问题，你放心，她平时不打人，也不乱跑。郭玉梅脸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极力地压制着心里的怒火。就在她忍不住想要赶人时，玉梅呀，快出来，你家闺女青宁回来了。郭玉梅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抬眼望向篱笆外。玉梅，你还愣着做什么？快出来呀，你闺女青宁回来了。这次郭玉梅听清楚了，对方确实是说的女儿青宁的名字，但是脸上却没有半分喜色，满是惊讶与慌张，快步跑了出去。在哪儿？她一个人回来的吗？提箱子了没有？和陆家那个二儿子一起的，我看就提了一个包，
青宁真是在城里享福了，刚刚我见了都认不出来了，那脸蛋嫩的哟，都可以掐出水儿来了。郭玉梅没搭话，大步走着，她有些不敢认，这真是3年没见的女儿吗？怎么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直到那姑娘走到她身边，妈，她才回过神来，眼里包着泪花。答应完，她忙伸出手去，就想要拉住女儿，可伸到一半又停住了，最终还是收了回来。我这粗糙的手还带着泥污，会弄脏了女儿的手。夏青宁看着眼前的妇人，只见她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衫，眉目和自己有几分相似，因为长期的劳作，背已经有些弯了，很瘦。夏青宁忽地抬手拉住了她，小小的一个举动，让郭玉梅的眼眶再次湿润了。累了吧？快回屋里歇歇，惊蛰也来了。说着就要去帮她拿包。没事，不沉。一行人回到家里，郭玉梅忙从堂屋里拿了2条高板凳出来，放在院子里，招呼夏青宁和陆惊蛰坐。他金花婶子，麻烦你去帮我叫一下我家青树和青草，让他们快回来。好嘞，婶子你等一下。夏青宁抬手从布袋子里抓了一把糖，婶子吃糖。金花婶子接了糖，美滋滋的就去叫夏家2兄弟了。知道2人路上肯定没吃什么东西，郭玉梅立刻去了厨房，把家里4个鸡蛋全拿了出来。夏青宁发完糖果，走进厨房，准备帮郭玉梅烧火。既然占了原身的身体，原身的家人自然也是我的家人，该承担的责任，该尽的孝道，我都会为原身做到。夏青宁进去时，郭玉梅正在忙着做糖水蛋，见她要帮忙，连忙把她拦住了。夏青宁只能站在一旁看着她做。她发现郭玉梅虽然看起来比同龄人要显老一些，但五官却长得很好，原本是幸福的一家5口。谁能想到下根生未就落水的陆立东就这么没了？大儿子又因为一场病腿落了残疾，成了瘸子，女儿身体不好，小儿子还小，所有重担都压在她身上。因为心里一直装着夏根生，她没有再嫁，一个人把几个孩子拉扯着长大。妈，老了好多是不是？不是，这些年您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看到你过得好，妈就开心。妈想你呀，你又不让妈去看你。以前是我不对，以后您想来就来，我也会经常回来看您。可以吗？你百川叔的前妻不会为难你吧？你放心，那是陆家，不是他的家，他做不了主，他也不敢为难我。那就好，那就好。母女俩说完贴心话，糖水也做好了，正准备叫陆惊蛰进来吃，就看见院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围了一群来看热闹的人。那个好像不是陆家老大，我看着怎么像是陆家老二呀？青宁丫头不是嫁的是陆家老大吗？怎么和陆家老二回来的？小叔子不可能陪嫂子回娘家吧？这也太那啥了吧？那她到底嫁的兄弟俩哪一个？在一群妇女的议论声中，陆惊蛰沉默地坐着，脸色着实算不上好看。郭玉梅生怕陆惊蛰心里不舒服，迁怒到自己女儿身上。大家都先回去吧，惊蛰渴了吧？先进屋里喝点水吧。好，妈。她声音沉稳有力，足以让周围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一声妈，无疑是向所有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就是郭玉梅的女婿，夏青宁的丈夫。夏青宁和陆立东定了亲事，可陪她回娘家的却是陆立东的弟弟陆惊蛰，引来街坊邻居的围观。惊蛰，夏青宁抬眼望去，男子虽然衣裤上都打着很大的补丁，整个人看上去也灰扑扑的，但可以看出五官轮廓还是很俊朗的，这便是原身的哥哥夏青树了。陆惊蛰见到儿时的玩伴，脸上少有的浮现出了愉色，正要往前去，下一秒却看见他一瘸一拐地向自己走了过来。陆惊蛰并不知道夏青树的腿坏了，他离开村子回城里时，他的腿还是完好无损的。疑惑、惊讶、难过，多种情绪交替在脸上。小宁哥，别站着了，快坐吧，赶了这么远的路，饿了吧？快吃点东西，你们别管我们，我们都吃过了，你们快吃。刚刚我们才一起从厨房里出来的，他怎么可能吃过了？你们吃过了，青草还没吃呢，这个给他留着。没等郭玉梅说话，旁边的陆惊蛰已经将自己碗里的2个鸡蛋都放进了夏青宁碗里。青叔，现在能借到车吗？能借到，隔壁李二叔家牛车是空着的，现在就要吗？你帮忙去借一下吧。没一会儿，夏青树就把牛车借来了，和陆惊蛰一起出去了。这时候刚刚帮忙去叫人的金花婶子走了过来。他玉梅婶，我去叫了，你家青草在田里割兔子草呢，怎么叫都不回来。你没给他说他姐回来了？说了，还给他说他姐买了好多糖，他都不肯回来。这孩子麻烦你了，我去叫吧。听说郭玉梅那丫头回来了，还跟变了个人似的，我倒要去看看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刚刚远远的看了一眼，确实变了，衣服也穿得好，人也漂亮，要不说村里的女娃们都想往城里嫁呢。嫁到城里有什么好？要我说呀，闺女还是嫁近点实在。你看我们家招娣和来娣嫁得近，多能帮衬娘家，家里盖房子出力，他弟结婚给钱，平时随叫随到，
这不比郭玉梅家那个几年才回来一趟的强得多呀。几人说着就到了夏家院子外，伸长脖子往院子里看。这夏家丫头还真是变了，难怪都想嫁到城里去呢，看着养得多俊呀。就是我听说糖都是一把一把的给外人拿，可大方了。我看玉梅呀，以后怕是有享不完的福了，说不定还能被接到城里去呢。还享福，还接去城里？想屁呢！我听说回来就提了个小包，啥也没带，嫁城里又怎么样？我看还不如我闺女送的土豆红薯来的实在呢。他正说着，身后忽然走来了一个60来岁的大叔。他玉梅婶子，快出来！你家女婿给你买了一大车吃的用的，光白面都买了好几10斤，车进不来，快出来搬呀！夏清宁听到喊声，便走了出来。清宁呀，快叫你妈出来搬东西。二叔，我妈不在家，我去搬吧。都是几10斤的，你从小身体就不好，这细胳膊细腿的哪里搬得动？大家都闲着呢，要不出来搭把手，帮着搬一下。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闲了？我去。其他婶子看他去了，觉得乡里乡亲的搭把手也是顺手的事，于是也跟着去了。鲜花呀，夏家女婿送的这些东西还真比你家闺女送的土豆红薯要金贵了。不就一点米面吗？3年送这一回，有什么了不起的？这青宁丫头长得俊，穿的也好，那衣服和裙子我们这边集市可买不到。她倒是穿得光鲜，也不见她给她妈和她哥买一件。你看郭玉梅和她2个儿子平时都穿什么呀？衣服上的补丁都打成团了，给根棍儿就可以直接去要饭了。这话再次被走过来的夏清宁听到了，他依旧没出声，开始给刚刚帮忙的婶子们拿糖。今天辛苦大家帮忙了，谢谢大家平时对我家的照顾，以后也请大家多照看着一点。到最后的牛鲜花时，看了看袋子，一脸抱歉地说：不好意思呀，鲜花婶子，糖没了，下次回来时再给你拿吧。牛鲜花手都伸出来准备接糖了，听到夏清宁这样说，只能悻悻地收回了手。婶子，我记得你以前是帮别人做衣服的是吧？是呢，现在也还做呢。我怕买的衣服不合身，就买了些布回来，麻烦你帮我妈、我哥他们做几件吧，我给你手工费。好呢，这棉布看着色真好，摸着也柔软，真是好东西呀。鲜花，你也摸摸。牛鲜花这下彻底没面子了，哪里还好意思去摸，不想留在这里继续受刺激，说了声家里有事，牛鲜花就灰溜溜的往回走了。是天天盼着你姐回来吗？现在她回来了，你怎么还闹上别扭了？谁盼她回来了？她都不要我们了，我才不盼她呢。还嘴硬，你是你姐带大的，从小就依赖她。上次她走时，谁在被子里偷偷的哭来着？反正不是我。你姐在城里生活也不容易，她心里是有我们的。不容易就回来。回来做什么？饿死吗？还是你来养她？养就养。刚刚还说不想她，不盼她，现在又说要养她，你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夏青草被拆穿了伪装，十分不悦，不再理人，背着草大步往前走了。青草，夏清宁走过去，想要帮他接住背篓，男孩却故意避开了他的手，也不回答，也不看他，径直走到一旁。这孩子，青草，快进屋里来，你姐给你留了荷包蛋。说完就要往屋里走，一转头发现院子里多了好多东西，米面油的啥都有。正想问夏清宁怎么回事，就看见陆金哲和夏青树走了进来。我记得割坏的是右脚，怎么左脚也？你还好意思问？还不是都因为你？青草，别胡说，这怎么能怪你姐呢？怎么不是因为她？要不是为了摘枇杷给她吃，哥能从树上摔下来吗？要这么算的话，还得怪你。要不是你赌气，不帮你姐摘，你哥能自己上树吗？他不上树能摔下来吗？听了郭玉梅的话，夏青草明显有些自责，没再开口反驳，转身走进了屋里。你哥的腿没事，别担心，别生你弟的气呀。他就是嘴硬，其实心里老惦记你了。那天他见我和你哥都睡了，一个人悄悄地爬到树上，摘了最大的枇杷，悄悄放进了带给你的篮子里。原生家里虽然穷，但是所有亲人都在默默付出。如果原生爸爸没有去世，他和陆立东没有定下婚约，或许在这小山村里嫁一个老实本分的男人，日子也会过得平淡而温馨，不至于落得那么惨的结局。青草，把门打开好不好？姐给你买了奶糖，别生姐的气了。以前是姐不好，以后姐会常常回来看你的。骗子，上次回来就是这样骗我的，去了城里就不回来看我们了，还嫌弃我们穷，怕我们给你丢脸，也不让我们去找你。越想越生气，越想越难过，眼泪不自觉的就流了下来。他在气头上，晚上再找他聊一聊吧。青草，姐把糖给你放门口了，你一会吃啊。等外面完全没动静了，夏青草才轻手轻脚的走过去，将外面的糖拿了进来。他拿了一颗，小心翼翼的慢慢打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不知怎的，原本又甜又香的糖，吃着吃着，嘴里忽然咸了起来，
12岁的半大孩子，倔强地抱着一大包糖，在房间里哭得无声无息。这边陆金哲已经出去很久了，夏清宁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他这个人虽然性子冷淡了一些，但十分有分寸，如果要去拜访谁或者做什么，不会不告诉大家。见他久久没回来，夏清宁还是决定出去找找他。清宁，干什么去？夏清宁就把顾虑给他说了。郭玉梅听完想了想，神情忽然变得恍惚。他应该去那里了，我带你过去看看。夏清宁对他说的那里有些好奇，但是并没有问郭玉梅到底是哪里，只跟着他走出了门。金哲小时候可怜哟，要不是和你结了婚，估计他一辈子也不想回到这里来了。那时候你还小，可能记不太清了。你陆爸那会儿成分不好，经常要接受再教育。那时候我去他家里，每次都看到苏大妹子抱着2个小的在哭。我记得有一次都大半夜了，一群人忽然冲进了他们家，把陆大哥直接从床上拖起来带走了。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家的东西全被砸了。苏大妹子抱着立冬也跟去了，没人管的惊蛰，就只穿了件单衣，赤脚站在田埂上，哭也不敢哭，喊也不敢喊。等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冻的话都不会说了，头发眉毛上都是冰碴子。我用棉被捂了好久，他的身体才暖过来。恢复知觉后，第一句话就问我爸妈有没有事。那时候他才8、9岁呀，看着亲妈抱着哥哥走，把自己留下的时候，不知道的多绝望呀。想起那时候，可真是造孽呀。夏清宁从来不知道陆金哲经历过这些，一是书里并没有描写他年幼的经历，二是他比原生大好几岁，原生也没有那时候的记忆。金哲那孩子打小就聪明，性子也皮实，可经历了几次变故，就忽然不怎么说话了。当时我们看他们一家太惨，就让苏大妹子把2个孩子放我们家来养一段时间。立冬来了，金哲却怎么也不肯来，喊打喊杀砸东西，那场面哪个孩子不怕？他不肯过来避难，都是心疼他吗？想陪着他吗？家里出事，东西都被拿走了，一点粮食也没有。有一次我过去送窝头，看到他们娘俩在吃观音土，那场面想一次就哭一次。那观音土孩子都能吃吗？会吃死人的呀！以前就有人吃那个，活活被胀死了，估计也饿得实在没办法了，又怕和其他人走近了连累人家，所以才……苏大妹子也是个苦命的，那么重情重义的一个人，回城本来该享福了，却突然就没了。金哲最是心疼他妈，妈没了，不知道当时他是怎么过来的哟。没想到陆金哲的童年会是这样，上次给他上药，他仿佛没什么痛感，或许一路成长起来太苦了，痛习惯了，也就没什么感觉了吧。2人转过一个山坡，郭玉梅指了指下面，对夏清宁说道：“你看，他在那里，你还记得不？那是他们在村子时住的地方。”夏清宁顺着指引看过去，果然看到那道熟悉的身影。他穿着挺阔的军装，孤独又从容地立在山野之中，在那一身绿色的衬托下，他苍翠的就如挺拔的青松。只见他面前的房子因为太久没人居住，已经倒了，只留下荒凉的断垣残壁，植物覆盖上去，似乎要抹掉有人生活过的所有痕迹。我先回去了，你在这里看着他些。闺女，你嫁给金哲好呀，比嫁立冬强。郭玉梅走后，夏清宁也没有下去，他知道他现在需要单独的空间，所以只是站在远处，静静地守着他。难怪他性格如此清冷，难怪他不爱和人亲近。如果换做其他人，有那样的成长经历，怕是身心都会留下无法治愈的创伤，而他却从未提及，从未抱怨，一个人孤独的、勇敢的踽踽独行着。难怪陆金哲今天特意换一身军装过来，那些他小时候无法释怀的、无法保护的、无法改变的，滋生出来的心结，在这一身军装之下，应该都得到了救赎吧。不知站了多久，陆金哲终于转过了身，那些前尘往事这一刻都丢在了身后。只见他大步朝前走去，步履如昨，天光依旧。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回家。陆金哲没再多问，2人一起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因为郭玉梅刚刚清理过，路上已经没有挡路的树枝了，一路走来都很顺畅。佳佳那个清宁丫头回来了，你看见了没有？怎么没看见？和陆家老二一起回来的吗？你还别说，陆家那老二小的时候身上就没点冷气，长大了还一样，那脸冷得跟打了生一样，从来就没个笑模样。那还不是因为他爸的事闹的。要我说，那个苏慧也是个榆木脑袋，好一个下乡知青，长得又俏，10里8乡哪里不好找男人，偏偏挑了个带孩子的臭老九。人家哪里榆木脑袋了？陆百川最后不是摘帽回城里去了吗？人家聪明着呢，现在跟着陆百川，日子过得不晓得有多好。好个屁，我听说人早死了。死了也是可怜人，跟着陆百川最没少受，福却没享成。我看呀，8成是他家老二刻的。你看他那张冷脸，看着就让人发怵，这样的人啊，都是带着灾祸来的。
夏清宁在竹林背后听着这些话，心里的情绪翻涌而出，竟是比陆惊蛰还要愤怒。那些不公本来就已经很不幸了，现在还要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根本不知道从嘴里随意说出来的揣测和定论是多么愚昧和恶毒。我去叫他们别说了。不必。他们凭什么这样说你和你妈妈？口舌之争无益。夏清宁知道他不可能不在乎，那攥紧的拳头早已经出卖了他，那可是他最难割舍、最想要保护的亲人。见他平静了许多，陆惊蛰刚想要放开他的手臂，却在下一秒手被他忽然握住了。他们都是乱说的，什么克不克的，都是封建糟粕。你很好，特别好，所以你别理他们那些话。夏清宁这才注意到自己还握着他的手，偷偷观察陆惊蛰，发现他好像并不在意，也没有责备的意思，这才放下心来。两人正要继续走，我记得当年和夏家那丫头订婚的不是陆家老大吗？怎么忽然就变成了老二呢？是哟，万一在城里就不分这些，反正是兄弟俩，嫁谁不是嫁？那怎么能不分？当时就是因为那丫头的爸舅陆家老大没了，所以才定的这门亲事。别人是城里人，她一个乡下丫头，哪能由着她选着嫁呀？对哟，那是应该嫁给老大，那为什么现在嫁的又是老二呢？我看八成是那丫头主动勾搭的老二，或者是用什么不光彩的手段。两人走出竹林，夏清宁忽然听到身边的陆惊蛰有意识的咳了一声，几个妇人立刻闭了口。夏清宁走在前面，挺直了腰背，他才不会在这些多嘴的妇人面前露怯呢。正走着，一件宽大的军装便披在了他肩上。起风了，别着凉。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中，他牵起他的手，从容地向前走去。谢谢你帮我解围啊。没事。两人刚走到院子，就遇到了快步跑出来一脸焦急的夏青草。看到两人回来，夏青草像是忽然松了口气，转身又走回了屋里。回来了。郭玉梅迎出来对夏清宁他们说，然后又看向和自己擦身而过的小儿子。还嘴硬呢，不是不在意你姐吗？跑那么快干嘛？我刚刚骗他说你们已经回城里去了，你看他急的那样儿，马上就跑出去追你，我叫都叫不住。这小孩真是脾气倔，还嘴硬呀，不知道在我走之前还能不能帮他解开心结，听他叫我一声姐呢。这孩子一桌子的好吃的不吃，怎么一来就吃上团子了？团子好吃，那我也吃一个。夏清宁笑着说，显然是想和他套近乎，抬手就要去拿盘子里最后那一个，可还没等他拿到，夏青草就把盘子端走了。不是好吃吗？为什么不给姐吃？就是因为好吃才不给你吃。那面团子根本不是用全白面做的，而是在面粉里加了一大半的二道糠米，这种米口感很不好，粗糙还极齁，一般都拿来喂鸡，但夏家实在是穷，便拿来和面做成团子自己吃。夏青草不是舍不得给姐姐吃，而是他知道这团子实在不好吃，所以才故意那么说的。他喜欢吃，让他吃。小宁，你吃兔子肉，这可是青草养的兔子，平时宝贝的不得了，也就是你回来了，他才舍得让妈杀了做来吃。才不是，是那兔子不听话，老说谎话骗人。青草，姐真的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说谎话骗你了。大家听了这话都笑了起来。夏青草虽然还低着头不愿意说话，但是唇角已经偷偷上扬了起来。青草，你可别吓你姐，一会她连兔子肉都不敢吃了。吃完晚饭，陆惊蛰回到房间，就看见一个小脑袋瓜躲在门后，偷偷朝屋里看。小鬼，进来。姐夫，你躲在那里干什么？男子汉磨蹭什么？有话就说。我看你的军装。多少岁了？12，马上13。想当兵？想。不怕苦？不怕。再过几年来部队给你发军装。小宁，惊蛰这次探亲假有多久呀？说是1个月。小宁，你还记不记得以前住在我们家旁边和你一起玩的那个大丫？记得的。你去城里那一年，她不是结婚了吗？她那个婆家一开始可看不上她了，可没少戳摸她，她男人也不怎么待见她。哦，是吗？可是你猜后来怎么着？她一连给那家生了3儿子，那边的婆婆欢喜的哟，逢人就夸她，她家男人对她的态度也变好了，现在日子过得也是和和美美的。果然天下的妈妈就没有不为儿女操心的，没结婚时操心对象，结了婚自然是操心孩子了。小宁，你告诉妈，你和惊蛰是不是还没有做那事儿呀？您就别操心这些了，你放心，我会过得很好的，以后也会让你们过得很好。我知道，惊蛰心里终究还是有气。小宁呀，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因为面子薄就什么都不做呀。你们拿了结婚证了，就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了。惊蛰心里有气，你不能等着他主动呀。那事儿只要女人主动了，基本上也就成了。你要是有了孩子，即使他去了部队，不记挂你，也会记挂着孩子的。你拴不住他，可孩子可以呀。1个月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傻丫头，你可得抓点紧了，赶紧给他怀个孩子，把他拴住。
这样你下半辈子的日子才能有保证呀。虽然在现在的局势下，我还没有足够的自保能力，只能依靠着陆惊蛰才行，但马上就快进入80年代了，以后赚钱的机会那么多，难道我还养不活自己吗？但郭玉梅没有接受过后世的新思想，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70年代的农村妇人，即使我把上面的话都给她说了，她也不会理解。好的妈，我知道了。傻丫头，知道了就要去做，说句没脸没皮的话，你主动爬上去，他还能真把你推开呀？你要记住，怀上孩子才是最重要的。夏青宁实在不想和他继续说这个话题，但又不能表现出抗拒。好的，我会主动些，在他走之前，争取怀个孩子拴住他。妈，你等我一下，我有东西给你。他刚走出去，就看到陆惊蛰手里拿着一沓钱，站在门口，不知站了多久了。目光对视的那一刻，想到刚刚自己为应付郭玉梅说的那句话，这些钱给妈吧。说完便转过身，走回了房间。刚刚那些话你听到了吧？那些话都不是真的，我只是为了让我妈宽心，才顺着她说的。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和你有孩子，更不会用孩子来套住你。如果我真有这样的想法，就让我住口。陆惊蛰忽然用呵斥打断了他，他皱着眉，眸子里都是冷意。刚刚听到我在郭玉梅房间里说那些话，他都没发这么大的火，现在我发誓表诚意，他怎么反而不高兴了？为什么要随意发誓？你觉得誓言是儿戏吗？不是，我知道誓言很重要，所以才……那你还乱说，你不用发誓，我没有不相信你。你别怨我妈，她是觉得我没孩子，担心我以后没有依靠，所以才说那些话。没事，所以你想要个孩子做依靠吗？这句话着实把夏青宁惊到了，他万万没想到他会这么问，不过他说的太平静了，夏青宁在他脸上看不到任何喜怒。他一向重责任，守承诺，就像以前，他明知道自己是被设计的，还是娶了原身，所以现在他觉得已经结婚了，女方想要个孩子做依靠也是人之常情，不愧是男主，这高尚的责任感。不，有孩子哪里是套牢他，完全是套牢我，现在都不知道能在这个世界待多久，万一一睁眼就回去了，如果回去以后还保留了这个世界的记忆，到时候想孩子了可怎么办？其实究其原因是我还没有爱上眼前的男人，爱都没有，要什么孩子？我刚刚说过了，我绝对不会用孩子来拴住你，所以我不要什么依靠，还有你不用给我家里人拿钱。收着吧。陆惊蛰并没有接夏青宁递过来的钱，夏青宁还想再说，陆惊蛰已经走了出去。陆惊蛰走到院子里，正好碰到夏青树，两人打了个照面，默契地坐了下来，看向远处。你还记得以前每到这个时候，我爸就带我们去山里抓山鸡吗？还有兔子，每次都是你收获最多。我年龄大些吗？跑得自然比你们要快，我这腿现在可跑不过你了。陆惊蛰不太会安慰人，何况这个时候再多的安慰都是不痛不痒。两人沉默了一会。惊蛰，我就小宁这一个妹妹，以后能不能请你多帮我照顾一点她？好。原本要去送钱的夏青宁正好听到两人的谈话，眼睛忽的就酸涩起来。夏青树不惜在人面前自揭伤疤，卑微的博得同情，只是为了让陆惊蛰对自己的妹妹好一点，这样的付出，这样的情谊，怎么能不让我感动？能拥有这样的哥哥，何其有幸。夏青宁没有出去打扰两人，悄无声息地走了过去，走到郭玉梅的房间，却发现她并不在里面，却看到了夏青草。青草，你愿意和姐聊聊吗？听到夏青宁这样问，夏青草没说话，快步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但是并没有关门。夏青宁也跟着走了进去。我们青草长高了好多，再过2年都比姐高了。青草，别和姐生气了，姐明天就要回去了，你再不理姐，都没有时间和姐好好相处了。这么快就走？姐也想多待一段时间，好好陪陪你和妈，还有哥哥，但要上班呢，请不了假。夏青草一下子就沉浸在了姐姐马上要走了的难过情绪中，转过身又不看她了。姐要上班呢，赚了钱又给我们青草买好吃的，今天的糖好吃吗？好吃。以后姐再给你买，多到你都吃不完。你放心，以后我会常给你写信的。你在家要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重活就别做了，要是压弯了腰，以后就长不高了。姐会寄钱回来，以后我们家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以后有机会，姐就接你去城里。你又骗我！你去城里的前一天也是这样说的，可是我们去城里找你，你嫌我们穷，嫌我们给你丢人，见都不愿意见我们。你明知道哥的腿不好，却不给他找地方住，你知不知道有时候他给你送了东西，一天赶不回来，就直接睡在树下、桥洞下。越说越伤心，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的不肯哭出来。说着忽然抬手将夏青宁往外拉。我才不要去城里，城里的人都不是好人，去了城里的人也都变坏了，我这辈子都不要去城里。被拉出房间的夏青宁心里一阵心酸无奈。或许原身以前也说过一样的话，但后来的所作所为却伤了他们的心。
现在再听到我说一样的话，半大小孩直接就破防了，再也不肯相信我了。姐这次不骗你了，以后你想什么时候来都行，姐保证再也不抛弃你，不抛弃哥哥和妈妈了，你别难过了，好好休息吧。在姐姐走后，夏青草终于没忍住哭了。这一夜，夏青宁和陆惊蛰都没有睡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换了地方，还是各自心里都装着事情的缘故。玉梅妹子，你家青树的那门亲事，我昨天又去帮你说了说。哎呦，你猜怎么着？女方那边又同意了。真的？昨天不是说不成了吗？本来是不成了，你家青树的情况你也知道的，但是我给他们说了，你们家闺女在城里可有出息了。昨天回来又买米又买面，连糖都是一把一把给别人，以后肯定能帮衬着娘家。他们姑娘嫁过来可都是好日子，人家考虑了一下，觉得还不错，所以也就同意了。既然女方那边同意了，你们也应该拿出诚意来，不是？俗话说，嫁汉穿衣吃饭，这要娶媳妇呀，可不能抠抠搜搜的，一抠搜媳妇就没了。好的好的，还是按照我们原先说好的，买一辆自行车，然后再给120块奶金。哎呀，玉梅妹子，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娶媳妇儿可不能抠搜，买一辆自行车还行，但这奶金嘛，还得往上再加一加。那你看多少合适呢？只见那媒婆抬起了手，放到郭玉梅面前。这个数就成。那成，就再加50块。什么再加50块？是一共要500。老姐姐，你可别给我开玩笑，你看我们这个家哪里像拿得出500块的，把我这把老骨头卖了也不成呀，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哎呀，没有就想办法呀，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呀？即使我们一家都去卖血，也凑不出500块呀。卖什么血？你看你一家人瘦的，丢锅里都熬不出2两油来。你女婿昨天给你买的那些东西，也值好些钱了吧？500块你觉得是要了你老命，但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有钱人嘛，最看重面子，只要你开口问他要，他肯定给。听到这里，夏青宁转身回了房间，拿了昨天陆惊蛰给的500块和原身的400块放在一起，准备一起交给郭玉梅。这些钱本来昨天就要给她的，但是昨天晚上和夏青草说完话，心情有些复杂，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可当他拿着钱再到厨房的时候，却发现郭玉梅和媒婆都不见了。惊蛰，有件事妈想给你说说。我知道青宁做的那件事，你心里一直有疙瘩，但是那件事真不怪他，他那么做都是我教的。小宁从小就胆小，他哪敢自作主张爬你的床，因为知道他从小就喜欢你，我才给他出了这个主意。你要恨就恨婶子吧，你不认我也没关系，千万别再因为这件事责怪小宁，和他闹别扭了。好，我知道了。不是他教的。还没有等他说完，郭玉梅一下将他拉住了。我知道，我现在要出去办点事，有什么事回来再说。说完没有再停留，往村长家的方向去了。等陆惊蛰走远，郭玉梅看着女儿一脸无奈。你这孩子，我给他说的好好的，你出来干什么？让他恨我又没关系，只要你们小两口能把日子过好，妈怎么样都行。这件事您就别操心了，我心里有数，您放心，我们会把日子过得很好的。母女俩说着话，忽然听到前院传来了不堪入耳的叫骂声。郭玉梅，你儿子都瘸了，还敢嫌我闺女丑，真是好大的脸呀！我闺女长得再丑，也比你那路都走不稳的瘸腿儿子强100倍。先前口口声声说想娶媳妇儿，现在叫你拿点奶金，你又舍不得了，你逗着我们玩呢？啊呸！我看你那瘸腿儿子也不用找媳妇了，和猪圈里的母猪下崽去吧。夏青树，你个死瘸子，给我滚出来，把话说清楚！谁丑了，谁配不上你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行。我能嫁给你，都是你们家烧了高香了。这个女人竟是别人给哥哥介绍的对象，哥哥以前不是有个漂亮的青梅竹马吗？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给我闭嘴！我哪里说过你闺女丑了？我只是说你们家要的奶金太高，我们家拿不出来。王媒婆，你来说说，郭玉梅这个老娼妇，说我们家闺女又矮又丑，还好意思要那么高的奶金？她确实是这样说的，还说你们家女儿满脸麻子闪金光，还没3堆牛粪高。哎呀，说的可难听了。这时候我可不能承认郭玉梅没说那些话，得罪她总比得罪眼前厉害的辽母女好。再说刚刚郭玉梅那么不给我面子，正好可以教训教训她。我承认我女儿是比不上那个林小玉，怎么着？你那瘸腿儿子现在都成废物了，还想着人家呢？人家可早找了高枝，不要他了。你还是劝他醒醒吧，别做那春秋大梦了。要我说呀，他也找个瘸子结婚得了，2个人也能拼出3条腿来，不是？玉梅呀，我看青树那的样子，还是别找了吧，结婚也是拖累人家姑娘。
夏青树因为腿脚不好，现在才走过来，刚到就听到女人说那些话。只见他定定地站在那里，屈辱和愤怒充斥在心里，却只能紧咬着牙关，一个字也不反驳。小宁，这里太吵了，快带哥哥回屋里去。好了好了，大妹子，我们走吧，也别为难人家了。他们家那么穷，哪里拿得出那么多奶金？谁说我们拿不出钱了？夏青宁说着，便从身上拿出了原本要给郭玉梅的钱，厚厚的一叠，一看就不止500块。青宁丫头嫁得可真好，随随便便就能拿出这么多钱，以后说不定还能把玉梅接到城里去享福呢。就是，我听说城里都不烧柴火的，吃水也不用挑，打开水龙头就有。这丫头可真是个有福气的。人家都说夏家这丫头蠢笨得很，现在虽然嫁到城里去了，也还是如此，被我这么轻轻一击，不也乖乖拿钱出来了吗？有钱为什么刚刚不拿出来，非得讨了我们吗？才舍得拿出来是吧？不过现在500块可不成了，要想结这个亲，还得多拿300，一共800块。八好呀，八吉利，八吉利。是吉利，这里不多不少，正好800块。快拿来呀！我为什么要给你？这期我们不结了。你个小贱人，你耍着我们玩是不是？好你个老娼妇生的小娼妇！哪知话还没说完，郭玉梅的大扫帚就招呼了过来。只见她用力地挥舞着扫把，叫你骂我女儿，叫你骂我儿子，我打死你们，我打死你们，都给我滚出去！老娼妇，你居然敢打人，看我们怎么收拾你！就在这时，夏青树提着柴刀出来了。只看他一改平时的温和，用力地握住柴刀，快给我滚！再不滚我就砍死你们！反正我这辈子是完了，拉着你们几个垫背，我还赚了。一切发生得太快，等夏青宁反应过来，院子里已经没人了，连看热闹的都跑了。妈，别伤心了，这些钱你拿着，你想盖房子，想给哥娶媳妇都可以。这怎么行？你在城里花钱的地方可比我们多，况且城里的东西又贵，这些钱你还是自己留着花吧，多买点好吃的。别把自己饿瘦了，你哥哥的事我自己会想办法，你就别担心了。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让你也跟着糟心。我还有钱，你放心拿着，这些钱本来昨天就准备给你的，晚上我来找你，你不在房间，后来和青草说了会儿话，就把这事忘了。你放心，我现在在上班，每个月都有工资，不缺钱。说完直接将钱放进了他的口袋，你就放心收着，这些也是惊蛰给你的，你要再不收，就是把我们当外人了。郭玉梅还想推辞，听到他说这话，知道再不收，女儿就该生气了，于是含泪收下了钱。这时陆惊蛰走了进来，刚刚他去了一趟村长家，找村长说了些事情，回来时就看见几个女人从夏家院子跑出去，边跑还在边骂这些污言秽语，从那些言语中不难猜出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刚刚那几个女人说的话实在是太难听了，她的腿是瘸了，但她的心是活着的，她也有自尊，她也会难过，寻常的安慰哥哥应该已经听过很多了，对她来说早就没什么用处了。哥，我记得你以前不是和小玉姐在一起的吗？她人呢？早分开了，我现在这个样子，和她在一起只会拖累她，她离开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你就打算一直这样了，忍受那些人随时随地的嘲笑和羞辱，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个人浑浑噩噩的终此一生，或者真娶了今天那泼辣姑娘，以后你的孩子又成为嘲笑你的那些人的孩子的嘲笑对象，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被人看不起，一代又一代都被困死在这个小山村里。听到这些话，郭玉梅背过了身去，无声无息地抹起了眼泪，一旁的陆惊蛰平静的脸上也闪过了一丝错愕。哥，振作起来，去考大学吧，很快就要恢复高考了，你并没有比别人低一等，你有聪明的头脑，以前你成绩那么好，还发表过文章，只要你肯再拾起书本，我相信你一定会考上大学的。真的吗？要恢复高考了？你相信我，哥，以前你不是说过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文章吗？只要上了大学，这一切就都能实现了。我可以吗？你可以，只要你想走出去，只要你愿意往前看，你就可以。那就试一试，现在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再坏又能坏到哪里去？我们一起考大学，你知道我很笨的，我都有信心，你一定行。听到兄妹俩的约定，身边的郭玉梅脸上扬起了笑容，苍老浑浊的眼睛忽然就有了光。一旁的陆惊蛰并没有听到有关恢复高考的消息，只当夏清宁是在安慰夏青树，让他有个念想，也不忍揭穿。这些都是在山上捡的，不值什么钱，不过味道还行，你们要不嫌弃就带回去吃吧，这个可是最好吃的东西。哥，你又上树了？没有，是青草摘的，早上我起床就看见篮子放在桌子上，那小子肯定是趁我们睡着的时候爬树摘的。青草他人呢？应该又割草去了吧，我刚刚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小宁，你别怪你弟，他就是嘴硬，其实心里可稀罕你了，不然哪会半夜跑去给你摘枇杷。
走之前应该听不到他叫我一声姐了，这大概是这次回家唯一留下的遗憾吧。乡间的山路七拐八拐，两人走出很远了。夏清宁无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忽然发现郭玉梅和夏青树站在身后的山坡上，一直看着他们，久久都没有离开。那两道身影，一个瘦弱苍老，一个倾斜无依。夏清宁不自觉红了眼眶，这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送别场景。走出很远很远了，夏清宁最后再回头看了一眼，还是没有看到夏青草的身影。看来他是不会来送我了。以后可以常回来，或者接他们去城里。夏清宁点了点头，心里因为这句话温暖了几分。他只是脸冷了一些，心却十分善良，也很细心，实在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那个小孩怎么一直在追着车子跑？是哟，不会是哪家孩子忘记了上车吧？不会吧，要真忘了上车，他咋不喊就一直好？随着越来越多的议论声，夏清宁慢慢睁开眼睛，无意识地往车外望了一眼，只一眼他所有的困意都没了，心猛地被揪了起来。青草快回去，别追了，青草快回去，相信姐，姐会回来看你的。渐渐的少年身体开始不支，因为过度消耗体力，脸也变得越来越红，即使他拼尽了全力，还是慢慢的被甩在了车后。这一刻他的委屈，他的难过，他的不舍，都化成了一股无声的力量，放声喊出了那个他深埋心底却一直倔强的不肯喊的称呼。姐。这一声姐震耳欲聋，夏清宁再也忍不住了，眼泪簌簌地滑落了下来。他多想回应他一声，可是车子已开出很远了，他小小的身影早就消失不见了。不舍、无奈、感动、难过，众多的情绪交织在心里翻涌着，他的心久久无法平静。一只手臂横伸了过来，将他的头轻轻地放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他没有说话，却用行动无声地安慰着他。这个男人真的很好，很好，他总能在不言不语之间给予我力量，让我感到安心和温暖。你是小宁吧？你是？我是小玉，我们以前见过的，你忘了？哦，有事吗？你哥哥他现在好吗？挺好。那他有没有对你提过我？没有提过。我知道他还是很恨我，但是我也是没办法呀。如果他的腿没坏，我怎么可能离开他？要怪就怪老天爷。做决定的是你，不是老天爷。还有你想错了，我哥他并不恨你，你们的感情在你们确定分开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可是我心里还有他呀，我们俩这辈子就是有缘无分，都怪老天不公，硬生生的把我们分开了。别再说你心里还有他这样的话，你已经结婚了，请你尊重自己，尊重你的丈夫，也尊重他，别让人看清了你。结婚了，心里就不能有他了吗？他就在我心里呀，难道我对一个人情深错了吗？迟来的情深比草还要轻贱，你怎么想都是你的自由，但是别去找他，别去打扰他就行。那个小宁，你能不能给你哥哥带个话，就说林小玉你在和谁说话？一个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的男人怒气冲冲地朝这边走了过来，目光落在陆惊蛰身上。这个男人是谁？那个女的来问我路，那个男的是她男人。说什么说？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许和别的男人说话，你是不是皮又痒了？我没说，我只和那个女的说了2句。两人说着便转身离开了，一路还传来男人的呵斥谩骂声。夏清宁不自觉轻叹了一声，只觉得可悲又可恨，他没再说话。越和他接触，越觉得他和其他女人不同。他没有因为林小玉离开夏青树而生气，反而是在他说出心里还想着夏青树的时候，和我一样露出了鄙夷。他是如此清醒，如此明智，如果我哪天在战场上负了伤，失去了腿或者胳膊，他又会如何选择？这边的陆家，何珊珊已经气急败坏的在屋里骂骂咧咧快1天了。相看的第2天，那个喜媒婆就又登门了。何珊珊和王明芳本来高兴的不得了，以为是来说定亲的事，可万万没想到，喜媒婆只字未提定亲，吞吐着说再帮他重新介绍一个对象。当时不是聊得好好的吗？怎么就没相中呢？大家都是有脸面的人，对方只是出于礼貌，才没有马上表明态度。回去后怕你们这边误会，所以让我快点过来把话说清楚，免得耽误了何珊珊的其他好姻缘。青宁，你总算回来了。找我什么事呀？我来拿钱给你，我还能真白要你那么好看的裙子呀。这5块钱你先收着，回头我发了工资，再把剩下的15块也给你。不用，已经说好了，送给你了。你知道的，那些碎布片不值钱。布料不值钱，但做衣服也很辛苦。两人你来我往的推辞了一会，夏清宁拧不过他，象征性的收了2块当手工费，说其他的就算了。回老家怎么样？好玩吗？麦苗说着，这才注意到夏清宁眼眶有些红。你哭过了，是不是看你和惊蛰哥回去，你们村上那些人胡说八道了？没有，就走的时候有点不舍得我妈他们。这样呀，有惊蛰哥在，想他们也不敢欺负你。青宁，你不知道，我今天穿着这身衣服，打扮好去上班，我们公社里那些人都不认识我了，我就将计就计，装成来检查工作的领导，把他们戏弄了一番。你不知道当时的场景有多搞笑。
这时何珊珊正好从房间里走出来，看到麦苗趴在夏青宁耳边说着话，然后还哈哈大笑了起来。你们在说什么？你管我们说什么？嘴长在我们身上，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在背后嘲笑我。那个汉堡小五没瞧上我，是他眼睛瞎了啊！你说你那个相看对象没瞧上你？哈哈，那他可真是太有眼光了，是吧，青宁？看着两人一唱一和，何珊珊气得肺都要炸了。你得意什么？看不上我，难道还能看上你？你也不看看自己洗了脸是什么鬼样，还好意思在这里看别人的笑话。他刚说完这话，就看见给自己说亲的那个喜媒婆从胡同走进了院子。他怎么又来了？难道那个小五改变了主意，又想和我住了？这样想着，他脸上不自觉浮现出了笑意，可下一秒他的笑就僵在了脸上，因为他看到那个喜媒婆直接进了麦苗家的大门。媒婆去麦苗家做什么？难道也是去给他说媒的？这个臭丫头刚刚不是还嘲笑我吗？现在我倒要看看媒婆会给他介绍个什么样子的，不管介绍什么样的，我都要让他难堪，让他再也笑不出来。要是男方长得丑，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嘲笑他，乌龟配王八，蛤蟆找蛤蟆。要是男方长得好看，家里条件好的话，我就把他抢过来，到时候让他成为全院儿的笑话。何珊珊，你每天不是说这个丑，就是说那个丑，真正长得好看的人才不会把美丑挂在嘴边。就像青宁，她可比你漂亮多了，人家怎么就没像你一样贬低这个贬低那个？就算你长得再好看，心是坏的，也没人会喜欢你。丑就丑呗，还说一大堆屁话来为自己辩解。哼，怎么样？我就是长得比你好看，比你漂亮，看不上我的男人更不可能看上你，你就嫉妒去吧。别听他的，以后还指不定谁嫉妒谁呢。呵，现在何珊珊说话的态度有多嚣张，后面打脸就有多疼。麦苗快回家了，我一会再回来做饭，还没到点呢。家里来人了，有事找你。快回去吧，说不定是什么好事儿呢。哼，好事？他能有什么好事？即使是好事也轮不到他。青宁姐，我先回去了，下次再来找你玩。你这个周末有空吗？有空的。到时候我们去一趟百货商店，你帮忙挑一些衣服，然后再一起去一趟西郊。陆金哲说完这些后，意识到语气像是在下达命令，想到夏青宁又不是自己的勤务兵，有些不习惯的又补充了2个字：行吗？好的。他这是要去见谁？为什么还要带上我？啊，红梅她怀孕了。快把报告单子给我看看。在这儿呢。哎呀，终于是怀上了，妈盼这一天都盼2年了。你要是这胎能添个男丁，那可真是我们老陆家的功臣了。这个家里除了一直不受待见的夏青宁，就属我最没发言权。要是这胎能如愿生个儿子，不但婆婆欢喜，我在家里的地位也能母凭子贵。终于怀孕了，再过不久我就能帮原身洗清爬床的坏名声了。王明芳母子3人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这胎肯定是儿子，哪能胎生女儿是吧？对，今天高兴，我去把鸡炖上。珊珊呀，快来帮忙，以后你可不能偷懒了。你大嫂现在怀孕了，得好好养着。有什么金贵的？人家7、8个月的大肚婆不也照样干活？你在嘀嘀咕咕什么？快去厨房烧开水，我马上就去杀鸡。幸好金哲今天回来了，要不然这鸡肉大家还得等一等呢。恭喜你大嫂，以后多注意身体啊。谢谢，你和金哲也抓紧点要一个呀，2个孩子差不多大，也能互相做个伴儿。好，要是他们俩都怀孕，活都留给我干，那我不得累死。夏青宁可千万别怀，这辈子都不能生就更好了。青宁丫头，快出来接电话，你娘家妈妈打电话来了。小宁，你们平安到家了吗？到了一会了。妈，家里出什么事了吗？没有，金哲在你身边吗？妈想给他说声谢谢呀。中午的时候村主任来找了你哥哥，让你哥哥以后不用去上工了，就负责记录一下大家的工分就行了。我一想就知道是金哲在中间出的力。早上他不是去了一趟村长家吗？应该就是说这事儿的。没想到陆金哲不声不响，竟然做了这么一件大好事。好的妈，他现在不在，一会回去我会谢谢他的。好，千万别忘了呀，你给妈的钱，妈收了一半，另外一半放在你们的那个绿色包的最里面的口袋里了，你别忘了拿出来收好呀。就这样了呀，妈要回去了，先挂了。等夏青宁反应过来，那边的郭玉梅已经挂了电话。夏青宁走回了家里，打开陆金哲那个军绿色的包，在内里的小袋子里果然发现了卷在一起的一卷钞票。郭玉梅肯定觉得我在城里花钱的地方更多，所以才悄悄的又把钱放了回来，过几天再给他汇回去吧。我现在有工资，开销也不大，那个一贫如洗的家更需要这笔钱。还有陆金哲给哥哥找工作这事儿，
还真得好好感谢感谢他。吃完饭没一会，麦苗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麦苗犹豫了一下，开始把事情经过都告诉了夏清宁。原来给何珊珊介绍对象的那个媒婆刚刚去了他们家，说要给她介绍个对象，而那个人正是前2天和何珊珊相看的小伙子。媒婆说那小伙子那天过来时无意间看到了她，回去之后心里就一直惦记，立刻就让媒婆来和何珊珊这边表明了态度。他怕我有顾虑，不愿意相见的话，他可以再等1年，1年后等事情平息了，没什么风言风语了，他再找媒婆过来说亲。李姨是什么态度？我妈让我自己拿主意，可是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拿嘛？李姨让你拿主意，其实就是已经默认同意了。这样呀，难怪她一句反对的话都没有说，对那个媒婆还客客气气的。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别人会说闲话，到时候说我抢何珊珊的相亲对象，那多难听呀。嘴长在别人身上，我们又不能去控制，就算你现在回绝了那边，别人不也照样要说闲话吗？为什么要在意他们说什么呢？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你看当时我和陆惊蛰的事情闹得那么大，大家不都在背后说3道4吗？我不也活得好好的？而且你看现在他们见了我，不也还是陆二媳妇的叫吗？洗漱完的陆惊蛰并不知道麦苗来找夏清宁了，刚想往房间里走，就听到了夏清宁说的这句话，不自觉微微蹙起眉。清宁，我也很奇怪，当时你怎么就那么大胆呀？那可是惊蛰哥呢，整个大院里哪个不怕他？不是我大胆，是坏人太可恶了。屋外的陆惊蛰正想离开，却忽然听到了夏清宁这句话，脚步不自觉地顿住了。况且那个小五喜欢你，对你来说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你就别担心那么多了，先和他好好相处看看吧。那行，那明天我就让他过来一下吧。有了主意的麦苗告别了夏清宁，刚走出房间就碰到了何珊珊。你是自己没家吗？成天往别人家跑。对呀，你是自己没家吗？成天住别人家里。今天是不是有媒婆去你家说亲了呀？什么时候来相看呀？到时候敢不敢让我也见见，看看是乌龟还是癞蛤蟆？明天下午就来，你要想看就过来看呗。还真让我去呀？万一到时候人家看上了我，没看上你，那你不就太丢人了吗？到时候谁丢脸还说不定呢。哼，谁丑谁丢脸呗。不是让你早晚都喝吗？哦，下次一定记住。快喝，喝完早点睡。你去找村长给哥哥安排了一个计分员的活是不是呀？谢谢你。不用，这样做了好事，不居功的男人，真不错。第二天等夏清宁下班回家的时候，麦苗家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里面闹哄哄的，大家都伸长了脖子往里瞧。听说是一个小伙子先是和何珊珊相看的，但没看上他，却看上了路过的麦苗，今天就找了媒婆上门来说亲，正好被何珊珊撞见了，就直接跑人家家里大闹了起来。男方没和他说清楚吗？怎么没说清楚？第二天就来说清楚了，人家就是没看上他。那他还跑麦苗家里闹什么？也不嫌丢人啊！要他不来闹，我们还不知道这事儿呢。他这一闹，好了，所有人都知道了。主要是他这闹的也不占理啊，人家又不喜欢他，也说清楚了，牛不喝水也不能强按头不是？麦苗，你个死丫头，居然敢和我抢男人，也不瞧瞧自己洗了脸是什么鬼样子，也只有眼瞎的蠢货才会看上你。何同志，请你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了，回自己家去吧，免得大家都难堪。现在知道难堪了？我呸！你是不是眼睛瞎了？比身材，比外貌，他哪点比得上我？你说说你看上他什么了？哎呀，珊珊，不是你不好，只是你和小五缘分没到，你先回去好不好？改天婶子再重新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谁稀罕你介绍？呵呵，你还是给他们这些不要脸的狗男女配对吧？你个老蠢货，我看你就是想谢没钱想疯了。喜媒婆没想到何珊珊一个还没出嫁的姑娘家，嘴巴会这么脏，一时间愣住了，都忘了开口对回去。你今天必须给我把话说清楚了，你是觉得我相貌不好看，还是身材不好了？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各花入各眼，就算你美若天仙，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何必在这里胡搅蛮缠呢？我当然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了，你喜欢的那些见人狐狸精的招数我确实学不来。麦苗，你是不是早就预谋好了，知道他要来和我相亲，故意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去勾引他？你怎么那么贱，那么不要脸啊？看到个男人就往上扑吗？何珊珊，你不要把每个人都想得和你一样，动不动就说勾引。你没勾引，他能看上你个丑八怪？呵呵，我还奇怪他为什么看不上我呢，估计你们两个都睡过了吧。何珊珊，这么阿杂的话你一个没出嫁的姑娘是怎么说出口的？这何珊珊怕不是疯了，无凭无据的，怎么什么话都敢乱说？麦苗一直是规规矩矩的好孩子，何珊珊怎么能这么毁人清白呢？别人不和他处对象，他就污蔑人家，姑娘家的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呀？
就在大家都在批判何珊珊的时候，王明芳终于回到了院子里，一进来就看到女儿被人围在中间，不停地指指点点议论着。弄清楚情况后，王明芳心道不妙，如果这事情处理不好，女儿的名声可就毁了，以后怕是嫁不了什么好人家了。她努力地冷静下来，然后立刻上前拉住了还在不停输出污言秽语的何珊珊。她秋莲婶子，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没教好她，我在这里给你赔不是了，你千万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呀。王明芳，你来的正好，快把你女儿带回去，好好管教管教，像个泼妇一样，哪里有点姑娘家的样子。现在我可不能走，必须帮女儿把颜面找回来，不然这泼妇的名声传出去，女儿这辈子怕是再难找到好人家了。必须想一套让大家信服的说辞出来，才能帮女儿洗白。她秋莲婶子，你是知道的，我们珊珊心眼不坏，就是性子太急了，她刚刚也是被气糊涂了，才会乱说那些话的。你千万别跟她一个小辈计较。小五，你给婶子说说，你上次来我们家和珊珊相看时，是不是婶子哪里做的不对，哪里怠慢了你，或者是对你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让你心里不舒服了，所以你才对我们有意见，才不喜欢我们家珊珊。不是，没有，我只是觉得我和何同志……那就是珊珊当时没礼貌，说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话，或者做了惹你生气的事，你才不喜欢她吗？也不是。既然我和我家珊珊都没有得罪你，那你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们家呀？不知道自己被套路了的小五一脸茫然，不明白他为什么忽然这么说。王明芳没给他反驳的机会，忽然抬起手来抹起了眼泪，一边委屈地哭着。小五，你明知道我们两家都是住在一个院儿里的，你前脚和我们珊珊相看完，后脚就来相看麦苗，这也太不像话了吧。婶子知道喜欢谁不喜欢谁都是你的自由，但孩子，我们做人不能不厚道呀。你这样做不是明摆着打我们家珊珊的脸吗？各位叔伯婶子，你们来评评理，要是这事儿搁在你们身上，你们能不生气吗？我们家珊珊这孩子吧，最是直脾气，虽然说话不中听，但她从来就没有坏心眼，刚刚说那些胡话就是被气晕了头，话赶到那儿了。果然巧言令色还得是他王明芳呀，要不说脑子转得快，没理也能诡辩3分呢。这事儿吧，要这么说的话，也不能全怪何珊珊了，这男方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说的也是，要是这事儿搁我闺女身上，我也生气呀。就是刚刚男方也亲口承认了，来陆家相看的时候，人家母女俩也没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要我说呀，这事儿归根到底就是男方做的不对，没考虑周到。现在好了，惹得两家人都下不来台了。他和你女儿只是相看了，又没有定下来。照你这样说的话，和你女儿相看了，就必须顾及着她的面子，不能再和其他人相看了吗？哪有这样的道理？不，秋莲呀，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我没有不让她再相看其他人，我就是觉得吧，她相看的时间太紧了一点，哪怕她过1个月再来和你家麦苗相看，我们家珊珊也不会说她一点不是。但是这都还没过2天，她又相看别人，还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我们也是要脸面的人呀，她这样不是直接打我们的脸吗？见李秋莲不说话了，王明芳又转头看向了小五，像是真心实意劝解晚辈一样。李李，你没看中我们珊珊，再相看其他人是没错，但是于情，你这样做就有点太不厚道了。小五呀，我们也不需要你道歉什么的，只是你以后做事情还是多考虑周到一些吧，大家都无仇无怨的，你这样做真是太不应该了。明明是他的女儿何珊珊没教养，闯到人家家里来大吵大闹，现在被他这一通道德绑架下来，他们自己倒成了苦主，一脸委屈的数落完人家，最后还慷慨的说上一句不需要你道歉了，这脸皮实在是无人能及了。婶子，你怎么只许自己女儿放火，不许别人点灯呢？你这孩子说什么点灯放火的胡话，这时间不早了，是该回家生火做饭了，我们就不多留了。婶子，你急什么？事情都还没有说清楚。哪里没说清楚？青宁呀，我知道你是心疼珊珊，觉得自家人受委屈了，心里不舒服，但是我们都说了不怪小五了，这事儿就让他过去吧。他和麦苗要真能好上，婶子也会祝他们好的。居然给我打起了感情牌，可是这大婶大概是忘了，我们之间哪有什么感情可谈。婶子刚刚说小五头2天相看了何珊珊，今天又来相看麦苗，是不厚道，是在侮辱人，是在打你们的脸，对吗？可是这样的事何珊珊不也经常做吗？我记得上个月何珊珊在同一天时间里不是也相看了2个吗？我可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呢。怎么同样的事情你们自己做就行，别人做了就成了侮辱你们呢？那两家又不像我们和麦苗家一样离这么近，两家人都不认识，那有什么关系吗？不对啊，我记得上个月何珊珊上午和人堂哥相看没看上，下午又和人堂弟相看了，堂哥堂弟的难道也不认识？我们当时又不知道他们是兄弟俩，这事情就是个误会。不知道吗？我记得那2次相看也是婶子您带着人来家里的，难道是您没给他们说清楚男方2人的关系？哪能没说？
那两人是兄弟，我可是明明白白给你们说清楚了的，你可不能赖在我身上。还有，可不是我同时介绍两兄弟和你们家何珊珊相看哟，是你们家何珊珊自己没有看上那个堂哥，反而看上了陪堂哥一起来的堂弟，拜托我去牵线搭桥，下午又相看了那家堂弟，但可惜呀，人家没看上他。你给我闭嘴，老钱婆！你也不看看自己介绍的都是些什么歪瓜裂枣，不是长得丑，就是眼睛有问题，还好意思说没看上我？听到老钱婆3个字，喜媒婆脸色都变了。王明芳，你这闺女可真不得了呀，动不动就给人扣个钱婆的帽子，这种脾气秉性，以后怕是没人敢再登你家门，给她说没了。真想把这不省心又没脑子的女儿塞回肚子里。没事，她去招惹这些媒婆做什么？她们这些媒婆每天接触的人那么多，把今天的事一传，那女儿的名声就再也挽回不了了。她婶子，你千万别生气，珊珊就是不会说话。王明芳还在做垂死挣扎，周围的群众可看不下去了。她哪里是不会说话，她就是没教养，见事情败露了还要骂人家喜媒婆。她刚刚还好意思说让人家小五等1个月再来，你们家的何珊珊1天都等不及呢，还好有意思要求别人等1个月再来，别人凭什么要为了她的面子再等1个月？太搞笑了吧。对，幸好人家小五眼神好，看上了麦苗，没看上他，要真把他娶了回去，那不得闹得家宅不宁呀。他以前可瞧不上人家麦苗了，总是挖苦人家长得没自己好看，现在打脸了吧？现在即使王明芳再怎么能说会道，巧舌如簧也圆不回去了。今天这一闹，何珊珊的名声算是彻底坏了。事已至此，王明芳再也找不到说辞来为何珊珊洗白了，知道再留在这里只会更难堪，于是拉起何珊珊就往外走去。她走得很快，脸色极其难看。你个死丫头，真是没一天让人省心的。青宁丫头，今天多亏了你，不然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了。谢谢。没事了，你别觉得难堪，不好意思什么的。今天丢人的是何珊珊，不是你。对不起，都怪我没考虑周到，让大家受委屈了。知道让她受委屈了，以后可要对她好点呀。我以后一定加倍对她好。都说好事多磨，今天这事就当是考验了，希望能尽快吃到你们的喜糖呀。说完忽地看向了夏清明，这小姑娘是谁家的呀？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是后面陆家的。最好的朋友几个字对夏清宁来说还挺受用，她不自觉也弯起了唇，浅浅的笑了。这一笑，一旁的喜媒婆都看呆了。手里正好有2个家境长相都特别好的小伙子，点名了只找漂亮媳妇儿，要是把眼前这姑娘介绍过去，肯定能成。小姑娘多大了呀？定亲了没有？哎呀，婶子，你就别想着给她皱眉了，人家都结婚好几年了。那可惜了。可惜什么呀？人家丈夫可是部队里的团长，长得又英俊，对她又好，过得可幸福了。团长呀，还好自己刚刚没有嘴快，说要给他介绍个技术工人什么的。我手里最好的资源也不过是国营厂里有点职务的，自然和团长比不了。这年头，工人是铁饭碗，当军官的那可是金饭碗。刚刚我打去麦苗，转过身他就现学现用了。这丫头倒是个机灵鬼。臭丫头，你还敢回来？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好，故意给麦苗弄成那样，来和我抢男人是不是？你不是自诩比谁都漂亮吗？还怕别人来和你抢？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自己爬床尝到了甜头，现在又去教麦苗勾引男人，你们2个贱人以后都不会有好下场。陆惊蛰现在不在家，骂了他就骂了，他又不能怎么样，这臭丫头也确实应该教训一下了。今天要不是他，珊珊也不会那么丢脸。刚刚被大家围着教训了那么久，我看你还是没有长记性。哦，也对，没脑子的人能长什么记性？你骂谁没脑子？臭丫头，别以为陆惊蛰回来就有人给你撑腰了，我今天非打得你跪地求饶不可。说完就挥舞着拳头向夏清宁身上招呼了过来。何珊珊身强体壮，力气大的跟牛一样，夏清宁这副瘦弱身板在她面前简直不堪一击。就在她慌乱的用手本能的护住头部，做最后的挣扎时，住手！声音急促而愤怒，说话间的男人已经闪身挡在了夏清宁前面，并抬手一把捏住了何珊珊的手腕。啊，疼！惊蛰呀，快放手，快放手！珊珊手快断了。一时间哭声、呼喊声、哀嚎声在屋子里此起彼伏，好不热闹。管好你女儿，要是她再敢动手，她这只胳膊就再也别想要了。听着陆惊蛰的话，再看旁边夏清宁那副弱不禁风的狐媚样，各种情绪充斥在何珊珊的心中，让她已经完全没了理智。抓过桌上的开水瓶就要往夏清宁头上砸，下一秒就被人夺了过去。紧接着清脆又响亮的巴掌声让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被打的何珊珊整个人都懵了。你个死丫头，什么时候还学会对人动手了？要翻天了是不是？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
王明芳一边骂着，一边敲打着何珊珊的背，一副要帮夏清宁出气的样子，鸡飞狗跳的表演了一通后，把何珊珊拉回了房间里。陆惊蛰全程黑着脸，满眼都是厌恶，似在努力压制着火气，面色阴沉的转身走了，似乎1秒都不想多做停留。这一次陆惊蛰及时救了我，才免于受伤。要是下一次他没有及时出现，难道我只有站着挨打的份儿吗？不行，绝不能这样任人欺负。从明天开始就要多吃点饭，多多锻炼总是好的，至少不会再像现在这样，看起来这样柔弱不堪，谁都可以来欺负。艾哥，刚刚的事，谢谢你啊。没事，以前他们也对你动过手。原身胆小听话，从来不敢反抗。何珊珊除了嘴上欺负他，或者在他这里拿点好处，倒没有动手打过他。没有，那个，你可不可以教我一点简单的防身用的招数？我想学那种借助巧劲儿，趁其不备攻击敌人的招数。夏清宁见他没说话，忙解释道：今天这样的事情，如果以后再发生，我想凭自己的能力保护自己。好，谢谢，我会好好学的。陆惊蛰在部队里那么多年，最不缺的就是实战经验和格斗技巧，只要他教会了我，紧急情况下保命完全没问题。两人考虑到如果去外面教，被别人看到，实在有些不太妥，于是两人决定就在房间里练习。你身体太弱，和人正面拼力量一定会输，所以你要学会使用手肘、膝盖这2处身体中较硬的关节去攻击敌人痰中、喉咙、腮部、眼睛这些身体薄弱的地方。陆惊蛰面容严肃而认真，讲解得十分仔细，就仿佛在部队的格斗场上一样。最后一个动作，如果有人忽然抓住你的衣服，你挣脱的方式是双手掌心相对，食指交叉，从对方一侧手臂绕至胳膊处，猛压他的肩胛骨，直至将对方压在地上。陆惊蛰讲解完，便给夏清宁做起了示范。只见他抬起手来，一把抓住了夏清宁胸前的衣服，直接将他整个人拉到了自己面前。他在演示动作时十分专注，没带一丝杂念。发现了夏清宁的异样后，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抓到了什么。在明白那是什么后，他立刻就松开了自己的手。他这一松，夏清宁身体没有了支撑力，直接就失去了平衡。夏清宁伸出手，本能的去抓能够到的东西。这时候陆惊蛰也反应了过来，伸出手去想要拉住他，可时间来不及了。他身体后仰得太厉害，直接把他也拉着一起摔了下去。你们2个亲嘴。门口站着的是刚放学回家的陆小雪，看着床上的两人，她突然笑了起来。麦二狗，快来看，我二哥他们在房间里亲嘴。没事吧？我没事，你别管我，快去让他别乱说话。陆惊蛰微微蹙眉，没说话。见夏清宁没什么大碍，才站起身来，转身走出了房间。我和他刚刚是亲吻了，不仅如此，还被一个小屁孩看见了，还跑出去大肆宣扬了，这简直是大型社死现场。珊珊，你别怨妈打你，你刚刚实在太冲动了。你想想，要是真砸伤了他，我们娘俩还能继续在这个家待吗？不待就不待。那你现在就回何家那边去，回那边和他们一家6口挤3个房间的漏雨房，7个人一顿吃2个菜，再帮他们做饭、刷碗、拖地、洗衣服。他们欺负我，你也打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干脆跳河死了算了。胡说八道，什么死不死的？我打你那不是因为你做事没头脑，完全不顾及后果吗？你说今天真要把他砸出个好歹来，你要怎么收场？我就是想要砸死那个臭丫头，要不是因为她，小五能看上麦苗那个丑八怪吗？要不是他，今天那些人能那么说我吗？还不是你自己笨！你说你跑去麦苗家闹什么，还去骂人家媒婆，你这脑子怎么进随了你爸？你也不想想，那媒婆每天要接触多少人，把你今天说那些话四处散播出去，你说你还能找到什么好人家？我现在都21了，如果没有人再给我介绍对象，那不得熬成老姑娘吗？妈，那怎么办？现在知道着急了，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还能怎么办？过段时间我去找你二姨，让她给你介绍一个。可是人家会帮忙吗？他和你又不亲近。他是对我有意见，但是对你们小辈还是很伤心的。大不了我活出这张老脸不要，上门去求一下他呗。谁叫我生了你这么个讨债的呢？还是妈最好，让他给我也介绍一个当兵的呗。要是在部队里有点职务的就更好了。你想得到挺美，珊珊呀，你也得去学学化妆了。你看那麦苗长得没你好看，化了以后确实好看多了。男人哪个不喜欢漂亮好看的？人家给你介绍个家里条件好的，也要你自己把握得住才行呀。还有，从现在开始，你再也不许去招惹夏清宁了。今天陆惊蛰护夏清宁那个样子，就像在护自己眼珠子一样。要是珊珊真闯出什么祸来，我们娘俩绝对没好果子吃。再忍一段时间就好了。忍，每次都叫我忍，我要忍到什么时候？陆惊蛰1天不走，你就忍1天；1年不走，你就忍1年。夏清宁不就是仗着陆惊蛰喜欢他，才敢这么嚣张？要是陆惊蛰不喜欢他了，他不就没人撑腰了吗？总是要我忍，
我才不忍！对付夏青宁就该用以前的方法，让她一辈子都翻不了身。想到这里，他脑海里忽然冒出一个恶毒的想法，唇角不自觉往上勾。夏青宁，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惊蛰，你看你嫂子这都怀上2胎了，你和青宁也得抓紧呀。对呀，老二你也结婚好几年了，也该考虑要个孩子了。他一副风吹就倒的样子，估计一辈子都生不出孩子。他们马上就要生孩子了，今天我看到他们抱在一起亲嘴呢，亲了嘴不就马上有孩子了吗？这话一出，桌子上所有人都停止了动作，屋里一片死寂的尴尬。快吃饭，快吃饭！小女孩家懂个什么？我怎么不懂了？赵婶说的，2个人亲了嘴就要生孩子，他们下午亲了那么久，肯定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吃饭。在陆惊蛰的威严下，陆小雪没再开口。如果夏青宁真的怀孕了，再生个儿子，那她的尾巴不得翘上天，我更没有收拾她的机会了。想到这里，何珊珊攥紧了拳头，眼里都是怨毒，心里那个邪恶的想法怎么也压制不下去了。第二天，夏青宁早早的起床洗漱好了，出门时看到从房间里走出来的姚红梅，只见她面色苍白，好似没有一丝血色，走路都好像有些重心不稳。大嫂，你身体还好吧？还好，就是最近总感觉肚子疼。你还是早些去医院看看吧，怀孕肚子疼可不能忽视。应该就是吐得太厉害了，我怀婴验时都没吐这么厉害。妈说没事，怀男孩反应更大些，熬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该说的话我已经说了，如果再说严重点，人家还可能以为我在诅咒他。大嫂，身体是自己的，你最好早些去医院做检查。说完没再停留，走出了家门。听完夏青宁的话，姚红梅正犹豫着去什么医院，一去做检查就是又扎针又抽血的，身体吃不消，还容易出事。红梅呀，吐就说明孩子调皮，懂折腾，这一看就是男孩呀。你要多吃点饭，吐了也没关系，再吃就行。当妈的为孩子受点罪也是应该的。妈，我知道了。青宁呀，我怎么看你最近越来越俏了？是哟，不但比以前会打扮了，皮肤也变得更好了呢。都说人靠衣装，但你看看人家青宁穿啥不好看呀？我就没看到过哪个女的穿着灰扑扑的工作服都穿得这么好看的。人家丈夫回来了，自然要多打扮打扮了。你丈夫真回来了呀？哎呀，你们别八卦了。青宁，廖主任说有事找你，你现在去趟他办公室吧。听到廖主任3个字，夏青宁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起来。上次那一巴掌，难道给他长的记性还不够？快去吧。夏青宁应了一声，往廖强的办公室走去。什么情况？廖主任怎么又找他去办公室？还能什么情况？还不就那点事儿？刚刚大家不是说他男人回来了吗？还有厂里都在传，他男人可是个军官，职位还不小呢。什么军官？他夏青宁上班也有2年了吧？你见过他男人一面吗？就算真是个当兵的，我看顶多也就是个在部队里烧锅炉的。什么？青宁男人是在部队里烧锅炉的？那为什么以前都说是军官呢？那还不简单，谁不喜欢往大了说？你们有谁见过他男人吗？不过青宁平时看着挺实诚，不像是会吹牛托大的人呢。小红，你这都是听谁说的呀？我可没说他吹牛托大哟，就算是个烧锅炉的，好赖不也是个当兵的吗？我记得小红的哥哥也是当兵的，该不会是听你哥哥说的吧？远征哥可不是普通的兵，人家可是有级别的连长，可威风了。我听说远征哥就要回家探亲了是吧？什么时候到家呀？小芳，你该不会是想做小红的嫂子吧？大家都笑了起来，没人再去追究夏青宁丈夫是不是烧锅炉的这件事了。主任找我有什么事？小夏，最近工作怎么样呀？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吧？廖主任，你要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哎呀，小夏，我这不是在关心你工作吗？你说你什么时候脾气这么坏了？要像以前那样温温柔柔的多好。我找你当然是好事了，我这里有个统计的职位，工资高还轻松，你想不想试一试呀？不用了。别拒绝的这么快吗？要不你再想一想。不用想，这么好的职位我胜任不了，廖主任还是留给别人吧。能不能胜任还不是我说了算，我说你能，谁都不敢说一个不字。下2个星期工厂要招一批女工，你上次不是说你有个小姑子想来我们厂吗？怎么样，需不需要我帮忙呀？只要你乖乖听话，我能给你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哟。我不需要换岗位，我也没有小姑子要进厂，廖主任就不要白费心机了。还有，我上次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廖主任还是自重点吧，免得到时候自取其辱，下不来台，被所有人笑话。夏青宁，我劝你一句，如果还想在这里干，就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廖强，
你最好收起那些肮脏的心思，不然丢工作的一定是你。廖强听完，满脸不屑，忽地换上了笑脸，只是那笑怎么看怎么猥琐。青宁呀，你可别逼我，你胸口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吧？上次扒你衣服时，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你说我要是一不小心把这么私密的事说了出去，到时候你会怎么样？听了廖强这话，夏青宁眉心深深地蹙了起来，说不慌张那是骗人的，毕竟名节对一个女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更何况还是在这个思想更加保守的年代。上次我给你说过了，我丈夫已经回来了，也告诉过你，他是团长。回来了又怎样？我可听说了，他不要你了，这次回来就是和你办离婚的。你大可放心，我们感情非常好，是不可能离婚的。还有你大概不知道吧，那天我跳下河后，救我上来的就是我丈夫，当时那么多人看到，我是从河里被救上来的。如果我以团长妻子的名义写一封检举信，说我丈夫在边疆保家卫国，他的妻子却被流氓逼得跳河。什么流氓？什么逼你跳河？就凭你嘴上说，没有证据的事，会有几个人相信？到时候我还可以说是你自己为了调到更好的岗位，故意勾引我呢。如果夏青宁真要去告我，早就去了，也不会拖到现在。他刚刚说的那些话，不过就是在强作镇定，想要吓唬我罢了。女人嘛，总是把名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只要拿捏了这一点，他夏青宁还不得和以前一样，乖乖的任由我摆布。廖强心里正得意着，却发现夏青宁十分反常，看起来并没有一丝慌张害怕，漂亮的小脸上竟还浮现出了一丝冷冷的笑意。所以我们车间的女工刘小红，5车间的质检员卢小蝶，7车间的记录员黄小珍，都未换好岗位，勾引过你。一个人说你骚扰，你可以狡辩，但是一群人说你要怎么狡辩？到时候我写好了检举信，就找你口里那些勾引过你的女工们一起签字，先递到厂领导那里，让你丢了工作，被所有人唾弃，然后再递到派出所去，到时候你就会被定流氓罪，然后被抓起来枪毙。没想到以前柔弱可欺，2天不说3句话的夏青宁，忽然变得这么心思缜密，条理清晰了。小夏，我错了，刚刚的话都是我乱说的，你千万别放在心上。你放心，以后不该说的话，半个字我都不会说了。小孩子都知道说错了话，嘴要受到惩罚，难道这么简单的道理，廖主任不懂吗？听了夏青宁的话，廖强愣了一下，很快就明白了他是什么意思，犹豫了一下，忽然抬起手来猛抽了自己好几个嘴巴，那声音又脆又响，无比悦耳。青宁，他们说你丈夫是在部队里烧锅炉的，是真的吗？夏青宁听了他的话，眼前竟然浮现出一幅画面来，身材高大的陆金哲，冷着一张脸，拿着大帖子，一铲一铲往大灶里添着炭，满脸都是黑乎乎的炭灰。你笑什么呀？是真的吗？其实烧锅炉也没什么丢脸的。还真是呀，以前不是说是军官吗？怎么现在又成了烧锅炉的啦？我是说烧锅炉也没什么不好，但确实不适合他来做，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是军官吗？是的。我就是说你不会吹牛吧？那些人就是喜欢胡说八道。下了班的夏青宁刚到院子，就看到了推着车子的陆金哲，在他的监督下，夏青宁又骑着自行车去路上实操练习了。练习完，两人照旧去了小河边吹风，又采了一大捧鲜花。你还没法骑车上路，明天我送你去上班。现在工厂到处都是关于我的谣言，正好让陆金哲去露个脸，一方面可以震慑住那些对我图谋不轨的人，另一方面又可以让那些不实的谣言自破。好的，以后上下班我来接你，别去麻烦外人。那个，今天你可以穿军装去吗？既然他要去送我，当然穿军装更好，不用说话，往那里一站，所有人都能知道他的身份。你穿军装更有精神，更威风。聪明如他，很快就明白了夏青宁的小心思，但并没有揭穿，配合的换上了军装。小东，今天你金哲哥送我，就不麻烦你了呀。放心，说好的冰棒，姐还给你买。金哲哥，今天可真神气。那是当然，不止今天，你金哲哥每天都神气。刚刚被吴晓东夸时，陆金哲并没有任何感觉，可现在听到夏青宁的话，不禁也染了几分笑意。陆金哲车骑得很稳，车后座又包了软垫，夏青宁坐在后面很是愉悦。说来也巧，车子刚到厂区门口，就遇到了夏青宁他们车间的几个女工。夏青宁刚想给她告别，却见陆金哲忽然抬起手来，帮她整理起了额前被风吹乱的头发。他动作如此自然，仿佛在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这时上班的廖强也看到了这边发生的一切，不由得在心底里倒吸了一口凉气，连忙把头埋下来，灰溜溜的走了。进去吧，我下午来接你。好。走出一段距离后才回过神来，不由得感叹，这男人也太会了吧，估计他已经看穿我那点小心思，这么做就是为了配合我。看似一个小小的整理头发的动作，却在无声的告诉所有人，他是偏爱心疼媳妇的。那些他回来是和我离婚的谣言，
现在应该会不攻自破了吧？你们看到青宁的男人了没有？今天早上送他来上班了。怎么没看见？那一身军装穿的，我就没见过那么俊的。刘小红，你昨天为什么要造谣，说青宁的男人是在部队里烧锅炉的？以后无凭无据的话，可不能乱说了。人家青宁的男人可是正儿八经的军官，哪里是烧锅炉的呀？就是我们今天都亲眼看见了，人家穿着军装来送青宁上班，1.9米的大高个，长得那叫一个英俊哟。谁造谣了？我就随口说了一句，你们自己要那么理解，我能管得了吗？再说了，不就穿个军装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烧锅炉的不也照样发军装吗？你懂什么呀？人家穿的军装，肩膀上可是2-3星，那是正儿八经的团级干部。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小红的亲哥还是连长呢。真想拿块抹布堵上他的嘴，真是个文盲，上赶着去丢人。呵呵，那她见了青宁丈夫可得规规矩矩尽力才行。小红，她什么意思啊？是说远征哥官不大吗？刘小红不想和他站在一起丢人，冷着脸就往自己的工位去了。请你别理他们，造谣的人会烂嘴巴的。陆惊蛰今天可是给足了我牌面，以后那个廖主任怕是再也不敢和自己扯上关系了，见了我估计都会绕着走了。小红，到底团长官大还是连长官大呀？刘小红看着脑袋少根筋的钱小芳，不禁在心里嘲笑起来。这样的人还惦记着我的哥哥，真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你好，你还记得我吗？今天早上你帮我扶住了车，我还没有谢谢你呢。不用，我哥也在部队里，他叫刘远珍，你认识吗？不认识。青宁你强，你家那位又来接你来了。咦，他旁边那不是刘小红吗？今天早上的事实在太谢谢你了。我哥说过，得了别人帮助要懂得回报。同志，你有时间吗？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行呀。刘小红听到声音，下意识地回过头去，就看见夏青宁和他们组上的几个女工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自己身后。那她可以带上家属吗？小红，你昨天不是还说人家是烧锅炉的吗？怎么今天就要请人家吃饭了？小红，你要请吃饭呀？怎么能只请男同志呢？哈哈，要不我们大家一起去吃呗？你这不是明摆着笑青宁的墙角吗？是不是太不厚道了呀？下次搭讪之前，小红你可要弄清楚人家结婚没有呀？你看现在这样多尴尬。在大家的调笑声中，刘小红全然没了往日的骄傲，什么也没再说，逃似的离开了。回去的路上，陆惊蛰明显感觉夏青宁心情很好，注意到她轻轻晃动着的腿，陆惊蛰不自觉皱了皱眉。别人给我搭讪，他不生气，好像还挺开心。我们现在能去一趟书店吗？我想去给哥哥买点复习资料。真想考大学？不都说知识改变命运吗？我也想拥有更多知识，然后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过现在外语考俄语，我一点也不会。如果你真想学，我可以教你。你会俄语？会。那就麻烦你了，到时候我考上了大学，一定给你包个大红包，好好感谢你。陆惊蛰听了这话，一侧唇角不自觉上扬了起来。还挺有志气。到书店以后，每一种都拿了2本，一套自己用，一套寄回去给哥哥，顺便又去了一趟邮局，把书寄了一套回去。没多时，两人就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大院里。青宁呀，你们家出事了，你嫂子忽然肚子痛得厉害，出了好多血，大家借了木板车来，刚刚把她拉医院去了。这件事已经在夏青宁的意料之中，所以他并没有觉得惊讶。一旁的陆惊蛰倒是面色沉了下来。哭，你哭丧呀？你妈还没死呢，等死了再哭呀。妖怪，英允怕妖怪。3岁的孩子被打得晕头转向，哭声震天响，身上传来的疼痛让他不停挣扎，慌乱里抓伤了何珊珊的胳膊。何珊珊勃然大怒：我叫你板命，还敢抓我？看我不打死你个小杂种！姑姑，别打了，别打英语。你哭呀？你再给我哭呀？怎么不哭了？哭大声点呀！住手！这一刻夏青宁彻底怒了，他从来没有这么气愤过，什么也顾不了，直接冲到何珊珊面前，抬手就给了她2记耳光。何珊珊，你还是不是人呀？这么打一个3岁的孩子，你的心怎么那么恶毒呀？臭丫头，你找死！话还没说完，手臂就被拧翻了过来，疼得她哇哇大叫。原则上我不打女人，如果你再敢对孩子动手，我也不介意破了这个原则。夏青宁没有再看他，抱起被吓得目光呆滞的英英回到了自己房间。英英不哭了，别打英英，痛痛。英英别怕，小沈保护你，没人敢打你了。我们现在去医院看看大嫂，顺便再帮孩子做下检查。我们高度怀疑病人是宫外孕，现在得马上做手术，把胚胎取出来，不然病人会有生命危险。取出来，孩子不就死了吗？医生，什么是宫外孕呀？就是孩子没有在子宫里面，而是长在了输卵管或者其他地方了。那好办呀，
这孩子我们不做流产，你们把他转移到子宫里去吧。病人家属，胚胎没有办法转移，只能取出来。那就让他留在那个什么馆里，反正这个孩子我们要，不能做流产。我可是盼了好久的孙子了，这好不容易怀上，流掉了又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抱上孙子。见给他说不通，医生也就不多费口舌了，看向一旁的陆立东。你是病人的丈夫吧？现在病人出血量很大，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你赶紧去缴费做手术吧。见男人迟迟没有动，医生也没了耐心。再耽误时间，病人真会有生命危险，到时候人都没了，还怎么生孩子？现在先把命保住，孩子以后还能再要。陆立东对姚红梅还是有些感情的，听了医生的话，最后还是缴费去了。医生，你看能不能尽量把孩子放到子宫内去，毕竟是一条命呀。医生知道和这什么都不懂的愚昧妇人说不清楚，没再纠正什么，只是说会尽力救治病人，然后就进了手术室。妈，没事，我们还年轻，孩子以后还会有的。两人正说着话，陆立东一抬头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女人的身影，疑惑的多看了几眼，待看清楚了脸后，脸色一下变得很不自然。立东哥，现在我怎么办呀？你先回去，我晚点来找你。王明芳贼精的，哪里还看不出两人之间的猫腻，走过来，抬手从陆立东手里抽出了单子。我是立东他吗？你先回去，好好养着，放心，我会让立东给你一个交代。闺女，这几天饭可以多吃，话要少说，说多了容易出事。你什么也别说别做，只管吃好喝好，后面的事交给婶子就行了。女孩看了看一旁的陆立东，乖巧的点了点头。婶子，你快走。王明芳声音比较小，女孩反应有些迟钝，等听清楚，夏清宁已经走到了几人身边。嫂子怎么样了？这是谁啊？也是来看嫂子的吗？他是我们的亲戚，来医院看病，正巧遇见了。亲戚吗？我以前怎么没见过？远房亲戚，何家那边的。就是何家那边的亲戚。这是忘了自己是陆家的，和何家那边并没有什么关系，又怎么会认识什么远房亲戚？闺女，现在我们家有事，也就不请你去家里吃饭了，你先回去吧，记住婶子的话，多吃饭，身体才会好。夏清宁看着女孩走远，没有揭穿母子俩，也没再纠结这个问题。嫂子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不太好，说是宫外孕，孩子要不成了，大人也很危险，现在正在里面做手术。爸爸。陆金哲怀里的英英看到陆立东用稚嫩的声音喊了一声，只见小女孩伸出双手想让陆立东抱自己，陆立东并没有去抱她，甚至有些不耐烦，看似疲惫地靠在了墙上。一旁的王明芳抬手要来接。不要，英英脸上的伤那么明显，母子俩自然是看到了的，但是并没有关心，连问都没问一句。姚红梅的家属，我们在病人两侧的输卵管里发现了一个胚胎，现在必须把2个胚胎都取出来，才能保住病人的命。不过2个胚胎就是2个孩子吗？双胞胎，看得出来孩子是男孩女孩吗？现在不是男孩女孩的问题，是2个胚胎长在2条输卵管上，要救命，只有把2条输卵管同时切除，切除了输卵管以后，她就没办法再怀孕了。什么？我们不切，就让孩子在那个什么管里长，能长多大是他们的造化，反正我们不切。已经在手术了，我们只是来和你们说一下里面的情况。我们不做手术了，现在我们就要带他回去，是死是活，我们自己负责。立东，快去把你媳妇儿背出来。终于理解了，为什么生孩子时身边一定要有娘家人，那是因为有些婆家人根本不是人，他们只考虑孩子，只想要留后，根本不会顾及产妇有没有生命危险。陆立东听了他妈的话，竟真的就往病房里面走去。病人家属，你不能进去，里面在抢救，如果不切除输卵管，他会有生命危险。我说了，是死是活我们自己负责，我们现在就要带他回家，你们敢切什么管，我们跟你没完。闭嘴，滚一边去，别妨碍医生救人。他的声音沉而有力，里带着强大的震慑力。王明芳被他冷冽的眼神扫过，竟然收起了刚刚撒泼耍无赖的做派，不敢再说话阻碍医生了。不用理会他们，怎么救你们说了算。眼前的男人莫名的感到心安，这样一个珍视生命的人，如果以后我遇到危险，他也一定能护我周全。走廊里很快安静下来，事情已经这样，王明芳知道闹也没用了。没了生育能力的儿媳妇，已然成了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不过还好，刚刚那个女孩也怀孕了，陆立东不至于没后，也算是因祸得福吧。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夏清宁这时才发现，王明芳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没了利用价值的人，他果然是看都懒得看一眼。我带英英下去检查一下，你和我们一起去，还是留在这里？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你们是他什么人？我是他小婶，他是他小叔。你知不知道大力的打小孩子耳光，很容易把耳朵打聋，孩子还小，调皮是难免的，好好说说就行，以后再也不能这样打孩子了。不是他打的。那是你打的。不是，
不是我们打的，我们没有虐待孩子，是姑姑。英英哭，姑姑打英英，姑姑坏坏，小沈好。听了孩子的话，女医生大概明白了，脸色也缓和下来。不好意思，刚刚误会你们了，我刚刚检查了，孩子的耳朵没事，嘴巴里面破了，最近给他吃点清淡好消化的，孩子尽量别再交给这个姑姑带了。两人给医生说了谢谢以后，便抱着孩子走了出来。一路上陆惊蛰的脸色都不好，到了姚红梅的病房，将坐在一旁的发呆的陆立东叫到了病房外，将何珊珊今天殴打英英的事情给他讲了。这件事你准备怎么处理？小孩子不听话，他姑姑打他2下也没什么。虐待殴打孩子不是小事，你去通知他，就这2天从这个家里搬出去。让他搬出去，他住哪里呀？何家那边他又没办法回去了。他和你一样，都是我的兄妹手足。老二，你就不要让我为难了吧。听到他和你一样这几个字，陆惊蛰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冷了下来。他和我一样？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了？他住哪里与我无干，搬出陆家就行。老二，你不能这样说，陆家也是我的家，我做哥哥的总不能看着自己妹妹无家可归吧。再说被打的是我女儿，你就别管了吧。听完陆立东的话，陆惊蛰眸底一片冷意。面对着这样的陆惊蛰，陆立东很是心虚，没再说话，回病房去了。姚红梅在医院住了3天，第4天早上，陆立东用板车将她拉了回来。王明芳不让走正门，也不让陆立东抱她，说是走了正门会家宅不宁，男人抱了会走霉运。姚红梅只得忍着伤口的疼痛，自己从后门走了进去。回到房间后，陆立东说要去上班，急匆匆的就走了。王明芳也说要去自己二姐家走亲戚，还把英丢给了他，让他自己带。快到下午5点的时候，家里还是没有人回来。英英饿得肚子咕咕的叫，却并没有哭闹。英英饿了吧？英英睡觉睡着了，伯伯。英英乖，妈妈去给你做饭，一会儿就有饭吃了。说着，他就强撑着身体下了床，艰难的一点一点挪步到厨房里，扶着灶台四周看了看，发现除了锅底还有不多的锅巴米饭外，其他什么吃食都没有了。他找了一个粗碗，将不多的锅巴米饭装了进去，然后拿了双筷子，端着碗慢慢挪步到了客厅里，拿起暖水壶，想往里面倒点开水，泡着饭吃。拔掉瓶塞，发现里面一点水都没有。这一刻，所有的委屈涌上心头，豆大的眼泪簌簌的往下掉。妈妈不哭，妈妈不哭。母女俩端着碗回了房间，米饭要等一会才能泡发好，因为伤口太疼，姚红梅又躺回到了床上。就在这时，门外忽然响起了自行车的声音。珊珊，珊珊啊！干什么？鬼喊鬼叫的。珊珊，你能不能帮忙做点饭？我和英英一天没吃饭了，实在饿得难受。碗里不是有饭吗？你先吃着呗。谁家这么早就做晚饭呀？那是冷水泡的，小孩吃了会拉肚子。你在嘴里含热了吞不就行了？一个丫头带的那么娇贵干嘛？何珊珊，你还是不是人，心肠怎么这么硬呀？你骂谁不是人？你又关我什么事？要吃自己起来做呀。是不是看我不能生了，你们一家子就想用这样的方法来逼死我们母女，好给其他女人腾地方？你还知道自己不能生了呀？一只不能下蛋的母鸡，还在这样咯咯叫不停，不知道自己有多讨人厌吗？说完，他不再看姚红梅，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这一家母子3人都是狼心狗肺，没有一个好东西。骂完以后，还是无奈的抬起手来，端起那小半碗凉水泡饭，犹豫了片刻，拿起勺子，一勺一勺往嘴里送。这时候，陆惊蛰骑着车，载着下班的夏清宁回来了。刚走进屋，就听到姚红梅房间里传来了低低的啜泣声。夏清宁走进去，正要说话，妈妈，英英肚肚了，英英吃。姚红梅不像王明芳那么重男轻女，她一直都挺疼爱英英，有饭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吃，不给孩子吃。想到这里，她走过去，抬手拿过了姚红梅手里的碗，碗到手里，果然发现里面的饭是冰冷的。大嫂，你……夏清宁说到一半顿住了，谁有吃的？会吃这冷水泡饭？看到姚红梅满脸的泪水，夏清宁还有什么不明白？这王明芳母子几人还真是铁石心肠，竟然把刚做完手术的人丢在家里，不闻不问。特别是那个陆立东，姚红梅好歹和他做了几年夫妻，还给他生了一个女儿，他居然一点情分也不顾念。别吃了，你等一下。说完便转身出去了。姚红梅若有所思地看着走出去的夏清宁，原本空洞的眼神忽然带了一丝期望。嫂子，你先喝点麦乳精，喝完我再给你做吃的，你喝你自己的，我来喂英英。很快英英也喝完了，满足地躺回到了妈妈身边。姑姑坏，小沈好，甜甜好喝。清宁，对不起，以前的事是我和陆立东对不住你，现在的一切就是我们应得的报应呀。姚红梅心地不算坏，这些年虽然妯娌两人不算亲近，但也没有为难过原身。正因为这样，看他们忍饥挨饿，夏清宁才没有袖手旁观。既然嫂子觉得有愧于我，
那愿不愿意向大家说明真相，还我一个清白呢？听了夏清明的话，姚红梅脸上的神色明显愣了一瞬，缓过来后并没有回答，而是默默地低下了头去。她女儿还小，现在又不能再生了，以后母女俩都得靠着丈夫，怎么可能为了我这个外人和丈夫一家撕破脸？只能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来，到时候即使我不用逼着她说，姚红梅也会自己站出来，在大家面前把真相揭露出来。那好吧，你先休息一会，我去帮你弄点吃的。陆惊蛰见夏清明去了厨房，便跟了过去。怎么这么早就做晚饭了？夏清明也没隐瞒，直接给他说了姚红梅和茵茵一天没吃饭的事。陆惊蛰听完眉头微微皱了起来，转身走出了厨房，只见他骑着自行车出去了。用你穷大方，煮个面，一下子还打2个鸡蛋给他吃，你什么家庭条件呀？这么浪费。他一个病人吃2个鸡蛋，怎么就浪费了？病人，哈哈，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立了什么大功回来的呢。这话说的实在歹毒，不仅往人伤口上撒盐，还带着幸灾乐祸的意味。即使姚红梅再想委曲求全，再能忍，这下也到了她的底线。给我滚，滚回你和家去！你疯了是不是？这是我哥的家，我凭什么要滚？我就要住，想住多久住多久，你管得着吗？哈哈，某些人呀，现在孩子都生不出来了，还在这里大呼小叫什么？我要是他呀，就自己提离婚，然后滚回娘家去，免得待在这里丢人现眼。听到何珊珊说出这些恶毒的话，夏清明没有开口阻止，也没有帮着姚红梅反击。给他们做饭，那是不忍让孩子挨饿，也基于姚红梅往日没有为难过，算计过原身，我已经做得仁至义尽，现在没有理由去帮她。相反，何珊珊母子3人做得越是过分，越是有助于我的下一步计划。我是为谁生孩子变成这样的？你说这些风凉话，不怕遭天打雷劈吗？何珊珊，你说说，自从你住进这个家里，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了？一句重话都没有说过你吧，还处处忍让着你，你却趁我不在虐待我女儿，把一个3岁的孩子打成那样。你妈把我们母女扔在家里，不闻不问，我们一天没吃饭，求你帮着做点，你不肯。现在清宁帮我们做了，你还说吃2个鸡蛋多了，你半夜馋的时候不也偷偷煮2个鸡蛋吗？怎么你能吃，我们母女就吃不得了？我知道你们这么做就是想逼我走，逼我主动离婚。你去转告你妈，我绝对不会离婚，我就算死也要死在这个家里。你少诅咒我，又不是我让你流的产，让你不能生了，我遭什么天打雷劈？还有，我哪里虐待你女儿了？你可别乱说话，损坏我名声。我告诉你，她要再不听话，下次我还打。何珊珊，你不是人，你们母子3人都不是人，你们当年做的龌龊事我都记在心里，你们别逼我。你给我闭嘴！刚刚还一脸得意的何珊珊听了他这话，神情立刻变得紧张了起来。夏清明看着心虚的何珊珊，心里一片了然，但并没有急着问什么。什么龌龊事？你别乱说，我们可什么都没有做。我不跟你说了，你要敢乱说话，我妈哥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的。说完这些，就见陆惊蛰已经迈步进了客厅。何珊珊神色慌张，又一脸担忧地看了姚红梅一眼，然后转身回了自己房间。嫂子，我知道你不愿意在大家的面前帮我澄清，但刚刚说的龌龊事，能不能告诉陆惊蛰，帮我们夫妻把误会解除了？青宁呀，求求你，你就别逼嫂子了，放嫂子一条生路吧。知道他不会说了，夏清明没再逼问他。快吃面吧，都坨了。阴影炸不爆。看着眼前懂事的小女孩，夏清明怜爱地摸了摸她的头。好，英英站着吃，小婶喂你。烂面条很烫，夏清明贴心地吹凉了再喂给她。小女孩一口接一口地吃着，夏清明喂的速度都跟不上她吃的速度了。谢谢你啊，清宁。夏清明没有应声，拿着碗走了出去。你把这些给嫂子送过去。好，我洗了碗就送过去。你刚刚没乱说话吧？你不是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吗？怎么现在倒怕我乱说话了？姚红梅，你别忘了，你现在还是我哥的媳妇儿，你要把她害了，你和你女儿以后都没好日子过。没有好日子过，哈哈，说的现在我像是过什么好日子一样。反正我警告你，你不许给陆惊蛰乱说，不然你要怎样？不然你就看着你女儿天天挨打吧，哈哈，上次打的伤好像还没好呢。她可是你的亲侄女啊。亲侄女又怎么样？又不是我生的。这时候夏清明已经洗好了碗，他拿了桌上的东西，刚准备去姚红梅房间，就看见何珊珊从房间里走出来。夏清明并没有理他，直接走进屋里，把一堆的吃的放在一旁的桌子上。这是惊蛰给你买的营养品，你刚做了手术，好好补补身体吧。这些年来，我在这个家伏低做小，谨小慎微地讨好着丈夫、婆婆、小姑子，只是想让自己和女儿能够生活得好一点。
可是在知道我没了生育能力后，那母子三人立刻变了脸，丢我和女儿在家自生自灭。何珊珊更是闯进房间来威胁我，身边的这些人只有一直不怎么亲近的妯娌和小叔子，还把我当人看，又做饭又送吃的。我这辈子从未做过什么亏心事，唯一对不起的就只有夏清宁。当初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抢走他的未婚夫，最后在知道陆立东设计他的时候，没有站出来说出实情，让他一直背着污名。羞愧与内疚充斥在心里，在做了一阵剧烈的心理斗争后，姚红梅目光沉沉地看向夏清宁。清宁，你去帮我请惊蛰过来一下，我有话要给他说。好，说完便快步往客厅走去。嫂子说有话要给你说。陆惊蛰面上带着一丝疑惑，但并没有问什么，跟着夏清宁走进了姚红梅的房间。姚红梅看到身形高大、神色清冷的陆惊蛰时，刚刚在心里建设起来的那份正义忽然就弱了下来，目光也不自觉躲闪了起来。嫂子，你不是有话要对惊蛰说吗？嫂子，阿弟，谢谢你买这么多东西给我们，真是让你破费了。嫂子，你就只说这些吗？当年陆立东……清宁，我没有别的意思，就只想感谢一下阿弟。听了他这话，夏清宁冷了脸，知道姚红梅不可能把当年爬床的真相告诉陆惊蛰了。如果只是谢谢，那就算了吧。我们出去吧。感觉到夏清宁身上的低气压，陆惊蛰眉头微皱，看向姚红梅。嫂子，你确定没话要说？没有。夏清宁没有再看姚红梅一眼，走出了房间。等到两人走后，两行眼泪划过了姚红梅的脸。清宁，对不起。说不生气那是假的，但是已至此，夏清宁也没办法逼着姚红梅说出真相。她平复了好一会儿，心情才恢复了过来。我刚刚也有些操之过急了，我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帮袁深澄清真相，恢复明日这么简单，我还要王明芳母子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不痛不痒的代价还不行，必须是伤筋动骨、无比惨痛的代价。既然姚红梅还存着幻想，那我就彻底打碎她的幻想，到时候她也会主动出手对付陆立东母子三人。今天姚红梅威胁我说，要把以前我们对陆惊蛰和夏清宁做的事情说出来。这个臭婆娘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她要敢胡说八道，看我不打死她。两人正说着话，就见王明芳提着个布包走进了院子里，看到自己妈陆立东像是终于找到了主心骨。妈，你今天去找潘迪聊得怎么样了？慌什么？你还怕你妈搞不定一个小丫头片子？不是吗？你不知道，她虽然年纪小好骗，但是她那个妈可不是什么善茬，要是她家里人知道，一准儿找上门来，肯定要讹我们的钱，到时候事情闹大，被爸知道。陆立东没有再说下去，对陆百川他还是有些畏惧的。一方面陆百川毕竟是一家之主，威严还是有的，另一方面是怕他经济上不再接济自己。你爸怎么可能知道？我已经找了房子把他安顿好了，也让他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他父母，他那父母只要按时寄点钱回去就行，他们又不会来城里，不可能知道这事。现在你最主要的事情是快点把婚离了。离婚？怎么你还舍不得了？一只不会下蛋的鸡，你留着它干什么？不离婚你怎么再娶？探弟肚子里的孩子怎么能名正言顺生下来？不是，如果我们现在给红梅提离婚，所有人都会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陈世美的。怎么都没遗传到我的头脑呢？女儿性格暴躁，说话做事不动脑子，儿子遇事就慌，不愿担责任，还想要好名声。要是这个家没有了我，这俩小蠢货指不定会把日子过成什么熊样。你傻呀？我们为什么要提离婚？肯定是让姚红梅自己提呀。红梅她也不傻，现在她都不能生了，怎么可能主动和我离婚？那我就想办法让她提呗。呵呵，要让她非提不可，提了还不敢到外面乱说话。这时候何珊珊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还有件事，今天姚红梅还威胁我说要把当初我们设计陆惊蛰和夏清宁的事都抖出来。放心，她没那么傻，不会说出来的。从现在起，你们不许拿话刺激她，要对她比流产前还好，还客气。凭什么？你还想不想要好工作了？这次要是事情成了，你哥不但能顺利离婚，你也能进国营厂上班。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上次我听夏清宁那丫头说，他们纺织厂下个星期就要招工了，负责人还是那个廖主任。那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把夏清宁弄廖主任的床上，给我换工作。你个蠢货，想找死呀！你当陆惊蛰是吃素的？夏清宁现在可不像4年前一样好骗了。我上次说了，叫你最近别去招惹他。陆惊蛰还有2周就要走了，这2周就算他要骑你脖子上拉屎，你也要给我忍过去。工厂招工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珊珊要重新学下穿衣打扮。明天我就去一趟你二姨家，让她帮忙给你找个好人家，到时候你也跟我一起去，好好和你表姐学化妆。这次招工还有给你介绍对象的事，你可不能再给我掉链子了。还有姚红梅那边，不但不能怠慢，还要好吃好喝的给我伺候着。如果不想被骂名，你对她的态度要比以前更好。
让大家都觉得你是24孝好丈夫，其他的事情就别管了，我来办，你就等着抱儿子吧。陆立东点了点头，对自己妈很是信服。王明芳在房间里施阵布局，以为所有事情都尽在自己掌控中了，殊不知夏清宁此刻正在房间里画着上次在医院里看到的那个还没成年的女孩。第二天是星期天，陆金哲骑着车载着夏清宁走出一段距离后，夏清宁发现不是去西郊的路。我们去哪里呀？先去一趟百货商店，买一些衣服和鞋子。给谁买啊？一个嫂子和一个7、8岁的小男孩。嫂子身高怎样？没你高。那他的体型呢？比你胖。那他平时喜欢穿暗色还是鲜亮的？和你差不多。那他脚的尺码呢？比你长。每句话好像都在回答，但又好像没回答。为什么他一直拿我当参照物？买完东西从这里骑车到西郊，大概要50分钟。前面的路还比较平坦，可越到城郊，路越颠簸。夏清宁也没矫情，直接环住了陆金哲的腰。遒劲的身躯，腹部紧实，肌肉块垒分明，简直堪称完美。如果放在现实世界，单单那个拖背心的动作，就能秒杀一众白斩鸡的小鲜肉，迷倒一大片小姐姐。如果他今天没有穿军装，我是不是就能摸到传说中的腹肌了？就在夏清宁胡思乱想时，耳边传来了陆金哲一贯清冷沉稳的声音：到了。啊！思绪忽然被他打断，感觉自己就像干了坏事被当事人抓包了一样。哦，好的。陆金哲推着车走在前面，夏清宁跟在后面。走过那陡坡后，面前开阔平坦起来，10来间平房豁然出现在了眼前。见到有陌生人来，原本嬉戏的小孩们都停了下来，好奇地打量起两人来，但目光更多的落在了陆金哲身上。在经过孩子们身边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小男孩，这孩子身上有一种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孤独。小明哥，刚刚那个大个子叔叔不会是光头曾他爸吧？我在他们家墙上看到上面挂的他爸的照片，也是穿的那样的衣服。不可能，我妈说他爸早就死了，不可能再回来了。可是我看他们长得好像呀。说了死人不可能回来了，你还问那么多，还要不要完了？要。你谁呀？找哪个？这里不是曾小刀家吗？曾小刀呀，死了，早死了，都几年了。听到他轻飘飘一句早死了，陆金哲的眉头蹙了起来，脸色也暗了下来。这房子都卖给我家1年多了。他妻子和孩子呢？往这条路进去，后面那个小土房就是他们家的。谢谢。陆金哲说完没再言语，推着车往那小路走了进去。见陆金哲往前走了，夏清宁连忙抬步跟了上去。陆团长，这位是？这是阿珍嫂子，叫嫂子。嫂子是弟妹呀，弟妹长得可真好看，就跟那电影里的明星一样。嫂子，怎么没看见叔和婶子，还有光光？光光出去玩了，爸妈都走了。反应了片刻，才明白这个走字是什么意思。这显然在陆金哲意料之外，他眸光暗淡了一瞬。什么时候的事？走了1年多了，时间不早了，你们先坐一会儿，我现在去做饭。嫂子，我来帮你吧。不用，你坐着休息，我动作很快的，一会儿我们就开饭。等阿珍去了厨房，陆金哲对夏清宁要是说累了就休息一下，自己有事先出去一下。很快屋里就只有夏清宁一个人了。从刚刚两人的谈话中，再结合着青瓦房那个女人说的话，他大致拼凑出了这位嫂子家的基本情况。阿珍的丈夫是陆金哲的战友，但是不幸牺牲了。阿珍从家属院回到了这里，照顾年迈的公婆。公婆相继生病，阿珍卖了房子给2位老人治病，但2位老人还是去世了。现在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这里，一个人待着有些不知所措。夏清宁正准备去厨房帮忙，却忽然注意到了墙上挂着的照片，他有些好奇，便走过去看了起来。这时候阿珍走了出来，看见夏清宁在看照片。那是光光他爸，别看他照片上一本正经的，其实他性格不这样，他爱笑，喜欢讲点江湖义气，做事情也有些冲动。以前没去当兵时可没少惹事，所以我们这里的人都管他叫曾小刀。妹子，你先坐一会，我去把光光叫回来。我去叫吧。阿珍听了这话，显然有些意外。放心嫂子，我认得的，刚刚来时我看到他了。夏清宁从小学习人像素描，对人物外貌的观察力自然比一般人好些。刚刚遇到的那小男孩和照片上的男人眉眼之间十分相似，一看就是父子俩。滚开了，你蹲在这里干什么？都把我绊倒了，我们又不和你玩。对呀，光头曾，我们不想和你玩，你赶快走吧，免得一会把我们也绊摔了。这又不是你们的地盘，我为什么要走？是他自己不看路才摔倒的，关我什么事？你不蹲在这里，我会摔倒吗？哼！光头曾光头，长得丑，没朋友，眼不疼，脸不在，我们一拳打死他个小妖怪！光光，这是一个声音传了过来，很快大家就看见一个漂亮姐姐朝着这边走了过来。孩子们没有逃走，反而好奇地看着她走近。小屁孩，
不许欺负人。我们才没有欺负他。那你们为什么骂人，还给别人取外号？他姓曾，头发又少，我们叫他曾光头，哪里不对了？对呀，对呀，小明哥说的对，他就是曾光头。那你叫什么？我叫张小明。那你呢？叫什么？刘小华。不对不对，你衣服这么脏，你不应该叫张小明，应该叫脏脏锅才对。你呢？姓刘，又挂着鼻涕，不应该叫刘小华，应该叫刘大鼻涕。不许笑，不许笑，我才不是脏锅盖，我也不是刘大鼻涕。现在知道给别人取外号有多不礼貌了吧？以后还取不取了？哼，我一会儿就去把衣服换了，我就不是脏脏锅了。他头发少，他就一直是曾光头。就在这时，陆金哲推着自行车走了过来，只见他车上拖着一些米面，夏清宁背对着他，并没有发现他。他只是头发少点而已。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其实越聪明的人头发越少，所以才叫聪明绝顶呀。聪明绝顶就是说，特别聪明的人绝不长头发。你骗人的吧？我要回去问我爸爸。说完这句话，像是想到了什么。就算他很聪明又怎么样？他还不是没有爸爸。光光听了这话，眸子立刻暗淡了下来，头也不自觉地垂了下来。哼，我爸爸对我可好了，天天抱我，天天让我骑他的大马，哈哈，他都没有吧？谁说他没有？刚刚和我一起那个大个子叔叔就是他爸爸。才不是呢！我妈说他爸早死了，他们家没钱给他爷奶看病，房子都卖给我们家了。谁说不是？他是他干爸，干爸也是爸。你们的枪都是假的，他干爸可是有真枪的，而且他枪法可准了，隔着1万米都能把敌人打倒。听了他的话，身后的陆金哲脸上流露出了一个难以置信的震惊表情。媳妇儿这牛皮吹得可真大，1万米，别说瞄准，我看都看不了那么远。你骗人，我才不信，谁能打1万米？这小孩子也不好忽悠呀，他最多能打5000米，1万也太多了。这孩子有点智慧，但不多。对，小明哥说的对，他不可能打1万米。看，曾光他干爸。听到喊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不远处的陆金哲。在大家的目光中，陆金哲推着车走过来。他在那里站多久了？我刚刚说的那些话，聪明绝顶就是聪明的人不长头发，他干爸隔着1万米都能打倒敌人，还给小朋友取的外号，他不会都听到了吧？你能打1万米？谁说的？他。见陆金哲没有回答，他好像明白了什么。你骗人，他根本打不到，哈哈，大骗子，这个姐姐是个大骗子。听了他的话，一旁的光光情绪明显低落下来，感觉很是丢人。夏清宁也是一脸尴尬，他很想继续忽悠，可当着当事人的面，又实在不好意思继续编下去。谁说他骗人？他居然愿意陪着我一起忽悠这帮小孩，这还是那个不苟言笑、冷静自持的陆金哲吗？你真能打到？哼，我不信，除非你证明一下。这要怎么证明？现在他又没有带枪，反正以前我就见他打到过。大家疑惑地看向陆金哲，目光顺着他的视线慢慢往上抬，只见远处有一棵很高很大的杏子树，这个季节杏子几乎都被摘完了，只有最高的树冠上还有10来个又大又黄的。弹弓给我用用。小男孩犹豫了一下，把弹弓掏出来递了过去。陆金哲接过弹弓，弯腰从地上捡起几颗石子，动作快且一气呵成，没有半点拖泥带水。只听见嗖嗖2声，随着石子射出，2个黄澄澄的杏子被击中，应声从树上掉了下来。直到最后一个杏子落下，小孩们的惊呼声才停下来，大家一窝蜂地跑过去，捡起了散落一地的杏子。不愧是陆团长，真厉害！再厉害也不可能击中1万米以外的目标，别误导小孩。语气里没带指责，反而像是在教育说大话的大朋友。夏清宁脸上的笑僵了一瞬，心虚地放下了竖着大拇指的手。叔叔你真厉害，姐姐果然没骗人。为什么她是姐姐，我是叔叔？张小明，你现在相信了吧？曾光他干爸可比你爸厉害多了，你爸上次想爬树去摘，还差点摔下来呢。再厉害又怎样？反正又不是他亲爸。其他事情光光都会反驳，但一提到爸爸，他就显得失落又自卑。就在他默默低下头时，忽然一只大而有力的手伸了过来，一把将他捞了起来，然后放在了自行车的后座。抓住！在大家艳羡的目光中，陆金哲推着光光往前走去。陆金哲没有直接把车骑走，而是一路推着往前走。这么做自然是为了照顾跟在后面的夏清宁。没一会儿就走到了青瓦房旁。就在这时，忽然从后面窜出一只大狗，对着几人就狂吠了起来。无限扩大的恐惧让他脑袋完全不会思考了，本能的拔腿就往陆金哲身边跑。到了他身边，立刻就躲在了他身后，一把就抱住了对方。狗！陆金哲没被狗吓到，倒被夏清宁弄得有些手足无措了。别怕，我们快走吧。陆金哲很是无奈，自己要推车，上面载着米和面，还坐着一个小朋友，后面他又紧紧抱着自己不撒手。
现在他一步都迈不出去。你先放手，到我侧边来。狗还在不停地吠着，不过只是叫，并没有往上扑。这时光光从车子爬了下来，一点不害怕地对着狗吼道：不许叫，走开！吼完便弯下腰去。那狗见他弯腰，以为他要捡石头打自己，往前跑了，边跑边叫着，但并没有再冲过来。别怕，我保护你，他咬不到你。说完就牵起夏清宁的手往前走去。身后的陆惊蛰看着小男孩牵走了自己的媳妇儿，眉头忽地皱了起来。妹子，你是有福气的，陆团长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以后一定会对你很好的。想当年要不是他把我们家曾小刀从死人堆里扒了出来，背着他回到营部治疗，曾小刀也不可能再多陪我和光光半年。我们一家最珍惜最可贵的日子都是陆团长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呀。你想想，他对战友都能做到这一步，对自己的女人更是不会差的。所以妹子，你可别嫌弃陆团长是二婚呀。二婚？什么二婚？谁是二婚？陆惊蛰看到他满脸的震惊和疑惑，阿珍嫂子心道不妙。妹子，不知道陆团长以前结过婚？原书里没有发现陆惊蛰除了原身还和谁结过婚呀？阿珍嫂子是不是记差了人？妹子，不好意思呀，是我多嘴了，这么大的事我还以为你知道的。你还没跟陆团长去随军吗？难道陆惊蛰以前在部队里和谁结过婚？反正以后你去了军属大院也会听大家说的。嫂子今天就在这里提前给你交个底，别让你有些心理准备。陆团长以前那个媳妇人品不太好，陆团长也是被迫才娶了她。当时他打结婚报告时，我还住在军属大院里，他就打了报告，人都没有回去。我们大家都还奇怪呢，结婚这么大的事，他怎么人都不回去啊？后来也没见他那个媳妇儿来随军，陆团长没回去，媳妇儿没来，这婚结了跟没结一样。就在大家好奇时，和他住一个大院的麦亚军调来了军区，大家才从他那里知道了原因。原来陆团长是被那个女人算计了，那个女人原本是陆团长哥哥的未婚妻，却趁着陆团长回家探亲喝醉了酒，和他口里的那个女人难道不是以前的原身，现在的我吗？原来他以为陆惊蛰是离婚了再娶的我，难怪他说陆惊蛰是二婚。妹子，你说怎么会有这样不知廉耻的女人呀？这要我怎么回答？告诉他我就是那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夏清宁笑了笑，一时间只觉得尴尬无比。陆团长也是没办法才娶了她。妹子你放心，他们两个根本没感情。嫂子，军区里面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吗？都知道呀，陆团长在军区可是很有名的，长得俊，能力强，还有文化，首长们器重他，士兵们崇拜他，女兵们喜欢他，自然对他的事就格外关注一些。原本还想着收拾了这边的烂摊子，跟他去随了军，就能开启全新的生活了。我一个当代的知识青年，凭着所学的东西，怎么着也能在军区里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吧。呵呵，现在好了，自己人还没去，已经声名狼藉了。还好陆团长和那个坏女人离了婚，现在娶了你，我看他对你上心的很呢。你们又这么般配，以后都会是好日子。那个嫂子，陆惊蛰没有离婚。什么？这下轮到阿珍疑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反应了一会，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脸错愕地问：那你们和陆惊蛰结婚的一直是我就是你口里那个坏女人。听了夏清宁的话，阿珍整个人都僵住了，满脸的惊讶。眼前的姑娘不但漂亮，还温文有礼，穿着打扮更是大方得体，怎么看也不像麦亚军嘴里说的又土又丑，没有文化，满腹坏心思，只会算计陆团长的乡下丫头呀。你是说你就是2年前和陆团长打报告结婚的那个姑娘？是我。那麦亚军为什么要胡说八道？他也不算胡说，这里面有些误会。嫂子，我想给你打听一个人。谁呀？你知道莫小小这个人吗？他爸爸好像是个副参谋长。他这都还没有去军区，怎么连莫小小都知道了？妹子你放心，陆团长可没有什么花心思，他和那个莫小小可是清清白白，什么都没有。我知道，我只是对他有点好奇，嫂子给我讲讲吧。书里的女主是莫小小，她才是陆惊蛰的官配，现在我就快去随军了，提前了解一下，心里有底总是好的。当年陆团长刚调到守备军团时，还没有打结婚报告，很多女孩子都对他芳心暗许，可是无论见了多漂亮的姑娘，陆团长都好像没有感觉，那张脸就没得笑模样，对谁都是冷冷淡淡的。后来军部调来了一个副参谋长，他们家有个小女儿，长得十分招人喜欢，性格也活泼可爱，就是你说的莫小小。大院里的人都看得出来，莫小小很喜欢陆团长，但是陆团长对她也是一视同仁，从来没有过任何特殊照顾。再后来部队里就开始传，陆团长已经打了结婚报告，拿了结婚证了，喜欢他的那些大姑娘都傻眼了，特别是那个莫小小，听了这个消息，魂不守舍的一脚踩空了，
直接从楼梯上摔下来，晕了过去，在医院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莫小小才康复出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回来以后，她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原本很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忽然就变得沉默寡言，不爱说话了。可能是为了避嫌吧，陆团长并没去探望过她。后来我听说莫小小好了以后，还主动去找到了陆团长，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但却被陆团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再后来，莫小小不知怎么回事，忽然就要求父母送她出国，出国家里人的正途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她家里人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可是莫小小却忽然变得很倔强，还以绝食抗议，最后没办法，还是冒着降级的风险，把她送去了 M 国。后来我就离开了军属院，回来照顾光光爷爷奶奶了。她去了 M 国后怎么样了？我就不知道了。妹子你放心，陆团长的人品我们都是知道的，现在他都和你结婚了，感情还这么好。以前他和那个莫小小就没关系，以后就更不可能有什么了。夏清明点头表示自己不会多想，他对书里的这个女主角无疑是十分好奇的。可听了阿珍嫂子刚刚的话，他有些疑惑不解了。原书里可没有莫小小出国的剧情呀，而且阿珍嫂子说莫小小以前的性格十分开朗活泼，这和现实里的莫春晓的性格完全相反。不过她摔了一跤之后，就变得沉默寡言，不爱说话了，这倒是和现实里的莫春晓十分相似。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隐情？陆团长什么都好，就是太招姑娘喜欢了。当时可不只是莫小小，还有金区医院的蒲医生、宣传部的李千世、机关小学的张老师，好几个姑娘都对他有意思呢。嫂子，你说的蒲医生是叫蒲月吧？你认识他呀？前2天我生病，就是这个蒲医生给看的。他调回来了呀？什么时候的事哟？我都不知道呢。应该有1年多了吧？都回来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呢。想当初他不小心摔下山，还是我们家曾小刀。说到这里，阿珍没再说下去。经历了这么多人情冷暖，她早就看明白了。妹子，今天是嫂子话多了，你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和陆团长和和美美把日子过好才是最重要的。嫂子，你放心，我知道的。那就好，那就好。阿珍放下心来，朝着屋里喊了一声：“光光，收拾下桌子，准备吃饭了。”吃完饭，光光安安静静坐在小板凳上，看着外面小小的一只，看起来十分孤单。夏清宁看了看孤单的坐在一旁的光光，转身走进了厨房。嫂子，我看光光好像总是一个人玩，也不爱跟人说话，他一直是这样的吗？他以前不这样，他性格像他爸，爱笑，话多，喜欢交朋友。但回到这里后，那些小孩子总是笑话他没爸爸，他也很在意这件事。时间久了，话就少了。还有曾小刀这人吧，没去当兵前，总喜欢逞英雄，出风头，也得罪了不少人，所以那些家长也不太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和光玩。现在他基本上没有朋友，都是一个人玩。看到他这样，我也很着急。可是别人的孩子，我也不能强求他们和他做朋友。嫂子，我可以带光光出去一下吗？阿珍虽然不知道他要带儿子出去做什么，但出于信任，还是同意了。光光，你想要朋友吗？他们不想和我做朋友，也不想和我玩。我想和你做朋友，想和你一起玩，你愿意吗？好。我想去刚刚他们玩枪战游戏那里，但是我怕狗，你带我过去好不好？好。就这样，夏清宁带着光光出了门。因为路面有些窄，他没有骑车，而是推着车往前走。到青瓦房时，他还是有些心有余悸，生怕那大黄狗又忽然窜出来。身边的光光倒是走得十分淡定。你别怕，我会保护你的。这小大人的口吻让夏清宁还有些不适应，想他一个20来岁的成年人，却要一个小朋友保护，说出去实在丢人。你们想坐车吗？小朋友们听到他这样问，立刻点头，一脸期待的样子。可是我只载光光的朋友，你们愿意做光光的朋友吗？我愿意和曾光做朋友。光光，你愿意和他做朋友吗？光光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好朋友可是一辈子的哟，不能只是现在，反悔的人可是要被狼外婆吃掉的。我愿意和他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夏清宁笑了，将那个小孩放到车前面的横杠上，然后让光光坐在车后座，带着2个小孩骑了起来。到了最后，脏脏锅和流鼻涕的小男孩也都表示以后愿意和光光做朋友了。你们的爸爸可以陪你们玩，可以让你们骑大马，给你买好吃的，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幸福呀？我爸爸对我可好了，有好吃的都给我吃，还会带我去摸鱼。我爸爸也是，他还会给我买新衣服、新鞋子。你们都有爸爸，那为什么光光没有爸爸呢？我妈说他爸爸死了。那你知道他爸爸为什么会死吗？他是为了保护我们所有人才死掉的。如果他不保护我们，或许死掉的就是你们的爸爸了。他牺牲了自己，保护了我们所有人，我们应该崇拜他，敬佩他才对。就像红军打倒小鬼子一样，保护我们嘛。对，光光的爸爸参加的就是红军。曾光，
以后我们再也不嘲笑你没有爸爸了。夏清宁摸了摸孩子们的头，心里很是欣慰。他们虽然调皮，但心地并不坏。一旁的光光听了大家的话，终于笑了，笑着笑着2滴眼泪就滑落了下来。光光长大了以后也是想当兵吗？不想。为什么呢？光光不想像爸爸一样穿上神气的军装保护大家吗？不想，爸爸就是为保护大家才死的，我不想死，我死了就没人保护妈妈了。我不想保护别人，我只想保护妈妈。在他小小的心里，妈妈才是最重要的。他不想死，不是觉得死亡有多么可怕，而是心里牵挂着要保护的人。一滴眼泪从阿珍眼里滑落下来，他立刻别过头去，迅速抬手抹掉了。那你刚刚为什么一直看着叔叔呀？我想让他抱抱我，他们都有爸爸抱，就我没有，我也想让爸爸抱我。一旁的阿珍好不容易将眼泪收回去，可在听到儿子这句话后，又忍不住落下了泪来。我的曾小刀看似不着调，却比任何人都要真情重义。他用生命保护了所有人，完成了自己的英雄梦。对自己他无愧于心，对国家他无愧于民，对我这个妻子，我也觉得他可以无愧。这个世界上，他唯一亏欠的，唯一对不起的，只有这个年幼的儿子。陆金哲沉默地上前，抬手将小男孩抱进了怀里。他身形高大，小男孩在他怀里就像是一个弱小又无助的小豆丁。光光将自己小小的脑袋安安静静地枕在陆金哲宽阔的肩膀上，就好似靠着一座巍峨的大山。这一刻，他终于也有爸爸了，爸爸终于抱他了。阿珍看到这一幕，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不想在大家面前失态。片刻之后，他转身走进了屋里。阿珍对他的曾小刀爱得有多深，那些爱意不用嘴说，已经全从眼睛里跑出来了。犹豫了一下，他也跟着阿珍进了屋里。他不知道怎么安慰个看似坚强的女人。对于一个失去挚爱的人来说，再多的语言安慰都显得苍白无力。他抬起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很快阿珍便收起了情绪。他爸负伤以后，全身除了头，其他地方都动不了。那时候光光还小，很羡慕其他小孩有爸爸抱，能骑大马。最后没能抱抱自己的儿子，也是曾小刀走时最大的遗憾。妹子，我失态了，不好意思呀，你先坐一会，我去洗把脸。夏清宁在屋里坐了一会，正想出去，却在不经意间瞥见了角落的一支铅笔，犹豫了半晌，他抬手接了墙上的一张画报，拿起了铅光睡着后，陆金哲走进了堂屋，便看见夏清宁正专心致志地画着什么。他没有打扰他，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夏清宁画得很认真，并没有注意到陆金哲。大概过了大半个小时，一幅画终于完成了，俨然就是光光一家3口。这样小小的柔弱的一具身体里，到底还蕴藏着多少我不了解的技能？陆团长，家里也没有别的东西，这些你们带回去吃吧。阿珍说着，不经意地一瞥桌上的图画，瞬间便移不开眼了。只见他抬手拿起了那幅画，真像，这才是曾小刀。阿珍说着，仿佛这一刻她又见到了死去的丈夫。只见2滴热泪啪嗒一声重重地砸在了纸上。糟了，糟了，弄坏了！你说我好端端的哭什么？没事，嫂子。妹子，你可太厉害了，谢谢。我们一家3口终于在一起了。夏清宁和陆金哲离开时，光光还在睡觉，他们便没有叫醒他。阿珍把2人送到青瓦房下面的坝子里。嫂子，过2天刘连长就回来了，到时候会过来看你和光光。如果你能联系上他，帮我给他说一声，如果没时间的话，就不用特意过来看我们了。陆金哲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嫂子，我们先走了。妹子，以后有时间再来玩。好。这陆团长媳妇儿和军区传言里的完全不一样。要是现在我还在军区，高低的骂麦亚军几句，这么好的姑娘，怎么就被他传成了没有羞耻心的乡下土妞了呢？妈妈，你看爸爸抱了我，爸爸抱我了耶。你爸抱你了。说完再次看下画纸，只见那男人栩栩如生，仿佛就站在自己面前一样。曾小刀，你在那边也在继续做着大家的英雄吧。如果你有空的话，今晚你可不可以入我梦来，也抱抱我？你说的那个刘连长是不是喜欢阿珍嫂子呀？这丫头的观察力还真不错，我刚刚不过只提了一句，她就已经猜到了这一层。阿珍嫂子对这个刘连长好像一点意思都没有，虽然他的曾小刀已经去世这么久了，但是说起他时，他的眼里依旧有光，那满满的爱意藏都藏不住。或许真的有爱情可以超越生死，一直存在吧。过几天他会来家里一趟。啊，谁呀？夏清宁正感叹着阿珍和曾小刀的爱情，忽然听到陆金哲的话，一时没反应过来。刘连长。哦，来时的路觉得慢，回家却感觉快多了。不到5点半，2人就把车骑到了胡同口。陆金哲没有再往前骑。我有点事情要办，你先回去休息。清宁，麦苗，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呀？
你手里这花是不是你家小五送的呀？他说他第一次见到我，忽然就想到了白色的茉莉花，所以今天专门带我去买了一盆。没想到呀，这个小五还挺懂浪漫的。你们俩说什么呢？说给我们也听听呗。麦苗是不是要请我们吃喜糖了呀？不就送了一盆不值钱的破花吗？不知道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哪里是破花了，明明这么好看。有些人呀，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连破花都没人送一盆呢。谁稀罕？麦苗你那小五家不是很有钱吗？就送你这个呀？我看他对你也不怎么样吗？何珊珊正说着话，下一秒就看到自己口里不怎么样的小五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过来了。麦苗，小五也给你买自行车了，也是凤凰牌的呀。麦苗，你以后可有福享了，这都还没结婚，就这么舍得为你花钱，以后那还不是妥妥的媳妇奴呀？珊珊，你看人家可不止送了花，还送了自行车，还有衣服哟。如果当初不是麦苗横插一脚，小五肯定就被我拿下了。现在他买的自行车、衣服，通通都应该是我的了。越想越气，越想越不甘心，何珊珊目光忽然落在旁边地上的一堆污泥上。小五不就是看她化了妆变漂亮才被迷住的吗？要是让她看到她没化妆的本来面目，她还会喜欢这个丑八怪吗？只见何珊珊不露声色地走到那一堆污泥处，将双手都放了上去，手掌心很快地沾满了污泥。她将手背在背后，走到麦苗旁。麦苗，你这衣服可真好看，我这里有个东西特别适合你，你要不要看看？何珊珊忽然诡异地笑着，迅速地将污泥全抹在了麦苗的脸上。麦苗毫无防备，就这样被何珊珊抹了一脸污泥，不禁大叫了起来。这时旁边推着车的小五也反应了过来，紧张地丢下车子，跑过来仔细看了起来。待看清脸上的脏东西是污泥，而不是什么化学药水后，才松了一口气。臭丫头，你哈哈哈哈！何珊珊，你是不是有病？何珊珊，人家麦苗又没招惹你，你往人家脸上抹泥巴干什么？我看他就是嫉妒心作祟，看人家小五给麦苗买了车，心里不平衡。姑娘家家的，心肠也太坏了，以后哪个敢娶她？何同志，你太过分了！怎么，你还想打我呀？你别不识好人心呀！我这是让你看清楚麦苗的真实面目，一会他洗了脸，你就知道他长得有多丑了。你……小五被这个心胸狭隘的疯女人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努力压制着想要打人的冲动。你什么你就是一个有眼无珠的蠢货，眼睛瞎了才。何珊珊还没说完，就见一个人影冲到了自己面前，也抹了自己一脸。何珊珊气急败坏地看着把自己脸涂黑的麦苗，想要反击，却见小五和夏清宁还有麦苗都怒目看着自己。就算他再傻，也知道以一敌三，自己绝对讨不到便宜。珊珊呀，快回去洗洗吧，你看你都黑成什么样子了。没事，他本来就黑，都已经黑习惯了。就是洗了也白不到哪里去。何珊珊知道再留在这里只会被大家继续笑话，只见她狠狠地瞪了夏清宁和麦苗一眼，然后看向小五，快带你的心肝宝贝回家洗洗吧，哈哈，洗完了再看看还是不是你的心肝宝贝了。何珊珊走后，夏清宁和小五一起陪着麦苗回了麦家。清宁，你闻闻还有没有味道？别洗了，真没了，再洗就要洗秃皮了，不信让你家小五闻闻吧。我不化妆很丑吗？不丑，不丑，一点都不丑。你别听那个疯女人乱说，在我心里你最好看，什么样子都好看。还有刚刚何珊珊骂我，你站出来呼她一脸泥的样子，实在是太霸气了。听着她憨傻的形容，麦苗和一旁的夏清宁都忍不住笑了。现在放心了吧，你家小五不是一个只看重外表的人。幸好他没那么肤浅，不然我还不想跟他好了呢。清宁，你嫂子是不是以后都不能生孩子了？这件事你是听谁说的呀？我听我妈说的，不过现在院子都在传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了。王明芳的动作果然快，短短1-2天时间里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了。他们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设计让姚红梅自己提离婚了。她好可怜呀，其实她人还不错的，不像何珊珊和他们王明芳那么坏。怎么倒霉的不是何珊珊呢？哼，她那么恶毒，心也那么坏。放心，坏人肯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的。清宁，谢谢你呀。其实我一直都挺自卑的，觉得自己长得不漂亮，特别是何珊珊，每次还要拿外貌来打击我。我知道要不是你，小五也不会注意到我，我也遇不到这么好的姻缘，所以真的谢谢你。谁说你不漂亮？今天小五都说了，你是最漂亮的。我又不是给你做了什么整容，就化了个妆而已，你可别低看了自己。而且你也看到了，小五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不只是你的外貌。还是应该谢谢你，以后我和小五结婚了，一定叫他给你封个大红包。好，小五的红包我还是不会拒绝的，毕竟要不是我出手，他娶的可能就是何珊珊了。
麦苗无论是人品还是为人处事，都比何珊珊强了不知道多少倍。星期四要放一部很好看的电影，你叫上京哲哥，我们4个人一起去看吧。我们去吧，就不叫陆京哲了。为什么？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叫京哲哥陪你去啊？不是，他最近没空。两人正说着话，就见陆京哲骑着车子进了院子。京哲哥，陆京哲听到声音，将车停了下来，推着走到两人身边，很自然地接过了夏清宁手里提着的菜。清宁，星期四下了班，我们在电影院门口等你呀。要去看电影？是呀，星期四有一部很好看的片子，本来是想叫你一起去看的，可是清宁说你没时间呢，我让小五买4张票呢。既然你没时间，那我一会去问吴晓东去不去吧。我为什么没时间？本是不想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才撒了个谎说他有事不去，没想到这么快就被麦苗出卖了。现在陆京哲一瞬不瞬地看着我，那样子明显是在等着我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这要我怎么回答？难道说是我主观觉得他没时间？啊，你有时间呀，那要不我就不叫吴晓东了，我们4个一起去。那个，我以为你们军人不喜欢看电影呢。没什么不喜欢，部队里经常放。那星期四我来买票。这是买票的事吗？他和别人约看电影，竟然完全没想过要叫我一起，还撒谎说我有事，他这是多不想和我一起去，莫非真的还想叫吴晓东一起去？陆京哲越想眉头皱得越深，越想脸越冷。就在他不自觉地加快脚步时，其实我挺想和你一起去看的，但又怕叫了你，你不去，那我多尴尬啊。陆京哲听了他的话，脚步又放慢了下来。原来他不是不愿意和我去，只是怕我不陪他。这傻姑娘，我喜欢看电影。京哲、秦宁，你们回来了呀？你大嫂现在是小月子，营养的跟上，所以我端一碗让她先吃着，你们别介意呀。锅里还有鸡肉呢，晚上我们大家一起吃呀。陆京哲没有说话，把蔬菜放在桌子上，拿着怀里的纸箱径直回了房间。前2天还对人不闻不问，让人家一个人在家吃冷水泡饭，现在忽然就炖上鸡汤了，这完全是按照对付原身那一套，在如法炮制啊。应该的。清宁淡淡回了一句，转身回了房间。刚进屋，就见陆京哲正在拆带回来的那个盒子，他并没有太在意，坐下来打算休息一会。没一会，陆京哲就将纸盒里的东西拆了出来。他拿着东西，径直走到夏清宁身边。原来他叫我先回来，是去百货商店买照相机了。这么贵的照相机，他真的给我买回来了。第一次去河边，看到很美的风景时，他就听到我低声呢喃说，要是有台相机就好了。今天去百货商店，又听售货员说，我上次看中了一款相机，但因为价格的问题才没买，只是现在又欠了陆京哲一笔巨款，不过买都买了，也不能扫兴吧。谢谢啊，今天花了好多钱呢，以后可别这么破费了。不破费，当是拨给你的3正一响，别人有的你也有。夏清宁就算再迟钝，现在也能感觉到陆京哲对自己的感情不一样了。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我对陆京哲是怎么样的感情。好感当然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感激和欣赏，爱还远没达到。而且在书里陆京哲最后的官配是莫小小，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按照原书的剧情走呢？现在他对我或许只是有些好感，但并没有到一辈子非我不可的地步，毕竟他从来没有亲口对我说过爱慕之类的话。反正也快和他去部队了，到了那边确定了他不会喜欢上莫小小，他也明确地向我表明了心意，以后再和他谈个恋爱也不是不可以，毕竟无论从外貌还是性格，陆京哲都挺对我的胃口的。陆京哲在说完刚刚的情话后，面对夏清宁好似有些不太自然，很快就出去了。夏清宁坐在屋里休息，忽然听到屋外响起了王明芳和赵翠兰的谈话。他赵婶，你家还有鸡蛋吗？能不能卖一些给我呀？好像还有，但也不多了。你怎么忽然又要买鸡蛋呀？我记得你前几天不是才买过吗？哎呀，我们家红梅现在不是要补身体吗？我不得多买点备着呀，免得不够她吃。你们家红梅不是不能生了吗？你小声一点，免得她听了难过。真是苦了我这儿媳妇了，这次受了这么大罪，不管她能不能生，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把她当亲闺女一样疼。我们家立冬也说了，人才是最重要的。明芳，你这个人就是心眼好呀，遇到你这样明理的好婆婆，可真是红梅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哦。立冬也是好样儿的，有个爷们的样子。快来屋里，我给你拿鸡蛋。这王明芳又开始在所有人面前立好婆婆人设了，顺带帮她儿子也立了好丈夫人设，就跟4年前他们对付原身的方法一样。现在先立好了人设，到时候按照他们的计划，姚红梅出了丑事，大家只会像以前指责原身一样去指责姚红梅，不但能名正言顺离婚，王明芳还是好婆婆，陆立东还是好男人，有我在，这次他们的如意算盘怕是打不响了。接下来的这几天，王明芳母子2人忽然就跟转了性一样，对姚红梅那是呵护有加，关怀备至，院子里的所有人都在夸他们仁义，就连姚红梅自己都好似忘了前2天他们是怎么对她的。
幸好当时没有因为一时冲动把以前的事情都抖出来。第3的时候，何珊珊特地收拾打扮了一番，去了夏青宁他们纺织厂应聘。何珊珊，我怎么就这么倒霉，真遇到他了？你不用管我，我就顺便看看。厂房有什么好看的？大家都在搞生产，你这样到处走，会影响到别人。走吧，我带你出去。我说了，我要自己看看，你快走吧，别管我。那怎么行？我们廖主任就在这间办公室里，他最不喜欢外人随便进我们车间了。何珊珊听到廖主任3个字，眼睛都亮了。这臭丫头误打误撞还帮了我，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就走。何珊珊翻一个白眼，说完就朝楼梯口走了过去。夏青宁没有跟过去，而是转身回了车间。既然何珊珊这么想搭上廖强，那我就将计就计帮他一把。何珊珊自然不会真下去，见到夏青宁走后才走出来，理了理衣服，昂着头，挺起傲人的胸脯，向着廖主任的办公室走了过去。他没有敲门，直接推门就进去了。你找谁？不好意思，我走错了。等一下，你是谁？怎么以前在车间里没见过你？我是来找夏青宁的，我是他小姑子。你是来找小夏的呀？小夏的丈夫是你的亲哥哥？不是，她丈夫姓陆，我姓何，我和他没有血缘关系，不同父也不同母。不好意思，我现在要去参加下面的女工招聘考核，就先下去了。没等廖强说话，何珊珊就推门出去了。廖强看着她的背影，只见那大屁股随着她的步伐一扭一扭的，看着实在带劲儿。夏青宁偷偷在角落观望着，果然看见去而复返的何珊珊走下了楼。没多时，廖强也跟着下了楼。看来何珊珊把王明芳的计划实施的不错，很快何珊珊就能顺利的勾搭上廖强了。青宁，你今天怎么跑最后这个工位来了？害我好找。组长，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厂里晚上的美术培训班，那个女模特临时有事来不了了，那边的负责人刚刚来找了我，说想请你晚上帮忙顶一下，也不白让你顶，他们说了给你1块钱劳务费，外加1张晚餐票。组长，要画到几点呀？7点开始，画2个小时，9点结束。青宁，你就帮忙去顶一下吧，那边的负责人点名说就要你，说厂里就你5官生的最标致，比例最好，你就当帮大家一个忙，帮忙顶一下吧。秦组长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想到他平时对自己的照顾，自己请假什么的，他也从来没有为难过自己。夏青宁也不好再拒绝，于是点头同意了。那你快把钱和票收好，我现在就去给他们那边说一声。青宁，刚刚我听到秦组长说要画到9点呀，你一个人回去会不会不安全呀？对哟，我可听说最近有个变态流氓一直在我们厂附近转悠，见到落单的女人就跟在人家身后，趁其不备就从后面摸人家胸，好几个女同志都遭了殃，到时候你可别碰上了呀。你们就是瞎操心，人家青宁每天都是丈夫车接车送的，哪个流氓那么不长眼，敢去他男人面前放肆？你也不看看他男人那身高那块头，一拳下去，别说是人，就算是头牛也能给干趴下。丈夫这么厉害，青宁晚上岂不是会很累？一天说些什么呀？就你不正经，青宁你别理他，一天净胡说。我哪里胡说了？刚刚不是你说的吗？就算是头牛，他也能给干趴下了。大家听完他的话，又立刻笑作了一团。下午下了班，夏青宁准备给陆金哲说一声，让他不用等自己了，先回去。可是等了很久，还是没看到陆金哲的身影。平时他都是很准时的，就在门口等着我，今天怎么这么久都没来？难道是临时有事来不了了？夏青宁又等了一会，依旧没看到陆金哲，便转身回了厂里。同学，你是不是走错教室了？老师你好，我是今天绘画课的人像模特，你叫我小夏就好。哦，好，小夏，我姓郭，今天教大家素描。郭老师，我是接到临时通知过来的，也没有准备别的衣服，穿这身工作服，你看可以吗？没事，我带了衣服，一会你去换上就行。郭老师说着，便从带来的包里拿出了一件衣服，递给夏青宁。是干净的，我刚洗过。好的。夏青宁便拿了衣服去旁边休息室的单独房间里换好，再次进到教室时，发现郭老师正站在一张高脚凳子上，取着墙上的一幅画。夏青宁连忙上去帮忙扶着，并接过了他取下来的画。构图8号。你懂画？以前学过几年，为什么要把它换下来呢？学生们看不懂这幅画，说乱七八糟的，不知道画的什么，挂在那里太不美观了。老师，你别介意，很多人都看不太懂抽象画，自然也不明白他们的意境和表达的情感。丫头，那你说说这幅画画了什么，又表达了什么呢？画的是最基础的几何形状，用的色彩也是最基础的，这些元素彼此协调，又彼此抗衡，画家大概是想用它来展现自由与束缚的对比吧。
你以前学了些什么？基础如何？学的素描和油画，普通的都能画。如果你对绘画感兴趣，以后可以多来上上我的课。谢谢老师，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多向老师请教的。夏清明下课走出工厂时，差不多9点多了。回去的路虽然都是大路，但路上人不多，四周的店铺也早就关门了。夏清明没带手电筒，只能借着不太明亮的月光往前走。在经过一堵墙时，阴暗处果然走出了一个人影，快步跟上了他。通过脚步声，夏清明已经能确定后面一定有人在跟着自己。忽然想起白天在工厂时女工们提到过的变态流氓，心里更慌了。夏清明紧绷着神经，正想抓准时机往前跑，一个人影忽然就出现在了他面前，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他眼前，他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滚开，滚开！青宁，陆惊蛰。唤完之后，忽然猛地扑倒在了对方的怀里，张开手用力地抱住了他。我再别怕。过了许久，两人才分开。等他反应过来，已经坐在了自行车前面的横杠上，被他整个圈进了怀里。下午我来接你时，车胎坏了。哦，今天下班的时候，厂里让我帮忙做了一下素描人像模特，才下班晚了。你一直在那条路上找我吗？陆惊蛰没有回答，并没有提自己。修好了车，到了厂门口，没有看到他，以为他回去了，便把车骑了回来。到家也没有看到他，又去找了吴晓东，可是吴晓东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又骑车到了厂门口，来回了好几趟，直到9点多才在路上遇到他。刚刚你是被什么吓到了？有人跟着我。能确定从哪段路开始的吗？应该是从厂门口。今天我们车间的人提过，最近有个变态流氓一直跟踪落单的女性。他在这边有稳定的工作，而且他好像很喜欢这份纺织厂的工作，让他放弃这边的一切，跟着我去，条件远不如这边的部队，他会愿意吗？你是不是很喜欢做衣服？很喜欢。他这么喜欢做衣服，如果我提出让他去随军，他肯定会舍不得纺织厂的工作吧。在临走前还是要问问他去不去，让他自己决定。怎么了？没事，睡吧。夏清明没再追问，累了一天，没一会儿便睡着了。昏暗中确定他已经熟睡后，他往前一移，将身体靠近了他一些。这一刻他忽然有种冲动，想要将他抱进怀里，但犹豫了一下，却最终没抬手。倒不是不敢，只是怕惊醒他。妈，我考过了，哈哈，我考过了纺织厂的初试了。好好，现在开始你可得把那个廖主任稳住了，但要记住，千万别真吃了亏。我知道，你不知道那个老男人有多恶心，秃头，一口黄牙，身上还臭烘烘的，我怎么可能看上他？你再忍一下，再让姚红梅养几天，等他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这事儿才能办。他那身体能成吗？最后的招工名单是下个周一出，下个周末之前如果没拿住他，那我的工作……哼，不成也得成，到时候抓到他们睡一块，不管他们做没做，这事儿他们有嘴也说不清楚。当年陆惊蛰和夏清宁那个臭丫头不就是这样？难道他们会比陆惊蛰更难搞吗？前面成功的案例就摆在面前，何珊珊对他妈的能力自然是相信的，信服的点了点头。今天我去你二姨家了，你二姨给你招募了一门好亲事。真的？男方是做什么的呀？长得俊不俊？成天就知道俊不俊，长得俊是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钱花？哎呀，我就喜欢长得俊的嘛！要是让我嫁给廖强那样的丑男人，我宁愿去死。呸呸呸，什么死不死的？你二姨这次可是帮了大忙了，给你介绍的可是个军官，听说是个连长，姓刘，刘远征。但真的吗？有多高？长得俊不俊？我又没有见到人，我怎么知道俊不俊？不过听你二姨说，长得倒是不错，是你表哥的下属，刚从部队回来探亲。不对呀，这么好的男人，他怎么不留给表姐，舍得介绍给我？你表姐已经定亲了，不然哪里轮得到你？我今天已经和你二姨那边说好了，男方探亲假没几天，这个星期六下午就过来相看，到时候你可要好好打扮打扮，别再像上次那样被人截了胡。星期六好，夏精宁他们都上班去了，院里没人。这次我可要好好把握住机会，做军官的可是比上次那个做工人小五好了不知道多少倍。要是我嫁给了他，以后就是军官太太了，不但可以在麦苗和那些看我笑话的人面前扬眉吐气，而且从此以后再也不用羡慕夏清宁了。很快到了周六，何珊珊要相亲，一大早姚红梅就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现在就只剩下何珊珊母女2个人。珊珊，男方都快到了，你现在出去做什么？我去弄下头发，马上就回来。现在还弄什么头发？一会你二姨带着那小伙子来了，你不在家，把人家晾着，怎么成？头发随便弄一弄就好了。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的呀。他们不是下午才会来吗？这才1点多，我编一下就回来了，很快的。
不会耽误太多时间。那你弄好了快点回来，可别一会人家来了还要等你。你二姨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别惹得她一会对你发火。知道了。这边的工厂忽然通知要检修，夏清宁便提前下了班，径直往家里走去。